恭送炎帝，恭送盟主。萧炎哥哥，我们还没到吗？我想应该快了。我已经感觉到那个未知世界中的另一种能量变得越来越浓郁了。哈哈，既然如此，我们就加快脚步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斗气大陆外的世界究竟是多么的精彩绝伦。在斗气大陆待得太久，我也很心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万年前那些斗帝为何全部消失？我想进入到这个未知的世界，便会解开这万年来的未解之谜。灵动，怎么了吗？没事，刚刚遇见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那人身上有一股极其恐怖的火焰波动，希望日后能在大千世界中与他再见。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全族戒备。这竟然是位面裂缝，难道是下位面的天之骄子突破了位面的至尊，降临大千世界？看来在穿越位面裂缝的时候，女星儿他们很犯了，看来要花一番功夫去寻找他们。看来斗气大陆上的那些远古时期的斗帝强者并没有死，而是全都来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果然是天外有天，斗帝已经不是修炼界的最高境界。再想消减。来自斗气大陆，穿梭位面裂缝后，无意间降临会地，并无问题。原来是萧炎小友，老夫乃是洛神族族长洛天神。萧炎小友若是不介意的话，可以下来一叙。想必此刻你心中也是有着诸多疑惑，那就麻烦洛族长。萧炎小友，这边请吧。大千世界，原来这里叫大千世界，万族鼎立，由无数片大陆构成，而自己所处的斗气大陆仅仅是一个下位面。请问洛族长，这大千世界的修炼等级是如何划分的？自从我来到大千世界之后，斗帝不再是这片大千世界的最强，不知我现在属于大千世界的什么等级境界？我刚刚观察了你的气息，应该无限接近于至尊境。至尊境乃是进入大千世界强者的门槛。大千世界有句话，至尊之下皆为蝼蚁，而至尊境之中又划分1品至9品。9品至尊之上乃是地至尊，地至尊之中又划分下位地至尊、上位地至尊、大圆满的至尊。至于地至尊之上，那便是天至尊，大千世界上最强的超级强者。天至尊，大千世界最强的超级强者。洛族长，不知这大千世界可存在着异火？异火，这莫非是一种圣火？在大千世界之中，虽然没有异火，但是有圣火的存在，而且圣火榜上似乎没有记载这种形态的圣火。圣火榜，大千世界里管这种火焰叫做圣火。没错，圣火榜上记载了20种恐怖强大的火焰，每一种火焰都拥有着毁天灭地的威力。这圣火极为的强大，就连至尊境的强者见了都为之变色。曾经有着传闻，一位天至尊的超级强者用一道圣火，竟将一片大陆轰碎。这大千世界中竟然有20种圣火，有意思。萧炎小友身怀这等堪比圣火的火焰，莫非是一名炼药师？是的。冒昧问一句，萧炎小友的灵魂力量在什么境界？按照我之前的斗气大陆等级划分是地境灵魂，不知道大千世界的灵魂境界又是如何划分？地境灵魂，我们大千世界的灵魂境界与下位面低那些大陆是紧接着的。地境灵魂在大千世界也存在，地境之上便是圣境、主境，还有传说中的神境。看来萧炎小友的炼药的天赋非同一般。地境灵魂的炼药师在大千世界算是一位炼药宗师级别了，炼制出的丹药即便是至尊境的强者都能为之心动。炼药宗师，那炼药宗师级别之上是哪？炼药宗师之上的便是炼药大宗师，能够炼制出的品级丹药，足以令的至尊强者都为之心动。至于炼药大宗师之上，便是传说中的药圣，这个级别在大千世界可谓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因为药圣炼制的丹药都能让大千世界最强的天至尊超级强者都会为之疯狂。大千世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多谢洛族长告知这里，后来搭到萧炎受益良多。萧炎小友客气了，不知萧炎小友日后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去寻找我的2位妻子，在穿越位面的裂缝时，我们走散了。萧炎小友，在你离开之前，你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做，还请洛族长请示。灵力转化。你们下位面的斗气大陆修炼的是斗气，而这上位面的大千世界修炼的则是更为高级的灵力。
所以想要在大千世界修炼提升实力，必须要将原本的斗气转化为灵力，否则你日后根本无法吸收大千世界的天地灵力，带着你体内的斗气耗尽，恐怕会有性命之忧。难怪飞升大千世界之后，就隐隐感觉自己体内的斗气在不断流失，却得不到对应的答案。刚刚听洛天神这么一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若不是洛天神提醒，恐怕日后真的有性命之忧。也不知道薰儿和凯琳他们怎么样了，看来要快点进行灵力转化，得尽早找到薰儿他们。那这灵力转化，恐怕还得要麻烦洛组长。这问题不大，我也想看看萧炎小友灵力转化之后，实力到底会处于什么层次。那便多谢洛组长了，今日恩情，我萧炎日后定当报答。将斗气转化成灵力，必须找一处天地灵力充沛的地方。萧炎小友，跟我来吧。萧炎小友，准备开始了，一定要稳住心神。等下我会出手帮你将体内的斗气尽数抽出，这个过程万万不可抵抗，否则前功尽弃，你也会有性命之忧。另外，等下在我将你的斗气完全抽离的刹那，你必须立即运转起功法，吸纳大千世界的灵力。萧炎小友，开始了。这般庞大的斗气，莫非这萧炎小友的实力已经达到至尊境？就是现在。看来萧炎小友修炼的功法有些不凡，看着调动天地灵力的难度，恐怕是上品功法。这萧炎小友的火焰可当真是恐怖至极，就算是面对圣火也是惶恐不让。这般年纪便迈入至尊境的门槛，天赋真是可怕，难怪能够打破位面的桎梏，降临到大千世界，真是让人着迷的力量。萧炎小友，恭喜了！这般年纪就踏入至尊境，而且竟然还达到了2品至尊。即便是1品至尊，在整个大千世界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你却是达到了2品至尊。下位面的天资骄子，果然不比大千世界的差。这次多谢洛组长，今日的恩情，晚辈日后定当报答。剑下担忧2位妻子的安危，所以就此别过了。既然萧炎小友心念妻子安危，那我也就不再多留了。萧炎小友，这是一幅西天大陆的完整地图，以及10万至尊灵液，你日后用得着。没想到洛天神会赠送自己如此贵重之物，唯有至尊强者才有能力凝练至尊灵液。1品至尊消耗1个月苦修才可能凝练出1滴至尊灵液，而2品至尊需要消耗20日才能凝练出1滴至尊灵液。由此可见至尊灵液有多么珍贵。而洛天神一下子就赠送我10万至尊灵液，我现在的确极为需要。今日这份恩情暂且记下，日后再还也不迟。萧炎小友，随我来吧，我送你出洛神族。好了，洛组长，不用再送了，咱们后会有期。萧炎小友，后会有期。日后若是寻的妻子，可以随时来我洛神族，我洛神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一定，洛组长大恩，我萧炎铭记于心，告辞了。不知再见这小家伙，他会是强大到何种程度？不过以他的天赋，日后比我这老头子的成就定然要高。美杜莎女王从位面炼境出来后，落在了幻月宗里，被幻月宗派出的3个长老凭重伤抓走。不愧是西天大陆底蕴足以排进前5的城市，连传送阵都这般大气。你听说了吗？3日后，幻月宗举行一场拍卖大会，拍卖的是一只足以与至尊强者抗衡的远古魔兽——九彩吞天蟒。九彩吞天蟒，幻月宗是从哪里找到这九彩吞天蟒的？这位爷，据说这条九彩吞天蟒是来自下位面，穿梭位面裂缝之后，刚好落在幻月宗的领域。幻月宗哪里会放过这等远古魔兽，所以双方便爆发了大战。虽说这九彩吞天蟒非常的厉害，但是所谓寡不敌众，而且幻月宗直接是派出了3位至尊境的强者，将这九彩吞天蟒打成重伤，最后成功擒拿了九彩吞天蟒，准备将其3日后拍卖。这幻月宗的实力，幻月宗在这西天圣城之中，只能算作一方小势力。宗内的至尊强者共有5位，最强的便是宗主幻无月，拥有着5品至尊的实力。不过最可怕的还不是幻月宗，而是幻月宗背后的指天宗，那可算得上是西天大陆上一方赫赫有名的大势力。
不管你背后指的是幻月宗，你们伤了萧炎的，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吗？什么人胆敢擅闯幻月宗？九彩吞天蟒被关押在幻月宗何处？敢打九彩吞天蟒的主意，简直找死！兄弟们，给我拿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再问一遍，九彩吞天蟒被关押在幻月宗何处？敢问先生是何人？要是前来幻月宗竞拍九彩吞天蟒的话，我们宗主说了，请3日后再来。快去通知宗主，有人夜闯幻月宗，想抢九彩吞天蟒。不要让我再问第3遍。大人饶命！我说，那九彩吞天蟒此时被关在后山之中，由3长老和4长老2位至尊强者昼夜看守。那2位至尊属于什么层次？3长老是2品至尊，4长老是1品至尊。在我是后山，你若敢耍什么花样，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三哥，这娘们玩起来肯定欲仙欲死。将如此美人拍卖，实在有些可惜。这九彩吞天蟒也不知因何原因，就是不肯放下贞操，不然也不会落到如此的下场。三哥，快把他放下来玩玩。萧炎，是你吗？敢动他一丝一毫，你个该……抱歉，我来晚。你是何人？胆敢闯我幻月宗，是想找死不成？要你的命的人。找死！皇权天命。闭眼。去吧，我怒火。来者何人？竟然敢在我幻月宗杀人！来的正好，今日我萧炎要血洗幻月宗。小子有胆，竟敢夜闯我幻月宗抢人！我可不是来抢人的，我是来杀人的。黄泉旨。幻月光盾。这位朋友有话好说，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是有什么误会吧？没有误会，也不必多说。今日我就是来灭你的幻月宗。放肆！随我一起出手，斩杀这不识抬举的小子！闭眼。一火横骨斩。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恐怕这里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开，到时候惊动血天宗的人就麻烦了。不过在离去之前，还得先在这幻月宗服务。你先在这里休息片刻，我去就好。这是太阴人。若天神说过这5年在大千世界圣火法排名第13，没想到这么快就读到这种正史，而且看样子其力量与神相差，得来全不费工夫。想要吞噬我，怕是找错人。闭眼。想逃，怕是晚。可有那黑袍青年的去处？启禀宗主，有人看到那黑袍青年带着九彩吞天蟒躲进了西天圣城之外。孙确定？你带人前去那片森林，将人给带回来。遵命。敢动我血天宗的人，那就准备好承受我血天宗的怒火。从幻月宗出来后，萧炎便在森林深处找了个安全的地方炼化正果，而美杜莎经过萧炎药力的治疗，伤势已然全部恢复，实力也从斗帝转化到了至尊境。此时守在洞外的他却不知道危险的进程。真是让老夫好找啊！杀我血天宗的人，今日就是你们陨落之日。至尊境的九彩吞天蟒倒真是少见啊，那小子应该在里面吧？九彩吞天蟒，你可愿跟老夫回血天宗？你们配吗？要战便战。好，敬酒不吃罚酒。希望萧炎能够快点出来，只能尽量拖延一些时间了。所幸血兵等人碍于颜面，没有选择直接动手，不然我真的是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九彩灵毒掌。
你掌上有毒，去死吧！倒是小看你了，只是一条蟒蛇而已，也敢在此放肆。一条老狗也敢放肆。自山洞中蓝色的声音后，众人瞳孔皆是忍不住的一缩，脸庞上带着一抹惊骇之色。这一刻，天地皆为深绯色，刺痛灵魂的寒意弥漫天地之间，恐怖至极。而就在众人惊骇地望着周围深绯色的寒冰世界之时，一道震彻天地的轰响陡然自那山洞中响起。九品至尊巅峰，心软答应了。血天宗的长老也不过如此。好小子，老夫劝你趁早束手就擒，否则我血天宗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待会你若是还有命的话，再说这句话吧。既然来了，那今日你们就永远留在这里吧。年轻人还是不要太过狂妄，否则会玩火自焚。如今的萧炎太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了。众所周知，无论什么修炼都必须脚踏实地，所以实力爆起也并非都是好事。萧炎直接从2品至尊提升到9品至尊巅峰，虽然好强，但是体内的灵力处于虚浮状态，没有稳固下来。现在对战与血冰这同样是9品至尊实力的对手，对萧炎稳固灵力非常有帮助。废话少说，出手吧！小子真是嚣张。原来只是拥有9品至尊巅峰的气势，对于9品至尊巅峰的实力根本没有丝毫的掌控可言。修炼意图讲究稳扎稳打，你这小子却剑走偏锋，强行提升境界，可谓是犯了修行的大忌，简直是愚不可及。小子，下辈子投胎可要学会好好做人，不要太过自傲，记住。这是至尊法身，这是什么古怪的至尊法身？在99等至尊法身之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法身。不愧是9品至尊，这等力量当真是强大，看来在短时间之内不能再吞噬圣所了。这暴涨的实力，怕是得花一段时间去沉淀灵识。老夫倒要看看你这法身究竟有何奇异之处。天地冰寒斩，地印诀，五印合一。天寒法身吗？小子，老夫再来试试你这道法身。这小子法身上缠绕着圣火，真是有些棘手啊。走吧，这里已经够安全了。去哪儿？找薰儿吗？再去一趟西天圣城，去打听一下薰儿的消息。去西天圣城，恐怕要小心一些了。如今已经彻底的得罪了血天宗，恐怕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走吧。萧炎为救美杜莎灭幻月宗，斩杀血天宗9品至尊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西天大陆。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某些超级势力耳中。你说的是真的？启禀族长，消息可靠，大千世界真的出现了一条来自下位面的九彩吞天蟒。现在何处？听说在西天大陆，不过他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正被西天大陆的一个大势力血天宗追杀。血天宗，立马去叫几位长老随我一起出族。是，族长。九彩老祖，你的血脉者终于来到大千世界了吗？薰儿，你到底在哪里？别瞎想了，薰儿他一定会没事的。刚来大千世界，你便闯出了这般名声，若是药老他们知道了，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炎帝萧炎可是风采依旧呢。一群废物，找了几天连2个人都找不到，要你们何用？启禀宗主大人，不是属下不尽力，只是那萧炎的实力不简单，
这几日宗内有不少弟子都曾找到过萧炎，不过都被那小子击杀了。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那小子早已经逃之夭夭。加之这萧炎似乎感知能力特别的敏锐，跟踪他的弟子也全都被抹杀，所以一时间着实很难将其擒获。按照二长老的意思，那岂不是永远也不用指望抓到这小子了？属下并不是这意思，只是要抓住这小子，不能够再像目前这样的去抓，必须要悄无声息的锁定他的位置，而后再对其布下天罗地网。到时候这小子定然插翅难逃了。不过锁定这小子的准确位置，还需要宗主亲自出手。天地血影，万里追踪。在丰州城，宗内二长老、三长老、四长老，你们三人带上宗内20名五品至尊，前往丰州城，务必给本座将那小子给擒来。我倒要看看那小子究竟是何许人。这一次他插翅难逃。遵命。来自下位面的萧炎身怀圣火，有意思。宁可食无肉，不可一日无酒啊！剑灵师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喝酒？萧炎哥哥现在的处境可是非常危险，您再快一点吧。小丫头倒是挺心疼情郎啊。放心吧，既然你是我这万年来被选中的徒弟，你的情郎，那我剑宗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且天宗那几个杂毛，我随手一巴掌就能拍死几个。多谢剑灵师傅了，你还是快点吧。薰儿真的好担心萧炎哥哥。叫萧炎的这小子倒是好福气了。下位面的小子，还有九彩吞天蟒，今日你们一个都逃不了，束手就擒吧。哈，竟然是小炎！你在这等我。下位面的小子，七彩吞天蟒，不要反抗，乖乖跟老夫回血天宗。想让我束手就擒，只怕凭你们还没有这资格。猖狂的小子，今日便将你斩杀于此，动手！叶分，是浪士。想杀我，你们是需要付出被杀的准备。小子放肆！三道天寒法身吗？萧炎，今日你必死！杀我，你们也得有那个本事。让你们尝尝我来大千世界之后所创的招式。万物超千里冰封。快请宗主前来！这小子的实力太过恐怖了，我们三人合力也不是其对手。好个来自下位面的小子，竟然将我血天宗逼至如此地步！一群废物，连个毛头小子都打不过。来自下位面的小子，你杀我如此之多的血天宗之人，今日只能用你的命来偿还了。去吧，魔怒火人。We're nothing like you, true and free. We're not like you, but you can see who we are, who we are. We're nothing like you, and all the rest. 毛头小子，今日你必死！血天敌居然收上了，不愧是地至尊，23道融合的佛怒火人，居然都无法将其击杀。该死，去死吧！谁？不必躲躲藏藏，给我出来！你敢信？侥幸哥竟然被人逼得要交出身上所有的异火和焚诀。薰儿，终于找到你了。萧炎哥哥，薰儿好想你。我说你们小两口也是够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多谢前辈出手相助。要谢你就谢这丫头吧，整天在我面前念叨着萧炎哥哥，搞得我几天都没怎么喝酒了。堂堂一位地至尊，对一个晚辈下手也好意思。我今天心情不错，赶快滚吧。阁下究竟是何人？此人杀我血天宗如此多的宗门之人，岂能凭你一句话便放过他？那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当然是要他的命。给脸不要脸！
你是剑宗之人，还算有些眼力。我西天大陆的事，可还轮不到剑宗的人来管。拜见炎火尊者。血天极，好歹你也是一宗之主，竟然被一个小辈搞成这般狼狈模样。你剑宗之人来我西天大陆逞威风，莫非欺我西天大陆无人不成？炎火尊者说笑了，西天大陆人才济济，怎会没人？此次我来只是找个人而已，如今人已经找到，就不打扰炎火尊者了，告辞。炎火尊者这是何意？你们三个可以走，但这小子必须留下，就是这意思。难为一个小辈，炎火尊者此举未免有失身份吧？你们若再不走，那你们三人也就留下吧。剑灵师傅，现在该怎么办？看来今日有点麻烦了。这炎火尊者即便是宗主，也要给他几分颜面。不就是为了在下的火焰而来吗？堂堂大千世界的天至尊，抢别人的东西，竟然这么理直气壮，真是好风采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来意，那本尊者也不再拐弯抹角，把你身上的火焰以及那融合多种火焰的功法交出来吧。看在剑宗的面子上，我可以饶你不死。天至尊，能走到今天，除了天赋与努力之外，那便是萧炎懂得一面。当年做了3年的废物，还被羞辱废婚，他都挺了过来，更遑论今日之事，他自然不会去和炎火尊者拼命，因为那与送死毫无区别。如今之计，也只有交出帝炎与魂族。对于自己的天赋，萧炎丝毫不否认，只要给他时间，日后他必将在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萧炎哥哥，堂堂天至尊竟然抢一个小辈之物，这么多年的修炼，算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不必躲躲藏藏，现身吧。本王现身，你又能奈本王如何？你是何人？你得罪不起的人。在我西天大陆也敢如此放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来历。你是魔兽大陆的人？既然知道了，就快点滚吧。没想到是下位面的九彩吞天蟒惊动了魔兽大陆的七彩吞天蟒一族。既然是七彩吞天蟒一族的人，那么就先告辞。果真是九彩吞天蟒，是九彩老祖的一脉，终于来到大千世界了。当年九彩吞天蟒一脉为抵御域外邪族的入侵，前往了下位面，最终死伤殆尽，只留下了很少一部分的后代。或许是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这些高贵的九彩吞天蟒逐渐淡忘了大千世界。我要带你回魔兽大陆，你可愿意？去吧，我觉得那里或许是你更适合的地方。那我在魔兽大陆等你，你一定要来。既然如此，那便随我一同回魔兽大陆吧。薰儿丫头，你跟我回剑宗吧。现在的你可帮不了他什么，留在他身边只会令他分心。薰儿，你跟这位前辈去剑宗吧，我现在的实力也无法保护好你，日后我会亲自去剑宗接你，麻烦前辈。那萧炎哥哥也要小心，薰儿在剑宗等着你，我相信到那时，萧炎哥哥的名字一定会响遍大千世界。那一天我想不会很长。萧炎小子，好好修炼。作为男人，在这大千世界里，没点强大的实力可不行啊。薰儿、海无，你们放心吧，要不了多久，我便会去接你。侥幸哥在离开西天大陆后，侥幸获得了9座灵池之中的精纯灵力，然后侥幸哥在吸收了这些精纯的灵力后，从而突破到了地至尊，随即便前往了圣罗大陆，竟得到圣火榜第9的圣火圣灵之火的认可。来者何人？两位大哥，我是来参加圣火择主大会的。来参加圣火择主大会，其门槛至少需要9品至尊巅峰的实力。小兄弟还是请回吧。9品至尊巅峰吗？小兄弟还是回去踏踏实实修炼吧，可别妄想一步登天。这位呀，竟然是地至尊。小兄弟里面请。圣罗大陆的超级势力之一的圣火天宫正在举办5年一次的圣火择主大会，在圣火天宫中有一朵无主圣火，名为圣灵之火，大千世界圣火榜上排名第9，此火一直存在于圣火天宫之中。而之所以圣火天宫举办这5年一次的圣火择主大会，便是因为当年万火老祖留下的祖训，唯有执掌圣灵之火，方才能为圣火天宫之主。圣火天宫的天至尊都对此火无可奈何，自然只有将此火公之于众，希望有缘人能够掌控此火，成为圣火天宫之主。既然人已到齐，那么圣火择主大会马上开始，请圣火。
这莫非就是圣火之火？圣火，请得主吧。没想到这小子体内居然隐藏着这么多的恐怖火焰。跟我来。他被老祖一直认可了。你叫什么名字？晚辈萧炎。萧炎，你快下去吧。传令下去，封锁圣池，任何人不得靠近。萧炎，希望你能顺利接受老祖的传承吧。我圣火天宫已经等待太久了。真是别有洞天啊！见前辈。不必多礼。说起来，你这小辈与我也算有缘，居然修炼了焚诀。前辈知道焚诀？想当初这套焚诀乃是要老给他了，最后就连驼舍古地都不知创造焚诀的人是谁。但想不到这圣火天宫的万火老祖竟然知晓焚诀，想必应该也是知晓这焚诀的来。焚诀我也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奇人所创，不过我也修炼过焚诀。当初我也只是在某一处的遗迹中无意间得到的。待我取得焚诀之后，我便开始修炼其功法。可惜半路杀出了那老家伙，把我的焚诀夺了去。在前辈手中夺走焚诀，那得有多么强大的实力啊！那个在我手里夺走焚诀的人，并非是人，而是圣火。圣火，此圣火乃是圣火榜排名第3的古地之炎，人称之为驼舍古地。驼舍古地，当年自己晋级斗帝层次，还是多亏驼舍古地的传承，不然的话，也不会有今日的我。如此说来，驼舍前辈在万火老祖这夺得焚诀，便是来到了下位面大陆，融合了下位面的那些天地奇物异火。但是为何驼舍古地如此强大的强者会前往下位面那些大陆呢？前辈，这驼舍前辈之前在我下位面大陆，我就是靠着他的传承，方才成长到如今的成就。不知驼舍前辈现在在哪？那看来我们真是有缘分啊！既然你获得了古地那老家伙的传承，那么来接受我的传承也是应当。不过那老家伙恐怕现在实力被削弱了。据传闻，古地现在落入在大千世界里的一个超级巅峰势力的种族之中。大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势力种族是什么种族？火灵族。这个火灵族的底蕴极其强大，丝毫不弱于圣火天宫，因为他们也是修炼火道的修炼者，族中有着2道圣火，一道是圣火榜排名第10的星辰之火，而另一道乃是圣火榜排名第3的古地之炎。古地之炎如今乃是火灵族的镇族之火，虽然古地之炎被削弱了，但是也不是一些天至尊能够将其收服的，最后只有请动火灵族的火灵老祖，最后才将其降服。火灵族吗？日后我萧炎必定要去一趟，将古地之炎取回。今日叫你前来，是为了将圣火天宫托付于你，你可愿意执掌圣火天宫？晚辈愿意。不过在此之前，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前辈请讲。你若执掌圣火天宫，我要你将圣火天宫的势力迁至大千世界极北之地的无尽大陆，而你也要镇守于此，以抵御域外邪族为己任。极北之地，域外邪族。你可知远古时期的大千世界，我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的那一场大战？略知一点，似乎最后是大千世界获胜了。你有所不知，那一场大战，我大千世界只是险胜，甚至还不能说是胜利。当年我大千世界为抵御域外邪族，无数强者皆是纷纷陨落，大千世界最强第一人不朽大帝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方才封印住域外邪族的位面毁灭者天邪神。而且大千世界有着一半都落入域外邪族之手，那域外邪族至今依旧在蠢蠢欲动，似乎想要吞并我整个大千世界。现在你明白我的话了吧？当年我圣火天宫以诛杀域外邪族为己任，我希望你能再次肩负这个使命，你是否做得到？前辈放心，若我执掌圣火天宫，我必将圣火天宫所有的势力牵制于极北之地的无尽大陆，以抵御域外邪族为己任。若有朝一日晚辈实力足够，我定当斩尽这些域外邪族，护我大千和平。既然如此，那我便放心将圣火天宫托付给你。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掌控圣灵之火，只有掌控圣灵之火，你方才能成为圣火天宫之主。不过以晚辈目前地至尊的实力，恐怕还没有那能耐吞噬这排名第9的圣灵之火。那倒确实，不过也并非没有办法。你可听说过大千世界有套功法，这套功法的等级乃是太古阶。太古阶的功法，传授你的这部太古阶功法名为九转涅槃圣身，
炼体的太古阶功法，历经9次肉身涅槃，方为大成。大成之时，肉身可与圣品天至尊媲美，成就最完美的肉身。九转涅槃，圣品肉身。这段时间我会用圣灵之火帮你进行肉身涅槃，一来可以锻造肉身，二来也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圣灵之火。那便劳烦前辈了。你敢信？侥幸哥成功完成9转涅槃，肉身达到圣品天至尊，正式成为圣火天宫之主。9转涅槃圣身，一转铸根基，毁我肉体，立我真身。去吧。这小子的心性和天赋皆是上佳，日后绝非池中之物。看来此子定会成为比老夫更强的存在，甚至说不定还能达到大千世界那一位最强第一人，不朽大帝的存在。万火老祖望着那道年轻身影，眼中掠过一丝欣慰之色，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萧炎9次涅槃的蛻变。而这一等，便是10年。不错，9转涅槃成功了，肉身已经达到了圣品，灵力修为得势地至尊巅峰。如果接下来将圣灵之火彻底的炼化，你的灵力修为就能突破踏入天至尊。10年之中，萧炎已经历经了9次涅槃，如今他的肉体足以与圣品的天至尊媲美了。这9转涅槃圣身当真不愧是太古阶的功法。那萧炎已经进去10年了，也不知如何了。既然是老祖认可的人，定然不会让我们失望，耐心等待。10年时间，没想到大千世界竟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天之骄子，真是一辈新人换旧人啊！是啊，尤其是那位来自下位面的无主，竟然在大千世界掀起了这般风云，真是天赋惊人。即便是大千世界的天骄与之相比，都会黯然失色。此子恐怕有着媲美当年大千世界第一人不朽大帝的潜力。那2位长老说说，若是萧炎出关，能否与那五祖一争锋芒？2位长老恐怕还不知道吧？这萧炎同样也是来自于下位面。我有一种感觉，若是这萧炎出关，恐怕真的能够与那五祖一争锋芒。届时这大千世界恐怕又是要为之轰动了。话音刚落，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忽然间乌云密布，厚重黑云涌动，最后疯狂地朝着圣品的天将涌来。准确地说，是朝着圣品方向汇聚。这是天劫。这萧炎果然也不简单啊！从今日起，我便是圣火天宫之主，记住我之名，炎帝萧炎。10年涅槃，今朝终于踏足圣品之路。如今他萧炎终于有资格跻身于大千世界顶尖超级强者的行列。虽然目前只是肉身达到了圣品，但是他相信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到来。星儿、海宁，我说过，再次见到你们，我之名会响彻整个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天，我想快了，等着我。属下参见公主。免礼吧。新公主当真是好风采，就是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等资格与实力。冷霜尊者还不快向新公主行礼！哼，你圣云尊者承认她是新任公主，可我冷霜尊者可没有承认她是。这小子可还没那资格执掌我圣火天宫成为新公主。放肆！老祖早就有言在先，成功收服圣灵之火，便可成为圣火天宫之主。如今萧炎将圣灵之火收服，理应当可以成为新任公主。你冷霜尊者难道还敢违抗老祖的命令不成？别给我扣上这么一大帽子！老祖的命令我自然会遵从，可你别忘了，老祖也说了，想要成为新公主，必须要让冷氏一脉和盛氏一脉共同的认可，否则就算收服了圣灵之火，也是妄想成为新公主。你看来这圣火天宫内部并不很和谐，竟然分成了2大派系，而且隐隐针锋相对。不过这圣火天宫的底蕴倒是无话可说，有着6位天至尊坐镇，难怪能够成为圣罗大陆的超级势力之一。
圣父公主，且慢！你说我没资格做这圣火天宫之主，那你说要何种资格方才能够做这圣火天宫之主？强者为尊，若你能胜我，我便承认你是圣火天宫的新公主。依照我若不能拜你这公主之位，从此我之子不死。公主必你。不自量力，可笑至极。如此狂徒也不配做我圣火天宫的公主之位。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便成全你。我也不想欺负你。你若是能够一招破我的防御，便算你胜。随你。星河守护，准备好了吗？涅槃圣天手。你输了。赢了。你还要报到什么时候？属下冷霜尊者参见公主。我耳朵不清，没听见。属下冷霜尊者参见公主。你们6人跟我来吧，我有要事吩咐。我决定将圣火天宫迁至极北之地，抵御域外邪毒。你们几人会有异议？公主高义，我只是追随。公主此番高义之举，倒是能够与那五祖相媲美了。五祖，若是你刚刚没有描述错的话，这五祖我曾经见过一面。说来也巧，当年在位面通道中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辨别了此人不法，没想到短短数十年的时间，竟已闯下熊掌名声，当真是天之骄子。公主也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以公主的实力，想必定能与那五祖一争锋芒。迁宫的事情，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回公主，极北之地距圣罗大陆异常的遥远，若是赶路，恐怕花费时日颇多。我建议构建一座连通极北之地的空间传送阵。不可，构建如此远距离的空间传送阵，至少所要付出的至尊灵液恐怕难以想象。至尊灵液，你们倒是无需操心，我自有办法。你们可知道大千世界哪里还能找到圣火榜排名前10的圣火？公主，属下倒是知道有2种排名前10的圣火在何处。哦，哪2种圣火？星辰之火，圣火榜上排名第10。还有一种圣火，名为古地之源，此圣火排名第3，而这2种圣火都在火灵族。看来是时候得去看火灵族了。公主，这古地之炎乃是火灵族的镇族之火，我们圣火天宫可惹不起。这第3的圣火，您听听就好了。不过那星辰之火或许有机会，因为星辰之火现在在他们火灵族的一位炼药大宗师身上，所以比起那镇族之火的古地之炎会好夺取一些。火灵族的实力与那冰灵族相比，孰强孰弱？回公主，不相上下。不分上下。公主，你不会是想要去火灵族盗火吧？是取火。公主，你想让我们圣火天宫跟火灵族开战吗？不用，我一人去取便好。一人？公主没有跟我们开玩笑吧？一人去火灵族取镇族之火。既然冷父公主不信，那就帮我带路吧，也让你看看，这大千世界敢只身闯古族的，可不止五祖一人。终于到了吧，火灵族。火灵族就在前方那座火灵山之中。你确定你要一人独闯？你以为我跟你说笑不成？你就在这里等着吧，我去会会这所谓的火灵族。他会是下一个五祖吗？圣罗大陆，圣火天宫，炎帝萧炎前来贵族取一圣火。只见10道流光瞬间从火灵族的深处爆射而出，而后迅速的降临在萧炎面前。10位天至尊，10人目光皆是紧紧的盯着萧炎。之所以火灵族一听有人前来夺圣火，便出动这般恐怖的阵容，自然是托那位五祖的福。当日五祖便是一人闯入冰灵族取走了一件圣物，因此搞得大千世界的一些古族皆是如同惊弓之鸟，一旦有人来袭，自然是要严阵以待，甚至是出动全族之力。圣火天宫，炎帝萧炎，想必这位就是火灵族族长火灵王，晚辈萧炎拜见火灵族长。你是圣火天宫何人？新上任的公主。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只是不知萧公主刚才所说的前来取我族圣火是何意？就是表面的意思。此次晚辈专为圣火榜排名第3的古地之炎而来，还望火灵族长成全。今日就当晚辈欠下贵族一个人情，日后定当加以报答。小子狂妄，你的人情算个屁！居然妄想以此换我火灵族的圣火，给老夫滚！那火灵族长的意思是，萧公主若是现在离去，我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否则，那么就打得让你们乖乖交出古地之炎。萧公主，你圣火天宫莫不是想跟我火灵族开战不成？你也可以这般理解，不过你们放心，战你们火灵族，我一人足矣。今日他萧炎便要一人战一族，而且还是大千世界古老的种族，其底蕴极其强大，
10年魔剑，只待今朝，一世锋芒。同时，他萧炎也要让整个大千世界的人看看，能一人敌一族的强者，并非只有五子。这一战只为阳明而战，他要一战震大千。无知的小子，简直找死！大千世界什么时候又出了一个这么恐怖的年轻人？众长老一起出手，将此子擒拿。我火灵族可容不得一个外人这般嚣张。以多欺少嘛，不过也可以，一起上可以省掉我不少时间。圣境灵魂，速战速决。Nothing like you, you don't get it, you're who we are. We're nothing like you, we dare we flow. We're nothing like you, and you don't know who we are. 火灵族众人听令，劫护族大阵，击杀此子。火灵大阵起，火灵灭光，正有点。好小子，我火灵族举全族之力，竟然还奈何不了你！我火灵老祖今日便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强！老祖居然被惊醒了，想不到大千世界中竟然还有此等后辈，当真是我大千之幸。不过你今日如此大闹我火灵族，这事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今日若你打败我，武帝之言便归你，我无话可说；若是败于我，你将被囚禁在我火灵族100年时间。一个时辰后，当火灵老祖与萧炎再次出现后，火灵族的众人便是直接傻了眼。只见萧炎的手中此刻正拿着他们的圣物，正是武帝之言。多谢火灵老祖馈赠，萧炎告辞。哎，此子不凡，此子不凡啊！自从侥幸哥一人战火灵族的事迹传开后，一时间无数大千世界的天骄纷纷涌向圣火天宫，无数至尊强者呼啸而来。异至尊强者有数百，甚至连天至尊也有着数十人，因此也带来了弊端，便是天至尊强者各自为政。如今整合工作已经步入正轨，而此刻也正在宫中构建空间传送阵，想必不久便能完成。公主交代的事已经基本完成了。如今万事俱备，只待公主出关主持大局了。只是不知道公主这次闭关需要多久。前有五祖，后有炎帝，大千世界可真热闹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位炎帝我们应该见过一次。数十年前，在那位面通道之中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便隐隐觉得此人不凡。没想到短短数十年不见，他也到了这一步了。这也算是惺惺相惜吧，只是不知道五祖对上炎帝会如何呢？我也很期待。这群混蛋现在真是越来越嚣张了，简直不把我们二人放在眼里。如今圣火天宫各自为政，如果公主再不出关，恐怕圣火天宫迟早会崩溃。但愿公主能早点出关。莫无言，大胆放肆，竟然擅闯禁地。你们二人能来，我为何就不能来了？别忘了，如今我也是圣火天宫的人。公主闭关前交代过，除了我二人，任何人不得靠近这里。你难不成连公主的命令都敢违抗？口说无凭，我现在倒是有些怀疑，是不是你们二人对公主做了什么，导致公主这么长时间都未曾露面？也许公主就被你们二人困在这圣池之下。你找死！不自量力！诸位，这两人意图对公主图谋不轨，今日我替公主出手，清理门户。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替我清理门户？上下参见公主，免礼吧。公主不必多言，我心中有数。既然入我圣火天宫，自当要遵守公规。按照公规，现在你们谁告诉我，擅闯禁地者该当何罪？启禀公主，擅闯禁地者死。公主饶命，属下知错了。公规如山，如有违者死。圣火天宫是一个整体，一切皆按照公规运转。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
若是日后再有人胆敢触犯公规，定斩不饶。今日既然大家都在这里，我有2件事要宣布。第一件事，1个月后，圣火天宫将会迁至大千世界极北之地的无尽大陆，负责镇守我大千世界的边疆。当然，此事不加以强求。若有人现在选择退出圣火天宫，我也绝不会阻拦。这第2件事，从今日起，我想撤除圣火天宫之名。不知公主心中是否已经有了合适的名字？无尽火域。圣火天宫更改名为无尽火域，炎帝执掌，万火焚苍穹。启禀玉主，按照你的要求，通往魔兽大陆、西天大陆以及剑宗的3座空间传送阵皆已构建完毕。玉主只要通过这3个空间卷轴，便可随时抵达这3个地方。做得不错。玉主亲自去这3个地方，想必定然有要事，不知是否需要属下陪同？这倒不用，此次主要是去接回我的2位妻子，以及顺便解决一些当年的恩怨。我一人前往便好。妻子，当年的恩怨，玉主交给属下去处理便好，何必玉主亲自前往？你们2人不必多言，有些事还是得我亲自去。你敢信？侥幸哥成功炼化古帝之炎，实力突破至圣品天至尊。出关后前去接美杜莎女王，女王竟然要杀他。路易境界，阁下何人？为何擅闯我七彩吞天蟒一族的圣地？我来找我的妻子海灵，请前辈公告一声。放肆！我族的美杜莎女皇岂会是你妻子？速速离去，否则别怪老朽不客气了。美杜莎女皇，前辈若是不信，大可前去通报。我若有半句假话，前辈到时候再动手也不迟。参见女皇。女皇，此人擅闯我族，不知是否认识他？不认识，杀了他。动手！我来接你了。他真的是女皇的丈夫。这时，一旁的优美莎女王瞳孔也是一缩，她的美眸死死地盯着那道黑袍身影，似乎想起了什么。当年她前往西天大陆带回彩铃之时，似乎就有这位黑袍青年在场。那时候黑袍青年在她眼中不过蝼蚁，甚至她都未曾正眼看过。然而短短数十年过去，再次见面，这黑袍青年的实力居然会强悍至此，甚至一个眼神便能让他灰飞烟灭，这让得他心中极为不是滋味。跟我回无尽火域吧，如今这大千世界再也无人敢伤你丝毫。优前辈，这族长之位今日交还给你了，这些年多谢前辈的照顾，日后若是七彩吞天蟒一族有事，可以前去无尽火域找我。无尽火域，还是要多谢前辈当年的仗义出手。正如彩铃所言，若日后七彩吞天蟒一族有事，便可来无尽火域。走吧。直接返回无尽火域吗？暂时不回，先去趟西天大陆解决一些当年的恩怨，再前往剑宗接回薰儿。居然来到丰州城了，10数年不见，也不知道那位炎火尊者如何了。不知道那炎火尊者再见到你会是何种表情？我也有些期待。你们是何人？为何擅闯炎火宗？叫你们的宗主出来吧，就说他的熟人来了。那2位恐怕还得改日再来，宗主正在闭关修炼，任何人都不见。闭关吗？我们赶时间，不见也得见。何人竟敢打扰本座闭关，找死吗？炎火尊者，当年丰州城一别，可还记得我？丰州城，炎火尊者自然是认出了萧炎，当年他差一点便能够夺走萧炎身上的地炎，可惜最后七彩吞天蟒一族来人，如今这小子还敢来，不觉让他又打起了萧炎身上地炎的主意。至于萧炎的实力，则是自动被他忽略，短短10数年而已，他也只不过跨越了一个层次。这当年的至尊小子，如今还能够强大到哪里去？原来是你，小子，当年有人护你，方才让你逃脱，今日你主动送上门，还是乖乖的将圣火交出来吧。又抢圣火？圣火就在这里，就怕你收服不了。看来你收服不了我的圣火，既然如此，那就换我来收服你体内的圣火。破风雷火，圣火榜排名第11位。你炎火尊者，这种被抢的东西的滋味怎么样？我知道你现在比本座强，不过本座劝你还是将圣火还回来。本座乃是西天战殿的氪金长老，你今日之举是在挑衅西天战皇。
你尽管将此事告诉西天战皇，若他要为你出头，就来无尽火域，我萧炎等着他。刚才那位黑袍青年，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炎帝萧炎。炎帝萧炎，不是去剑宗吗？来这里做什么？来打听一些事，当年欠下了一道人情。两位好，我是这座分阁的管事子轩，不知这位公子要打听什么消息？我想打听有关洛神族最近的消息。洛神族吗？洛神族最近的情况好像相当的糟糕，恐怕不久便会有灭顶之灾。灭顶之灾？公子有所不知，这数十年来，洛神族不断的衰落，族中人才凋零，如今已居4大神族的末尾。所谓弱肉强食，这般衰败的洛神族自然成为另外3大神族嘴中的猎物。前不久，3大神族对洛神族发起了战争，洛神族少族长洛天青也在此战中陨落了。毋庸置疑，洛天青的陨落给了洛神族最沉重的打击，同样也使得洛神族内部纷争不休，一些内部势力纷纷想要投降。如今洛神族已经差不多要分崩离析了，光靠一个洛天神恐怕也是无力回天。另外，3大神族已经放下话，3日之后，在洛天神的大寿上，若是洛神族再不投降，将再次发动战争，而这次战争若起，洛神族必亡。想不到一别数十年而已，洛神族竟已衰落至此，天青兄竟也陨落了。子轩管事，在下想麻烦你一件事，不知可否应允？公子有事，但说无妨，子轩尽力而为。3日之后，麻烦请子轩管事替在下送一帖到洛神族。公子请放心，此事子轩定当办好。如此便多谢了，这几枚仙品丹药便当做此次的酬谢了，告辞。见到萧炎两人离去，子轩这才敢仔细观察其手中的绚丽金帖。这绚丽金帖上散发着一股极端炽热的气息，隐隐还释放出一股恐怖的天地威压。无尽火域，莫非这黑袍青年便是炎帝？轩儿出何事了？父亲，请看。无尽火域。父亲，这金帖可是真的？此帖之上散发着极为恐怖的火焰之力，而且这4字之中凝聚着强大的灵力。大千世界能凝聚如此金帖，恐怕唯有无尽火域的炎帝一人无疑。既然如此，轩儿，3日之后，你便将此帖送往洛神族，日后尽量出手相助一下洛神族。若能与炎帝这等人物结交上，对我灵阁有利无害。父亲放心，轩儿这就去准备。这洛神族倒是好运啊！3日后，这张金帖一到，恐怕这西天大陆又要热闹了。父亲为何不请人去无尽火域求助？当年的小恩小惠，哪里还值得炎帝挂念啊？爷爷，炎帝是谁？离儿，那位炎帝是一位很强很强的人，很强很强的人。以后我们离儿若找喜欢的人，也要找像这位炎帝一样出色的男子哦。月影，3日之后大战一起，你便带着离儿先走。今日一战，为护族之战，洛神族的族人，你们敢战否？战！不愧是洛神族，不过再怎么挣扎，猎物终究是猎物。洛族长，3日已过，考虑的怎么样了？是乖乖投降，还是让你们洛神族永远的消失呢？我洛神族之人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好个不贪生怕死！我倒要看看，把你杀了之后，你们洛神族人的骨头是否有这般硬。2位一起动手，速速解决这老东西。受死吧！血族长，做人还是不要做得太绝了。你是何人？多谢姑娘相救，不过姑娘还是快离去吧。洛族长放心吧，今日无人敢动你们洛神族。大言不惭，凭你一人还想改变什么不成？我一人自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凭他呢？无尽火域，凭他能够改变什么吗？今日之事是个误会，姑娘，我等告辞。这样的误会以后还是不要发生的好，不然一定再也不敢了。洛族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先告辞了。这张金帖您收好。原来是他。在这炎帝金帖的震慑之下，3大神族的联军迅速退去，洛神族的灭族危机也是暂时度过了，小西天界又再次恢复了宁静。宗主，今日若是不把轩儿交出去，
恐怕那夜魂真的会血洗我们剑宗，还望宗主早做决定。剑秋，你的意思是将薰儿交出去？你别忘了，薰儿可是获得了剑种中诸多先辈意志的认可，交出他，可对得起剑宗的列祖列宗？如若不交出他，恐怕剑宗今日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交他一人，换我剑宗的安宁，有何不可？还望宗主明鉴。各位前辈也不必争了，我自愿跟他们走。薰儿，别胡说，还有你父亲应该也不会同意的。前不久收到的消息，你父亲与龙族的那位名叫竹坤的龙族之人，刚踏足了圣品之路。我想应该等你父亲来了，我们再商议。我已经与父亲通过消息了，他说已经从龙族那边赶回来了，不过龙族与剑宗距离甚远，抵达也要4-5天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已经决定好了。宗主，此事与剑宗无关，我自愿跟他们走，不会牵连到剑宗。薰儿，你可知跟他们走的话，会是何下场吗？我知道，不过宗主放心，那夜魂怕是不敢动我丝毫。若再不交人，今日我们夜魂阁将血洗剑宗。你敢信？一张金帖能救人，洛神族面临灭族危机，关键时刻侥幸哥的一张金帖震退3族。今日一战为护族之战，洛神族的族人，你们敢战否？战！不愧是洛神族，不过再怎么挣扎，猎物终究是猎物。洛族长，3日已过，考虑的怎么样了？是乖乖投降，还是让你们洛神族永远的消失呢？我洛神族之人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好个不贪生怕死，我倒要看看把你杀了之后，你们洛神族人的骨头是否有这般硬。二位一起动手，速速解决这老东西。受死吧！血族长，做人还是不要做得太绝了。你是何人？多谢姑娘相救，不过姑娘还是快离去吧。洛族长放心吧，今日无人敢动你们洛神族。大言不惭，凭你一人还想改变什么不成？我一人自然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凭他呢？无尽火域，凭他能够改变什么吗？今日之事是个误会，姑娘，我等告辞。这样的误会以后还是不要发生的好，不然一定再也不敢了。洛族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先告辞了。这张金帖您收好。原来是他。在这炎帝金帖的震慑之下，3大神族的联军迅速退去，洛神族的灭族危机也是暂时度过了。小溪天界又再次恢复了宁静。宗主，今日若是不把薰儿交出去，恐怕那夜魂真的会血洗我们剑宗，还望宗主早做决定。剑秋，你的意思是将薰儿交出去？你别忘了，薰儿可是获得了剑种中诸多先辈意志的认可，交出他，可对得起剑宗的列祖列宗。如若不交出他，恐怕剑宗今日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交他一人，换我剑宗的安宁，有何不可？还望宗主明鉴。各位前辈也不必争了，我自愿跟他们走。薰儿，别胡说，还有你父亲应该也不会同意的。前不久收到的消息，你父亲与龙族的那位名叫竹坤的龙族之人，刚踏足了圣品之路。我想应该等你父亲来了，我们再商议。我已经与父亲通过消息了，他说已经从龙族那边赶回来了，不过龙族与剑宗距离甚远，抵达也要4-5天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已经决定好了。宗主，此事与剑宗无关，我自愿跟他们走，不会牵连到剑宗。薰儿，你可知跟他们走的话，会是何下场吗？我知道，不过宗主放心，那夜魂怕是不敢动我丝毫。若再不交人，今日我们夜魂阁将血洗剑宗。你敢信？侥幸哥把薰儿、彩铃他们带回来，竟然做这种事！我跟你们走。早就该如此了，我们阁主还是头一次对一位女子这般感兴趣，能得到我们阁主的青睐，也算是你的福气。青睐？那你们阁主怕是会为他的青睐付出惨痛的代价。你以为凭你一个灵品天至尊能够动得了我们阁主？凭我自然不可能，但若是我丈夫知道此事，恐怕你们夜魂阁将会遭受灭顶之灾。丈夫口出狂言，可笑至极。你丈夫若有如此能耐，早就赶来救你。不过你既然说你丈夫若有本事令得我夜魂阁遭受灭顶之灾，那老夫倒是很想听听。
你丈夫的名字叫什么？炎帝萧炎。当薰儿的悦耳声音在天际传开后，所有人的瞳孔不觉猛地一缩，身子瞬间僵硬，浓浓的震惊之色浮现在他们的脸庞之上。这也不怪他们震惊，是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过耀眼，以至于听到这个名字，他们便会条件反射般的感到震惊。如今，炎帝萧炎之名，在整个浩瀚无尽的大千世界，何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凡提及这个名字，他们的灵魂都会感到一丝震动。如今听到薰儿说，她的丈夫居然是那大名鼎鼎的炎帝萧炎，如何不让人震惊？她的丈夫是炎帝萧炎。你若是炎帝的妻子，那我便是炎帝的老子。当我老子，你怕是没那资格。萧炎哥哥，薰儿，萧炎哥哥，薰儿好想你。薰儿，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这次我就是来接你回去的。你是何人？我便是她的丈夫。照这么说，你就是炎帝萧炎了。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管你是谁，既然你是她丈夫，那今日你的命运只有一个，便是死，还不动手？凭你们也想杀我？你真的是炎帝？此人又何必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他真的就是炎帝。今日我不杀你们，不过做出这事，自然还是得要付出一丝代价，都自废修为吧。然后滚回去告诉你们的阁主，日后若是有时间，我定会亲自去拜访。剑灵前辈，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前辈二字可不敢当了。多谢诸位这些年对薰儿的照顾，萧炎还有要事在身，便不再打扰。今日就此别过。玉主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明天可就是1月之7了，没有玉主主持大局，可怎么行？难道是玉主遇到什么麻烦了？以玉主的实力，如今这大千世界无人能够伤得了玉主。那明日玉主若还是不出现，该当如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玉主，可算回来了，真的快把我们二人急死了。这是我的2位妻子，薰儿、彩云，见过2位主母。明日之事可都准备好了。启禀玉主，一切准备就绪，明日便能出发。那就，你们先下去休息，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你这玉主当的可真够洒脱的，有2个既漂亮又得力的助手。萧炎哥哥，你都老夫老妻了，还害什么羞？启禀玉主，人已到齐。出发。极北之地，无尽大陆之上，常年被浓郁粘稠的邪气笼罩着，不见天日。那邪气极为的可怕，连天地灵力都能够被其污染。然而，就在数日前，一大批强者突然降临到这座无尽大陆上，他们自然是无尽火域的第一批对阵，领头的是一位天至尊超级，而且还是一位女子。在这位天至尊超级强者的带头下，这支第一批部队很快便从域外邪族手中夺回了一座大城市盐城，并以此为根据地，静静地等待着无尽火域的大部队降临。而域外邪族丢失了一座大城市后，自然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所以今日驻扎在无尽大陆域外邪族出动大军，由2位魔帝率领，魔帝的实力也达到了天至尊，准备夺回这座盐城。罗姑娘，邪族大军已兵临城下，据说还来了2位魔帝，现在该如何是好？不必担心，玉主应该快到了，到那时候危机自解。结，玉主，我看你们玉主早就躲着不敢出来了，一群蝼蚁也敢来挑衅我们域外邪族，不自量力的大千之人。若是我们玉主降临，我相信你们定会后悔说刚才的话。是吗？域外邪族和大千世界的等级对应，天魔帝堪比圣品天至尊，玄魔帝堪比仙品天至尊，幽魔帝堪比灵品天至尊，魔王堪比地至尊大圆满，魔将堪比上位帝至尊。而这出现的2位魔帝正是幽魔帝。盐城之中，众人的心不觉提了起来。盐城只有罗雨晴一位天至尊镇守，凭他一人如何抵挡得了2位幽魔帝？若是炎帝再不降临，恐怕今日盐城必亡无疑。我觉得你们恐怕会后悔。是玉主。那是萧哥哥。你是何人？跟你域外邪族何必多说，大千世界还轮不到你们在此撒野。动手，由个大天至尊领队，开始清理无尽大陆上的所有域外邪族。无尽火域开始了对无尽大陆上所有域外邪族进行清理，足足持续了数月时间。在这数月里，可谓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清理。此刻，在无尽火域里的一个小河边正静静站着一道娇躯，
这道娇躯被一袭蓝色衣裙包裹，显露出曼妙的曲线。她的青丝被盘起，透着一股雍容华贵之气。莲花美人，此情此景，怎能无酒？云云望着这张熟悉的面庞，俏脸上也是浮现一抹笑意，脑海中不觉有着往昔的回忆在跳动。至今想起当年那段在魔兽山脉中的时光，他的心头便会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暖意。那段时光那么短暂，但却是那么难以忘怀。当年云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那魔兽山脉中偶遇的一位少年，后来居然会如此精彩绝伦。来自下位面却能在这大千世界中闯下如此名声，你还是那么优秀。大千世界，万道争锋，风云人物数之不尽，优秀之人何其之多。比如那位五祖吗？五祖？怎么，你很想去会一会这位五祖吗？确实有此意。如今无尽火域的局势已经稳定，的确是时候去会一会这位五祖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1月之后，天之大陆邀战五祖。你敢信？侥幸哥吞噬圣火榜上排名第2的焚天灵火后，实力竟然达到了圣品天至尊巅峰。1月时间匆匆过去，然而让众人失望的是，这座天之大陆早已经被炎帝五祖2人合力设下了禁制，根本无人能进入天之大陆。如此一来，众人只能眼巴巴地守在天之大陆之外，静静地等待着炎帝五祖2人出来。而这一等便是半月时间，在这半月的时间里，众人的目光全都锁定在了天之大陆。若让黄沙翻一天，又来令人再想念。也在此的云烟，那2道伟岸的身影一浮现，众人的目光皆是第一时间投了过去。不过炎帝五祖2人的表情似乎很是平常，没有胜者的喜悦，没有败者的颓然。而正在所有人都疑惑不解之时，炎帝五祖相视一眼，一声大笑，声音传荡天地，久久不散。一笑之后，炎帝五祖相互抱拳，而后各自洒然的破空而去，只留下面面相觑的众人。那一战结束后，侥幸哥来到自己的岩浆深处，这里便是藏匿着一道恐怖的圣物，便是焚天灵火。经过萧炎对焚天灵火的吞噬之后，刚开始焚天灵火爆发的能量，就算是萧炎都是一惊。不过最终靠着虚心那焚诀功法，才得以彻底的将其吞噬掉，实力更是达到了圣玄能之一。摩诃天，你为何唤醒我2人？老祖，已经过了多少年了？我摩诃古族也是时候该登顶太古五族之首了。你有何打算？老祖，位居极北之地的无尽火域，这个超级霸主势力成立时间短暂，根基孱弱，而且距离摩诃大陆也不算太远，攻下后非常利于统治。最重要的是吞下无尽火域非常有利可图。无尽火域乃是以丹药立足在大千世界，其成立时间只有短短几年。这几年的时间，更是占据了大千世界北部区域的大半市场，无数块大陆都传颂着无尽火域神丹之名。而我们摩诃古族只要能吞下无尽火域，则霸业可成。好，既然如此，族内各脉的天至尊长老全部一起前去，抹除无尽火域，我摩诃古族才是大千霸主。这力量好强啊！这无尽火域的警戒体系竟然如此的强悍，无尽火域之主炎帝何在？摩诃古族摩诃天特来拜访。无尽火域之主炎帝萧炎，你还不出来吗？难道要本座请你出来吗？摩诃古族是吗？今日你们摩诃古族带这么多人来我无尽火域，是准备找我炼丹吗？萧炎，废话我不想多说，今日你们无尽火域必亡，你若肯俯首称臣，可饶你一命。想灭我无尽火域的人太多了，就算是摩诃古族全族强者都来了，恐怕也没这资格。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我本惜你是个人才，想留你一命，看来是没这个必要了。摩诃天，只要你们现在退去，今日之事就此作罢。萧炎，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下位面来的小子，还敢大言不惭？我萧炎的确算不上什么人物，不过你也不要把摩诃古族抬得太高，真当我无尽火域会畏惧战争吗？1月时间匆匆过去，然而让众人失望的是，这座天之大陆早已经被炎帝五祖2人合力设下了禁制，根本无人能进入天之大陆。如此一来，众人只能眼巴巴地守在天之大陆之外，静静地等待着炎帝五祖2人出来。而这一等便是半月时间，在这半月的时间里，众人的目光全都锁定在了天之大陆。
那2道伟岸的身影一浮现，众人的目光皆是第一时间投了过去。不过炎帝五祖二人的表情似乎很是平常，没有胜者的喜悦，没有败者的颓然。而正在所有人都疑惑不解之时，炎帝五祖相视一眼，一声大笑，声音传荡天地，久久不散。一笑之后，炎帝五祖相互抱拳，而后各自洒然的破空而去，只留下面面相觑的众人。那一战结束后，侥幸哥来到了地底的岩浆深处，这里便是藏匿着一道恐怖的圣火，便是焚天灵火。经过萧炎对焚天灵火的吞噬之后，刚开始焚天灵火爆发出来的能量，就算是萧炎都是一惊。不过最终靠着强大的焚诀功法，才得以彻底的将其吞噬裂变，实力更是达到了圣旨天一之中的传奇。摩诃天，你为何唤醒我二人？老祖，已经过了多少年了？我摩诃古族也是时候该登顶太古五族之首了。你有何打算？老祖，位居极北之地的无尽火域，这个超级霸主势力成立时间短暂，根基孱弱，而且距离摩诃大陆也不算太远，攻下后非常利于统治。最重要的是吞下无尽火域非常有利可图。无尽火域乃是以丹药立足在大千世界，其成立时间只有短短几年。这几年的时间，更是占据了大千世界北部区域的大半市场，无数块大陆都传颂着无尽火域神丹之名。而我们摩诃古族只要能吞下无尽火域，则霸业可成。好，既然如此，族内各脉的天至尊长老全部一起前去，抹除无尽火域，我摩诃古族才是大千霸主。这力量好强啊！这无尽火域的警戒体系竟然如此的强悍，无尽火域之主炎帝何在？摩诃古族摩诃天特来拜访。无尽火域之主炎帝萧炎，你还不出来吗？难道要本座请你出来吗？摩诃古族是吗？今日你们摩诃古族带这么多人来我无尽火域，是准备找我炼丹吗？萧炎，废话我不想多说，今日你们无尽火域必亡，你若肯俯首称臣，可饶你一命。想灭我无尽火域的人太多了，就算是摩诃古族全族强者都来了，恐怕也没这资格。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我本惜你是个人才，想留你一命，看来是没这个必要了。摩诃天，只要你们现在退去，今日之事就此作罢。萧炎，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下位面来的小子，还敢大言不惭？我萧炎的确算不上什么人物，不过你也不要把摩诃古族抬得太高，真当我无尽火域会畏惧战争吗？你敢信？眼前这个笑得这么狂的人，竟然看不起侥幸哥。圣品初期，摩诃天，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今日既然来了我无尽火域，那便全都留下吧。就凭你圣品初期的实力吗？天际之上，两人各有打算。萧炎不想二人的战斗余波波及无辜，而摩诃天可是不想在炎帝的主场和他战斗。萧炎，看来你还有几分本事，不过在本座面前还差得太远了。本事没有多少，但是击败你足够了。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击败我，以你圣品初期的实力吗？萧炎，接我摩诃神族的绝技太古阶斗技摩诃神掌。千年却生缠绵，纵然忘不了是你而闭眉眼。一道淡青身影踏出虚空，缓缓现身于那大殿前台，赫然便是萧玄。萧炎创立了无尽火域之后，炼药术等级达到了传说中的药圣级别，炼制了一枚丹药，以及配合圣境灵魂的力量，又炼制了一道至尊肉身，将已经是残魂的萧玄复活过来。恭迎先祖！没想到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萧玄。当年远古八族最强之人，萧玄也是我太虚古龙一族认可的存在。诸位，我也没想到我们还有联手对敌的一天啊！萧炎，你能逼我使出至尊法身，已经不枉你炎帝之名了。但是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摩诃天，你太高傲了。摩诃天，如果你只有这些本事，那便留在这里吧。萧炎，本族长承认的确是小觑你了，但你还真以为能吃定我不成？摩诃林可，萧炎，我看你如何破我族的最强防御。是吗？
魔和天，你族的魔和无量身也不过如此吗？这么不经打，看来还不如我这不入排名的颜值帝身啊！怎样，还要继续吗？萧炎，莫要高兴得太早了。我魔和天，魔和古族现任族长，被誉为最有可能带领魔和古族登顶巅峰的存在，我绝对不能输。魔和无量，黑白逆转。萧炎，今日无论成败，你我二人定都要战个痛快。是魔和古族的那小子吗？那道火焰身影应该就是那个无尽火域的炎帝吧？大千世界终于迎来了他的变数吗？炎帝有趣啊！这位炎帝真的很强。大哥，无尽火域和魔和古族的交手了，我们需要帮忙吗？嘿嘿，说实话，俺早都手痒痒了。不用了，那位炎帝很强很强。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记好了，我这招名为活怒火炎。你敢信？侥幸哥把别人打的，连家族底蕴魔和阴阳瓶都掏出来了。萧炎，你从下位面走到今天，本座承认自己不如你，但是无尽火域挡在了我魔和古族登顶的路上，所以今天你必须陨落。魔和天，你倒是看得起我啊！萧炎，这一场战斗结束了。吾以炎帝萧炎之名，昭天下万岁，兴本帝号令。飘飘黄沙万里天，又来人远的相约。别烦无声的思别，纷交和谁这叹流连，不让人语对前魔和天，留下来吧。大胆，你这小辈竟敢得寸进尺！小辈，你莫要得意，我魔和古族屹立大千世界万年不倒，可不是你轻易就能撼动的。我萧炎一路战斗到今天，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太古五族又如何？万年不倒又如何？从此刻起，我萧炎只知道大千世界任我纵横。小辈，口气不小啊！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我欺负小辈了，让你看看圣品后期的真正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可怕。这怎么可能？我有说我的实力只有圣品初期吗？圣品巅峰。不愧是无尽火域的域主，看来果真有资格成为大千世界超级霸主势力，我们魔和古族也无法撼动其分毫。炎帝，你真的很强，无尽火域我们承认有资格成为大千世界的超级霸主势力。炎帝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便是。呵呵，你们倒是懂我，你怎么知道我会和你们谈条件，而不是把你们全都留在这里？炎帝若是想把我们全留在这里，就不会和我们说这些废话了。放心，以你们魔和古族的底蕴，还是能办成这件事情。那便是猎杀至少5名域外魔帝，带来无尽火域。这击杀5名域外魔帝，为何是这种条件？魔和玉看了一眼面前的黑袍青年，又看了看无尽火域极北之地坐落之处，似乎想到了什么。炎帝大义，我魔和古族答应了。你敢信？侥幸哥竟然会火眼金睛！此时，武境的一处湖心亭上，有一男子避盘膝而坐，那男子面色刚毅，气势如山岳般沉稳厚重。这时，虚空一阵扭曲，有一女子走出，容颜绝美，气质清冷。她缓缓走到湖心亭处。怎么了？魔和古族和无尽火域之战，魔和古族全族战败而归。那位炎帝的实力似乎已经登顶大千之巅峰了。整个大千世界能让我心生战意的人并不多，但炎帝便是其一。事情怎么样了？大事已成。无尽火域登顶，把直到今天送往无尽火域。小炎子在想什么呢？只是回忆起了一些往事而已。先祖的修为似乎又有提升了。刚踏足圣品之路，那天强行突破后，与魔和古族的那些老牌圣品的战斗还是有点勉强了。
倒是你这小子现在是何等实力，为何连我都看不透？我炼化吸收了圣火榜上的圣火，已经突破圣品巅峰，只是更进一步罢了。对于萧炎的谦虚，萧玄也只是笑了笑。要知道圣品之路，不知道多少人蹉跎无尽岁月，依旧未能前进一步，而萧炎已经踏足圣品之路的巅峰。这么说来，我们无尽火域现在有着2位圣品巅峰强者坐镇，以及数十几位天至尊，这等底蕴足以在大千世界称雄称霸了。大千宫有妖，过不久我便孤身前往，域内之人各司其职。我离开后，无尽火域就交给先祖执掌了。小家伙，放心吧，无尽火域我会看好的，你放心前往大千宫赴约吧。老师，他没有回域吗？那老家伙早就回火域了，不过现在应该在玄一那里。萧炎也是淡然一笑，玄一和自家老师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老师孤身一人多年，是时候找个老伴了。一道烈焰穿破拼间的声音响起，虚空之上一道绚丽火莲如同流星一般朝着圣渊大陆飞快赶来，绚丽火莲之上盘坐着一道身影。萧炎闭目养神，绚丽地炎环身，眉心处的火焰印记时而亮起，时而暗淡。他从无尽火域一路赶来，已经过去几天时间了。无尽火域位于大千世界极北之地，而大千楼则在大千世界极西之地，纵然依靠地炎破空而来，也需要一段时间。一道空间嗡鸣之声响起，绚丽火莲的破空竟然变得迟缓了起来。火莲之上的萧炎也是在此刻睁开了双眼，2道火芒射出，穿透了重重空间，火芒所过的范围皆是映进了萧炎的视野。萧炎缓缓起身，站在火莲之上，看到周围的蛮荒和荒芜，不由得皱了一下眉。难怪火莲的速度变迟缓了，这里的天地灵力竟然如此晦涩。萧炎双目之中地炎燃烧，他看到的圣渊大陆残破凌乱，这片大陆似乎已经丢失了那基础的大陆本源，大陆天空昏暗，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处于一种极端的压抑之中。还是先去大千楼吧。那火莲是无尽火域炎帝赶来赴约了。炎帝是那位一人战火灵全族之力和击败魔和古族天选之人的无尽火域之主。据说那炎帝的实力已经走到了圣品的尽头，连魔和古族的真祖底蕴魔和阴阳平和2位魔和老祖都奈何不了他。这位炎帝为何来圣渊大陆？难道是不久前传出的大千金贴？炎帝大人，这边请。你敢信？眼前这个小兵因为太帅，竟然把五祖灵洞吓跑了。我说族长大人，你这闭关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点？这天至尊每一层都是天堑，哪有那么容易就能跨越的？天至尊之间的提升并不容易，你才复苏不久，不该这么拼命才是。傻瓜，有你在这5境之内，难道还担心我会出什么状况？就算是在5境，你也该安心调养才是。你不知道那种失去的滋味，我再也不想尝试了。傻瓜，我要是再不努力提升，以后就再也追不上你的脚步了。有我和5境，定会护你和冰灵族的周全。你还真是自信，这话要是传了出去，大千世界的其他势力还以为冰灵族已是你五祖的了。5境和冰灵族本就是一家，如果他们非要这么认为，那我也没什么办法。是，有你这5境之主在此，这大千世界还有谁敢来冒犯？虽然5境的发展今非昔比，但比起那些传承悠久的太古5族来说，还是有所差距。更何况5境能有今日的成就，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据冰灵族的古籍记载，这些古族传承久远，底蕴深厚，倒的确是小觑不得。这些古族虽然强横，但若是真要开战的话，咱们5境也不会惧于他们。无尽火域可以击败太古5族中的魔和古族，我5境同样可以战而胜之。你啊，那无尽火域的炎帝非同一般，据说圣品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大千世界恐怕能和他一战的只有那寥寥几人。萧炎兄这些年进步神速，之前与他的一战我们不分伯仲，如今即便是我也不见得能胜于他，这次大千金贴之约便是能与他相见。我操，又来！那是五祖灵动。这怎么还走了？难道是怕被我帅气的容貌迷住？林动兄，你的空间祖符还真是变态啊！萧炎兄，好久不见啊！比起萧炎兄的地炎之道，我这微弱的空间之道又算得了什么？
我就知道在这里能碰到你。大千公盛情邀请，我这个武境之主岂有不来之理？更何况这圣元大陆乃是我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对峙的最前线，我极难之地。自从那次3位天魔帝同时出现后，就再无域外邪族的消息了。这次来到圣元，定要来清算一下。萧兄，力压魔和古族一战，即便我在武境都有所耳闻，不知这次圣元之行又有何打算？闲着也是无事，林兄既然想做一场清算，那就一同前往域外闯一闯那所谓的圣渊。久闻炎帝和五祖的大名，大千世界内能再出2位英豪，定能平定域外。萧炎和灵动闻声望去，也是打量着那位大千世界的绝世凶人，大千宫的诸魔王擎天。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便是有着一股擎天般的气势散发而出来，令人敬畏。就在这时，萧炎双目之中的碧炎忽然跳跃了一下，盯着擎天的眼眸子也慢慢微眯了起来。萧兄，怎么了？没什么。擎天兄，我曾听闻当年你在圣渊之内以仙品的实力斩杀了一位域外的天魔帝，论威名当属大千第一。炎帝倒是折煞我了，我也是恰巧遇到了一位没有防备的天魔帝，这诸魔王称号全靠宫内的一些长老抬罢了。擎天兄，还是说一下这次邀请我和萧兄来圣渊大陆的目的吧。宫内的几个老家伙听到大千世界内又出了2位英豪，就让我出面请2位在大千宫内挂一个客卿长老的职位。既然秦兄相邀，那萧某自然要在大千宫内留一名号。大千宫作为对抗域外邪族的象征，其建立宗旨便是斩除那些域外邪族。林某对那些邪族本就厌恶，关于域外之事，我武境愿意全力配合大千宫。炎帝五祖不愧大千双雄之名，我这就吩咐下面之人打造专属的长老令牌。擎天兄，别急，我这里有一样东西送你。这是？此乃地炎凝聚而成的火珠，可以帮助擎天兄在修炼之中稳定心神，蕴养灵魂。那秦某就多谢炎帝了。2位既然来到圣元城，要不在这里停留几日，我好招待2位。我们2人就不用秦兄招待了。圣渊之中既然有域外邪族蠢蠢欲动，我们2人愿替秦兄走上一遭，算是无尽火域和武境送给大千宫的礼物了。你敢信？侥幸哥一言不合就请对面吃拳头。呵，这些阴暗的东西总是喜欢躲在这种黑暗脏乱之地。林动兄，打算选那一域外邪族？就选死血一族吧。不知道又是那个不怕死的，竟敢擅闯我死血一族的领地。族长大人，那些擅闯之人就交给我来处理吧，一个不留。是。林兄，你还真是好大的脾气啊！这已经是路过的第7个域外小族了。萧兄，看我这么像嗜杀之人吗？我只是在净化圣渊而已。是吗？林动兄，你敢在你家那2位面前一本正经的去胡说八道吗？可，武境之内，我这个武境之主可是说一不二的。倒是我听说萧兄家里可是有一个不得了的存在。林兄，可莫要打趣我了，有些不对劲啊。这里有些太安静了。呵，这样看来我们显然是已经被他们发现了。既然这样，也没有继续隐藏下去的必要了。早该如此，以你我2人的实力，圣渊之内谁人能挡？这2股气势是圣品，而且是圣品巅峰。何方宵小，给我留下！该死，竟然被发现了！相隔万里之远就能定位到这里，大千世界何时出了这等人物？难道是那2位来了吗？死血天魔掌，怎么样，抓到了吗？一位小小的幽魔帝而已，怎么能让他逃走？他怎么处置？不急，还要多谢这位幽魔帝呢。那死血一族的领地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林兄的手段还真是不少啊。
一道身穿血色长袍的魔影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恐惧，那是发自内心的畏惧，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存在。死血一族的秘法，在那位幽魔帝肉身被毁之时，便倒影出了2道恐怖的身影，相隔万里。那2道身影所散发的气势直追天魔帝，他们中任意一人都不是他能抵挡的。快去召集所有魔帝前来，另外把族内的所有的阴魔佛给用了，请域外大族出手，就说炎帝和五族牵连僧冤了。来了吗？3位全级魔帝，4位幽魔帝，我和五祖亲临死血一族，来迎接的却只是几只阿猫阿狗。域外邪族是无人了吗？这些域外邪族可是贪婪得很，不到万不得已，怎么舍得付出代价去请动域外大族？炎帝、五祖，难道今日真的不能善了吗？呵呵，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之间的万载血仇如何能善？今日整个大千世界内将再无死血一族。接着，有趣，真是有趣，没想到竟能扛下我一击。炎帝、五祖，你2人若真想灭我死血一族，那我等就要拼个鱼死网破。小兄，让我来吧。这鱼和网你定义的是不错，但是这条鱼会死，而网却不会破。青龙司天手。快，赶快把血气灌入阵法当中。有点意思，汇聚一族之力，凝聚而成的圣品血吻，不错是不错，不过就到此为止吧。林兄，借你的青龙一用了。这炎帝和五祖的实力似乎并不像邪灵族传的那般强大。一群杂交种族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的广阔？既然这2位的实力只有这样，那就将他们彻底留在圣渊吧。炎帝、五祖，你们还真以为赢定了？你是在等帮手吗？还没有露脸的那几位，注视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肯现身了吗？炎帝、五祖，你们灭了我死血一族，今日你们也别想离开圣渊了。好一个炎帝，好一个五祖，大千世界万载岁月孕育出了一个不朽大帝后，竟然还能出现你们这等人物。 6位天魔帝吗？你们这些域外邪族还真是胆大包天，本体亲临圣渊，难道就不怕走不出去吗？就凭你们1敌1族，难道你们真当以为我们看不出这是一个局？明知是局，你们还敢来犯，看来信心是不小呢。呵呵，谁在局中还不知道呢？更何况炎帝和五祖的性命，这股诱惑力可是不小，值得我们冒险出手。想要我等性命，就怕你们没有这个能耐。远古时期的那一场大战中，大千世界的圣品超级强者陨落了不知多少，与我等为敌，下场只有一个，那便是身陨道消。这大千世界总归会是我们域外邪族的。好大的口气！几位大人真亲烈，你们这1敌1族还真以为能翻出浪花？不知死活的家伙，你还真是聒噪！大爷，救我！大胆！我萧炎想杀的人，没有人可以拦住。报！炎帝，你是在逼本座出手吗？你等出手，无非是让此地多留下几位天魔帝的枯骨罢了。萧炎兄，不必和这些邪魔说这么多，你我2人今日必要让他们有来无回。你敢信？侥幸哥竟然化身变成肌肉男，徒手接大刀，狂妄至极！就让本魔帝来领教一下，你这五祖的实力是否是徒有虚名？来得好，今日我林动便为大千世界除魔。大荒求天旨。飘飘黄沙一片，又来凌月大天，月华似水。一起出手，今日绝不能让此2人离开圣渊。若是放任这2人离开圣渊，那么他们2人的实力必定会成为域外进攻大千世界的最大障碍。
魔怒我人，呼唤。好一个北炎帝，好一个南无祖，一人3个如何？依萧兄所言，本座倒要看看你们一帝一祖如何战我等6位天魔帝。一火横鼓指，战！古意遮天。一起出手，绝不能让他们蓄力使用超强手段。炎帝，今日本座便拿你的鲜血祭人。你倒是太过高看自己了。老朋友，这次需要你出手了。这股刀意很强，不过还是差点。哼，那本座倒是要看看炎帝如何挡住我这一刀。生死都凛冽，去往未完结，寂寞是错觉，千年无从解，相思无热，无非他的狂言带偏见，不甘于。该死，好诡异的技能！炎帝，你能陨落在本座的天赋技能之下，也足以自傲了。竟然是幻身，好可惜！给我碎！死去魔指，结48。古意那家伙搞什么鬼？打荒诛魔。五祖，本帝承认你的确是很强，或许整个大千世界也只有那炎帝可以与你比肩平齐。若你真以为凭你就能击败我2人，那未免有点太小觑五祖底蕴了吧？荒话。该死，不能让他继续蓄力了。到这时候了，我希望你不要继续留手了。乾坤古阵进。这是什么鬼东西？畜生，滚开！吞噬祖符，星墨之界，火焰祖符，尽息之离。该死，这家伙究竟修炼了多少种灵力？这霸道的火焰究竟是什么鬼？这威力恐怕已经不输于圣天那家伙的圣魔炎了。冲出去！既然进了我的火海，那就别想出去了。天魔之杯。天魔噬魂斩，金刚琉璃体。怎么样？硬接了你一天魔噬魂斩，就算不陨落也要落个重伤吧？这一刀还真是疼啊！这怎么可能？这场战斗已经太久了，是时候要结束了。吾以炎帝萧炎之力，召天下万佛，听从本帝号令。萧兄那边想来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也要赶快啊！这家伙真是个强敌啊！大千世界的气运真是不小。八祖灭魔盘，灭魔。陨落了吗？石田那家伙怎么去了深渊？炎帝和五族也在那里，真是有趣。今天见过圣魔大人，深渊内有些异动，你们2人火速去那里一趟。若是遇到了炎帝和五族，尽量不要与那2人争锋。是。五祖，今日你毁我兄弟2人魔帝真身，他日域外降临大千世界，5境之内鸡犬不留。自我成族以后，便立誓要扫平世间的一切域外邪魔，尔等邪魔竟然来了圣渊，那便都留在这里吧。扫平域外邪魔，好大的口气！还是来晚了一步。
6位天魔帝再次陨落了3位，看来这大千世界倒还有些底蕴。那炎帝和五祖的确是个威胁。要不要攻打无尽火域和武境？大千世界实在是平静太久了。这本座可说的不算，还是让圣天那家伙去谋划吧。这个世界终究会是我们的。萧兄、林兄，这次多谢了你们的援手，这份礼物我大千宫很喜欢。此乃我们的本分。我无尽火域，武境愿将那邪族牢牢地定死在域外之地，拥护大千。哈哈，炎帝五祖大义。秦兄，魔帝已除，我等也不再逗留了。既如此，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那我等后会有期。萧兄，你是不是有所察觉了？林兄，你是在说晴天的异常吗？我也是感受到了一股隐晦的气息，不过这股气息潜藏极深，就连我也是不敢确定。我也同样，所以就赠给秦兄一枚地炎火珠。若那真是域外邪族留下的暗手，那施展之人一身实力，恐怕是不输你我二人。萧兄，你又谦虚了。林兄，你不也是一样？这次闭关，你可是晚了几月，为何我完全看不穿你？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圣品之路已达巅峰尽头，想要再提升，已然不可能了。这几个月，我也是费了一番功夫，也只是稳固了此境界。狱主，无尽之人送来了外交盟约，长老团和供奉殿已经通过，不知你的意见是？建交嘛，攻守同盟，拥护大千，这是我和林兄的约定，签了吧。大千世界万丹盛会即将召开，炼药3大圣地的排名或许将重新定位，我火域是否参加？参加，当然参加。如此盛会，岂能没有我无尽火域？就让丹塔那些人去吧。如今我火域坐镇大千世界极北之地，一些附属大陆之内的势力有些不安分了。加上近些年域外邪族的蠢蠢欲动，那些老牌势力似乎想脱离我无尽火域的掌控。这些势力背后似乎有着域外的影子。有域外的影子，那便全都镇压了吧。二哥，你说这都几个月了，大哥怎么还不出来？闭关之事你也知道，时间越长，好处越大。更何况圣品之路的巅峰尽头，怎么会这么容易突破登顶？难道你还不相信大哥吗？小雕、小严，大哥，让你们久等了。自此以后，大千世界任我等3兄弟遨游。这就是北荒之丘了吗？真是可怕的地方。这里是域外邪族之首位面毁灭者天邪神被封印的地方，那种存在即便是被封印，依旧有着残留的气息散发出来。不过，所幸有着不朽大帝所布下的封印压制，不然这北荒之丘，就算是一些踏足圣品之路的天至尊，都不敢轻易踏足此地。看来我在大千世界中也有了一些名声啊。他们显然是在敬畏静怡，和你哪有多少关系啊？不过陈儿如今的确已有名声，那摩诃大陆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现在大千世界的天至尊，谁不知道你这个万古不朽身的传人，连摩诃天都奈何你不得。走吧，我们也出发吧。你敢信？眼看能顺利的封印域外强者天邪神，不料域外大军赶来。青眼镜大长老、穆王、洛离圣女未曾远迎，还望莫怪啊！呵呵，原来是西天战皇，多年不见，没想到你如今竟然也踏足了圣品之路，真是厉害啊！当年我们虽然有恩怨，但后来算是解决了。洛神族在西天大陆这些年里，也没见你暗中使什么绊子，算是有些风度，我自然也不会找你麻烦的。听到牧尘的声音，西天战皇的面色也是微青，有些尴尬与难堪。当年的牧尘，在他的眼中犹如蝼蚁，根本就未曾在意过一。然而谁能够想到，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当年那个刚刚踏入地至尊的小子，竟然便是踏足了圣品之路，还在大千世界中闯下了如此的威名。今天见过不死老前辈，见遇青山，来迟一步还望诸位莫怪。青山兄既然已到了，那我们这大千盟约便开始吧。本来这次炎帝和五祖2位也会驾临，可域外邪族竟然出动顶级的天魔殿，进攻了无尽火域与武境，他们2位需要坐镇自己的势力中，暂时还无法脱身。看来那域外邪族真是要对北荒之丘出手啊，不然的话也不会倾尽全力出动顶级的天魔帝去拖住炎帝和五祖2人。我守牧人一族镇守北荒之丘已经48000载，只等这一次的大千盟约完成，便可圆满了。那域外邪族若是想要入侵北荒之丘，破坏大千盟约最后一次的完成，那我守牧人一族自当全力与他们好好的斗上一场。
若是真的域外邪族敢来犯，我等自然不会让他们得逞。只要封印大阵再运转这最后一次，便可将那域外邪族的最强领袖天邪神的生命印记尽数抹除。到那时，我大千世界方可享受安宁，不惧那域外邪族一众。自当如此。域外邪族虽然有所图谋，但也没那么容易得逞。这北荒之丘被不朽大帝所布置的大千化魔阵所笼罩，一旦域外邪族接近，就会形成防护，即便是天魔帝的实力也难以将其破坏。而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时间内催动封印，将那天邪神抹杀便是。这位小友，老前辈称我牧尘即可。小友，听闻你获得了万古不朽身刃主，不知可否让老夫见上一见？没想到老夫也有见到万古不朽身的一天。当年不朽大帝曾留下过一命，若是万古不朽身的新主出现时，我守墓人一族，则将会以其为主，听其号令。诸位，时辰已到，准备运转大阵，磨灭那天邪神最后的生命印记。我会将你们分布在诸多潼关处，到时只需听我命令，将灵力尽数的灌注进潼关集合。注入灵力，运转大千阵，不可让这天邪神破风而出。该死的蝼蚁，待本神破风而出，定要将你这大千世界的无数生灵化为奴仆。不必理会，他只是垂死挣扎罢了。我等只需维持大千化魔阵，待了99毛之后，他那最后的生命印记便会被彻底抹除。接下来，我等便要死死守住这北荒之丘了。周遭的大陆并未传来异动，域外邪族也并未出现。他们定然不会放弃的，天邪神是他们最强大的一张牌，所以他们必然会来救。这域外邪族还不现身吗？终于来了！没想到这域外邪族竟然早已潜入了一座下位面，并且将这下位面的空间节点转移到了北荒之丘外，真是好手段啊！大千世界的蝼蚁，今日若是不将无神放出，我域外邪族就将你大千世界化为魔虚。你域外邪族还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如此深入我大千世界，也不怕被我大千世界集合力量绞杀了。在我等现身之时，这北荒之丘便已被封锁，所以此地即便是闹翻天，也是无法将动静传出。三位，若是你们可将无神放出，我域外邪族可与大千世界共享和平。圣天魔帝，尔等邪族残暴无情，是我大千世界生灵如草芥，从你们嘴中说出和平，真是贻笑大方。弱肉强食，在哪里都是不变的真理。我域外邪族要生存，自然只有占了你们这大千世界，除了这令人作呕的天地灵气，换成那邪气。而只要你等愿意臣服，本座可为你们改换魔躯，适应这新的大千世界。尔等邪族还是莫要痴心妄想了，哪来的回哪去吧。这大千世界，我等断然不会让你们染指的。看来你们对本座的提议不感兴趣啊。那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将你们这些土著全部击杀干净了。圣魔早该如此想了，与这些大千土著有什么好多说的，直接降服，化为奴仆，当作食粮不就好了？真是狂妄！尔等真以为闯得进这座大阵吗？不过我等也的确是没想到，这大千世界中竟然也是能够出现不朽大帝这等人物。但大阵再厉害，终是死物，以为依靠一座大阵就能够守得大千世界安宁，恐怕是你们太天真了一些。石魔族，你们出手吧。他们在消耗大阵的力量，延缓古毛凝聚的时间。为了无族，继续。所有人加注灵力。这样下去，恐怕情况不妙。域外邪族来势汹汹，本就是强于我们大千世界，如今在北荒之丘，并未汇聚我们大千世界最强的力量，持久下去，定会出现破绽，怕是有什么变故。不管怎样，必须坚持到99道古毛落下。只要天邪神被抹除了生命印记，域外邪族再难翻身，他们消耗大阵的力量来延缓99道古毛的成型。我三人可出手，分散其力，为大阵赢取时间。
凭你们3人也想占我域外邪族，给我上！我们也出手相助。不可，当前最紧要的是保证大千化魔阵的灵力充足，维持99道古毛成型。今日就先用你3人的性命来迎接无神现世吧。亲兄，我龙族也是大千世界的生灵，此等大事怎能没有吾等？那是真龙帝，龙族的太上长老。还有凤王、黄王也来了。那是鲲鹏老祖和通天大元王。亲兄，我等可没来晚吧？这些东西还真是贼心不死，还惦记着我们大千世界。一群爬虫而已，也敢在这大放厥词。待到我域外邪族占据大千世界之后，你们这些孽畜正好用来当我们的坐骑。你看你长得那个逼，好像上代俺老孙就擦！按摩解决掉他们，别让这些爬虫靠近。杀了他们！去！真龙帝未曾出手，因为他那黄金双瞳死死地盯着那一脸悠闲的暗天魔帝。从后者的身上，他察觉到了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爬虫还不出手吗？不出手是吧？那你就去死吧！在我们出现的时候，我域外邪族便已开始入侵大千世界，所以你们也别指望还有多少的援军。晴天微微偏头，看了一眼北荒之丘中，此时大千化魔阵凝聚而出的化魔古毛，还差30多只，便是能够彻底抹杀那天邪神的生命印记。所以他们必须将时间拖下去，直至99只化魔古毛彻底落下抹杀天邪神的生命印记。若是萧兄与林兄在此，如何能让这些家伙逞凶？那2人的确难缠，光是为了缠住他们，便是分走了我域外邪族一部分的巅峰力量。若是再给他们一些时间，恐怕又是不朽大帝那般的人物。但可惜你们没那个机会。那就看你们有没这个本事打破这座化魔阵了。今天这座化魔阵，本座的确有些奈何不得。不过我奈何不得，但有人却可以。本座就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就是你猪魔王秦天。你什么意思？当年你闯入我们魔域，杀了诸多魔帝，甚至还斩杀了1位天魔帝，最后还侥幸逃回了大千世界。此事可谓是你生平显赫战绩。只是你真的以为凭你一己之力，能够在我等眼皮底下侥幸逃走吗？那时候的你可没现在的本事。秦天，你可还认识他？怎么可能？他竟然还活着！这是我域外邪族32大族之一的新魔族的族长，即便是如今你与他交手，也不过只是略占上风。而你认为那个时候的你就有资格斩杀他？新魔族，快封印我！新魔族，快封印我！今天你也真是心狠，竟然舍得封印此身。青仙剑。炎灵玄雷，圣魔炎种。你2人虽然很厉害，但与那炎帝5族比起来，还是有所差距。眼下好戏正要上演，你2人就安静依会。心魔，出手吧！为了这一天，本座筹划了多少年？当年你斩杀的那道魔影，是本帝苦修的心魔种子。你将其斩杀，虽然破坏了我的修炼，却不知那心魔种子也是暗中潜伏在了你的心中，长久下来，即便你如今踏入了圣品后期巅峰，也是无法察觉。当年你在我魔域大肆杀戮，自以为是全身而退，却不知这是我域外邪族的筹划之一。只是你这棋子也的确让我等意外时，没想到竟然能够成为这大千宫的公主。不过今日也该让你这枚棋子付出作用了。
哈哈哈！我的心魔种子，打开大千化魔阵吧！晴天的面目极度扭曲，他望着那消融的守护光魔，眼神绝望，浓浓的自责弥漫而出。他的双手依旧是在缓慢结印，那是开启最后一层的印法。不过，就在其双手即将完成印法的那一瞬间，忽然，晴天的身躯猛地一震，只见得他的身体内部有着一道绚丽而神秘的火焰，徐徐地燃烧起来。火焰升腾，包裹了晴天的身躯，那种火焰极为的神异。所有人都是能够见到，在其包裹了晴天身躯时，在那虚无中，似乎有着一根根黑色的诡异光线迸碎开来。帝炎，该死的炎帝，坏无族大事。那是帝炎，是炎帝的火焰，怎么会出现在晴天的身上？萧兄可真是厉害！晴天立即催动阵法，恢复防御。进攻，给我破开这大阵！这圣天魔帝是疯了不成？这样下去，就算他将所有人马投入进来，都打不破这大千化魔阵。什么？快拦住他们！灵力？怎么可能？这域外邪族的人怎么能够修炼出灵力？太多爱恨终究能周全，用无力尽限，寥寥天地远。晴天，我域外邪族筹划数万载，真是你等能够想象的。你们定是很奇怪，为何我域外邪族也能够修炼出灵力吧？其实很简单，他们并非是单纯的域外邪族，而是域外邪族与大千世界生命结合，培养而出新种族。我将他们称为邪灵族，他们天生能够修炼域外邪气与灵。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邪灵族吗？北荒之丘内众天至尊听令，速速斩杀入侵者。我等不能轻易离开，眼下维持大千化魔阵灭杀天邪神才是最重要的。这批邪灵族交给我，诸位请继续维持封印。我随你去。吾乃邪灵族族长姜牙，今日倒是要来领教一下大千世界究竟有多么的弱，竟会连自己的地盘都守不住，让的那域外邪族侵占生灵，肆虐残杀，给我上！月华似水如夜，分交河碎，此人不过区区仙品，为何力量如此恐怖？区区仙品天至尊也想阻我大千世界是没人了吗？垂死看两人痛，自无亏欠。空山这幽兰，沧海悬空巅，再度爱恨中终难周全。不魂已尽现，渺渺天地远，追梦都从前。却容不绝，换来了残恋，伤个风人爱你到永远。真是废物！不过姜牙带着你的族人做出最后的贡献，本座会记得你们的付出。此战若成，本座会允诺你，令得你邪灵族摆脱剑族的地位。圣魔大人，希望您能够兑现您的承诺。快运转大阵的力量，那天邪神想要逃出来了。是域外邪族的精血，该死！这些邪灵族的身上携带了大量的域外邪族精血，他们想要以精血献祭天邪神，令他天邪神恢复一些力量。总是一都难一个缺。我相信在心绪，今生难恋。萍水之一吻，腐烂旧心田，也是流岁寒。不朽大帝49000载，以功亏一篑，这场较量我赢了。难道真是天亡我大千世界吗？
如今就算是不朽大帝在世，也别想拦住本神。不朽大帝49000载前，你倾尽生命将本神封印，但这一次，这大千世界又有谁能来救？我当初就说过，这大千世界是我的。恭迎无神回归，圣魔，你做得很好，一切都只是按照无神所留的安排，属下只是执行而已。这座北荒之丘封印我49000载，其中洒满了不朽大帝的鲜血。今日我就将此地毁了，来见证本神的回归吧。这座北荒之丘封印我49000载，其中洒满了不朽大帝的鲜血。今日我就将此地毁了，来见证本神的回归吧。死灭目，一起出手！行笔当车，不自量力。不朽大帝，你的残骸就随这座北荒之丘一起毁灭吧。诸位以死相护吧！这股波动，比阿扶手。那是炎帝、五祖，他们终于来了。诸位莫怪，这域外邪族为了牵制住我二人，倒是花了点心思，所以直到现在才赶到。不敢。那心魔种子的事，也怪不得秦兄。当年我虽然隐隐有所感觉，但也是无法探测清楚，只能留了一颗佛种在你身上被不测。如今最紧要的还是应付这场浩劫吧。炎帝、五祖，我派出了6大族去阻拦你们，没想到还是没拦住你二人。你说的6大族已经被我们击杀了。呵呵，想攻占无尽火域与武境，你们未免也太不将我二人放在眼中了一些。有意思，你二人倒是比这些家伙要强上不少。你就是当年不朽大帝以生命为代价，方才封印下来的天邪神。那不朽大帝当年倒是我有些小觑他的，只是我也未曾想到，在这大千世界中竟也能出现此等人物，竟然与当年的不朽大帝媲美，而且还是2位。我大千世界天骄无数，当年有不朽大帝阻你，今朝我们二人自然也能阻你。那我倒是真想瞧瞧，不朽大帝陨落后，大千世界还能有谁？你如此小觑我大千世界，不过是觉得我大千世界中再无人能够达到那个境界罢了。你竟然知道那个境界？圣品为我大千世界之顶峰，然而超脱圣品则又是一番广袤天地。超脱圣品并非是神秘莫测，说来也是简单，无非是需要一个契机罢了，而那个契机便是大千世界的意志。大千世界的意志，大千世界的意志。修炼之道，殊途同归。天至尊可引动天地灵力，加持自身。那这大千世界所孕育的意志，唯有感应到这道意志，方可将自身铭刻于大千世界之中，从而引动大千世界的伟力。这个境界便是所谓的超脱圣品，而超脱圣品的境界名为主宰境，引动整个大千世界的伟力。此时牧尘都无法想象，如果将大千世界的世界伟力加持在自身体上，那又会是一种何等恐怖的力量。当年的不朽大帝借助着大千世界的伟力，实力恐怕也是超脱了圣品，才能够将你这位天邪神封印起来。没想到你二人竟然会知晓此等更高的境界，不过光是知道这个境界，可是没半点作用。还是说你们二人也已经超脱圣品，踏入主宰境不成？大千世界自诞生到现在，能够引动大千世界意志的最强者，当年唯有不朽大帝一人，而如今能够引动大千世界意志的最强者，则是有2人。没想到你二人竟然会知晓此等更高的境界，不过光是知道这个境界，可是没半点作用。还是说你们二人也已经超脱圣品，踏入主宰境不成？大千世界自诞生到现在，能够引动大千世界意志的最强者，当年唯有不朽大帝一人，而如今能够引动大千世界意志的最强者，则是有2人。随着炎帝、五祖双目的地拢，牧尘、擎天以及青山剑圣、不死之主等诸多天至尊心头都是一震，因为这一刻他们隐隐地感觉到，似乎是有着一股细微的震动在传遍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天邪神，让你亲眼看看，即便不朽大帝陨落，这大千世界依旧容不得你轻辱。而此时，天邪神面色阴沉地望着炎帝和五祖二人身上那恐怖强大的天地灵力，隐隐有着更为可怕的世界之威。
快看，那是什么？这就是大千世界的世界意志。大千世界的意志，那就是传说之中超脱圣品的契机。大千世界第一位感应到大千世界意志的人，正是远古时期第一强者不朽大帝。这道神秘的光幕是这大千世界的意志，名为苍穹榜。苍穹榜以大千世界为榜，只要能够在这大千世界意志上留下姓名，那么就能获得大千世界的认可，掌握着大千世界的世界之力。就在这时，炎帝五祖上空的苍穹榜忽有光的感觉，最后渐渐地浮现出几个大字，那便是萧凌。炎帝的姓氏萧，五祖的姓氏凌。不过就算是如今的我，都未能够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只能留一个姓，从而还无法真正的踏入主宰境。现在只能算是半步主宰境。这就是苍穹榜啊！我沐晨定要在大千世界的苍穹榜上烙印我的真名。你二人也只是半只脚踏入主宰境而已，就以为能够阻止得了本神吗？那就请天邪神赐教了。本神很想要看看你们二人半步主宰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好，很好。五只邪目在那远古时期，不朽大帝与其大战之时，这天邪神只是开了4目，而如今已经开5目。也就是说，现在的天邪神已经比远古时期还要更强了吧？能够逼着本神开启5目，也算是你们的荣幸。你等死而无憾了。天邪神当真是深不可测啊！看样子开启5目的他，也已经有着半步主宰境的实力了。不过，不管他再强，今日都得让他彻底的陨落。正合我意。不过，不管他再强，今日都得让他彻底的陨落。正合我意。邪魄。高眺黄沙三里天，有人最想念。月似水，云如烟。万江河飞何年？雷帝权杖。这种程度的交锋真的是太强大了。那炎帝五祖倒真是不简单啊！我等需要出手吗？我们出手，先解决了这些人吧。来，你二人的对手是我，就不要分心管他们了。不过你们二人倒是不比当年的不朽大帝弱，大千世界的气运真是不浅啊！此魔太强，不可留手。魔怒抵人脸，八符寂灭。5目是神图。炎帝与五祖联手的攻势都未能打破那卷魔图吗？不太对。真是天佑我大千世界，在这危难时刻还有着炎帝五祖力挽狂澜。从实力上来说，你们2人中的任何一人
都比不朽大帝更出色一些。你也很强，不过为了大千世界无数生灵，我二人也只能仗着牙手，胜之不武了。你们以为赢定了？虽然我二人此时也只能略占上风，不过我们相信，只要再等30年的时间，我二人便能将完整的姓名烙印在苍穹榜上，到时候只需1人就能将你抹杀。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的确难以阻挡。只是你们觉得我会给你们这个时间吗？你又能如何？你们难道不奇怪，在远古时期，我的实力明明要高于不朽大帝，为何还会给他机会，莫名其妙地将我封印吗？其实很简单，因为被封印是我自愿的。你们知道何为世界压制吗？所谓世界压制，就是当一个陌生强大存在进入另一个世界时，这个世界将会对其产生一种压制排斥，正如同我们域外邪族的强者来到大千世界，实力无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样。实力越强的人，受到的这种世界压制也就越强。实力越强的人，受到的这种世界压制也就越强。而我任由不朽大帝的封印镇压我49000载，在这时间里，不朽大帝的封印之力侵染了我的气息，只要我能够破风而出，那么我就将会瞒天过海，大千世界对我产生的世界压制也将会消除，将这大千世界化为域外邪族的大本营。你们以为五木就是本神极限力量了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别人可都是称我为九木邪神。九木邪神，难道大千世界真的末日了吗？大千世界灭世之日，你们这群土著都去死吧！不能让天邪神开启九木。哪怕再多疼痛委屈也都无谓，放灯再会，别再听小腿不还佛经邪之魔光，浴火重生终要去面对我，为也令我不知疲惫。少年泪从不追也可贵，是百般滋味都似血来飞，要在梦不自量力，星火照亮天飞，许下年八组琉璃波。少年泪到天涯，这是牧尘那紧闭的双目在此时缓缓地睁开，他感受着体内那股浩瀚澎湃的力量，眼中也是有着夺目的金光爆射而出。此时就是冲击一气化三清第3层三神境的最佳时刻。一气化三清2道毫光自其体内爆射而出，落在了一旁，呈三角状将不朽大帝的肉身包围。达控7力自3人体内爆发出来，3道身影同时吸收不朽大帝的传承，其效率无疑是极快的。他看了一眼黑白牧尘，然后双目微闭，静等着某种极限的到来。想要达到那所谓的三神境，便是要消除主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身即本尊，本尊即分身。我说过了，现在凭你2人已经拦不住开启九木状态的本神。既然2人不行，那就再加1人吧。苍穹吧，是牧尘，他竟然也引动了苍穹吧？不对，他的气息竟然是圣品，而且已经踏足圣品之路的尽头，圣品巅峰吗？今日苍穹榜上当有我牧尘之名。真没想到大千世界竟然有这等气运，竟然又出现一位榜上者。不过此人虽然实力不错，能够引动苍穹榜降临，但想要在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他还差了一些。少年泪数叠坠，也干脆从不稀罕暧昧。还差一些。恭喜榜上有名，恭贺墓主榜上有名。没想到会有人将3座原始法身集于一身。该死，没想到这大千世界的气运竟然如此高涨。只是半步主宰境而已。我说过开启九木的我，你们不是我的对手，就算你们数量多一点，能有什么区别？能否斗得过，那也得斗过才知道。既然如此，那就开战吧。若是你们败在了我的手里，这大千世界的一亿生灵，自将成为我域外邪族之奴仆，随意宰杀。
末日灭世。叶分是浪人。光明帝国。今日为了大千世界的熠熠生灵，我等也只能以多欺少。其实人别很难能上前，向着风月伟的图片，万般情为奈，心中成少年，我谁能陪我面？不错，很不错。多少年了，我未曾有过这样的战斗了。让我瞧瞧，你等三人今日能否从我的手中救下这大千世界的熠熠生灵。九牧，三位，你们能够超脱圣品踏入半步主宰境，的确是绝世天骄。不过你们却是遇到了本神，那么你们就此陨落吧。不管他有多么强大，我等都不能让他从这里踏进大千世界。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让我三人领教一下你这九牧究竟有多么强。这是我苦修多年的绝招，从未显露，今日我就用来它来对抗一下你这九牧的力量。此绝招我称为炎神。这一招我称为打乾坤。原始便是太初，这一招称之为太初丸。九牧灭界咒。太多爱恨终究难消解，突破理界限，渺渺天地远，全梦都从前。谁是人孤绝万人，向日天远难定能如愿，很远的岸，心龙成少年。啊！真的是没想到，我竟然会伤在你们三人的手中。我等三人联手，才让得你受了这点小伤。不愧是天邪神，果然极其强大。不过如今看来，天邪神想要灭我大千世界熠熠生灵，却是要大费周章了。你的确很强，单凭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与你交手都不是其对手。但是只要我们三人一直联手，持久下去，你的优势则也会越来越弱。本神是真的没想到啊！在你们这第3等级的大千世界中，我天邪神竟会被逼得如此狼狈啊！不过，你们就真的以为本神就没办法击败你们三人了吗？你们三人想不想看一看半步主宰境与主宰境之间的真正差距？虽然这般手段代价太大，但如今看来不得不如此做。魔祭九牧。给我献祭！这就是我最后的手段，让你们看看主宰境的力量。本神才是大千世界的真正主宰。石木天邪神，原来九牧状态竟然不是天邪神的极限。九牧状态的天邪神就必须集合炎帝、五祖、木主三人之力才能不分上下，而如今忽然变出一个更恐怖的石木状态，这还怎么打？这就是超脱圣品、成就主宰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好强，简直太强了！如何？还能如何？唯有以命相搏。严审。打乾坤。太初丸。在先天还是只能容颜，我们顺势一种难以隔绝。允许我假戏今生难恋，一追起一吻，负了这心田，一次又随恨绑紧。我献祭九牧，化地石木，付出了我的寿命，才将另外一只脚迈入主宰境，成为一位主宰者。这么大的代价，若还拿不下第3等级的大千世界，本神岂不是亏大了？
我给过你们三人机会，只可惜你们没有把握住机会，以为拥有半步主宰境的实力就想击败本神，怕是你们想多了。既是如此，玉石俱焚，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当年你为了我牺牲，今日为了保护你们，我又有何惧？灵豆，不要，你去只会干扰他们。若是连他们都被逼到那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大不了之后陪他去便是。打算学当年的不朽大帝一样，要与本神玉石俱焚吗？不过这一次恐怕我不会给你们这种机会了。两位前辈大义，晚辈深感钦佩。不过或许事情也并没有要到这一步。牧尘，你还有办法？可以一试，既然开启石木的天邪神可成就主宰，那么我牧尘今日也要试一下，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踏入真正的主宰境，成为大千世界的主宰者。牧尘，你还有办法？可以一试，既然开启石木的天邪神可成就主宰，那么我牧尘今日也要试一下，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踏入真正的主宰境，成为大千世界的主宰者。苍穹榜，难道牧尘真的能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不过这如何可能？你这小子，凭你的实力，想要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终于来了。那是大千世界最后两座原始法身，夜神古体和荒族体。你们何时将那2道原始法身给他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这2座原始法身一直保存在我们太古族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2座原始法身会出现在这里。厉害！这一次不知能否在这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成为大千世界创世以来的第一人，成为大千主宰者。牧尘，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会陪着你走到最后。一气化三清，归一境。由一而始，由一而终。圣品之上，成就主宰，当为主宰境。功德主成就主宰。晚辈先行半步，还望两位前辈莫怪。大千世界存亡之际，首要目的便是要阻挡天邪神。如今你能成就主宰，反倒是我大千世界之幸。这次我能成就主宰，是因大千世界的危机，方才能够借助诸多大千的机缘，领先半步。说来算是取巧捷径。两位前辈凭借自身的积累，未曾依靠一座原始法身相助，距离那完整的姓名仅有半步之遥。这一点，牧尘是远远不及两位前辈的。接下来对付这天邪神的重任，就得交由你了。不负所托。真是没想到啊，这第3等级的大千世界竟然诞生了第1位苍穹榜上主宰者。原本以为此次最大的对手会是炎帝与无主2人，最后却没想到你小子会成为大千主宰，超越了炎帝、无主。你们这大千世界气运不小啊，这样都能翻身。石木幽魔矛，今日我倒是要看看你这第1位留下完整姓名的榜上者又能奈本神如何。同样都是主宰境的主宰者，这一场主宰之战究竟鹿死谁手？武器吗？我的武器名为大须弥圣柱。天邪神，这大千世界是我的主场，持续下去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既然你想死，本神成全你。石木魔像吞灭万物。又来临月再想念，又把死的云如烟，曾着何泪和天。好，
对。哼，给我死！太初世界体，五组化魔环，魔吞，魔喷，追梦都走远，曲折人不知永长街。以魔化鼻，魔欲降临。既然你想要保护着大千世界，那么本神就将这个世界全给毁了。天邪神疯了，自爆了实木魔像，对他自身必定重创，必须阻拦下来，不然的话，大千世界损失会极为的惨重。这股魔流能够吞灭生机，并且在吞灭中不断的壮大。天邪神隐匿在其中，吞噬无数生灵的精血，试图再次壮大自己。那更不能让天邪神得逞，你可有办法阻拦？天邪神想要分化亿万，吞灭大千世界生灵。既是如此，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当那亿生灵汇聚而起时，同样有着非凡之力。此时，每一座大千世界的大陆的高空之上，灵光凝聚，渐渐的化为一道身影，便是墓主牧尘。大千世界的每一座大陆上，无数强者望着这道大千主宰的身影。大千世界所有生灵，听我之令，让这天邪神看看我大千世界生灵的力量。大千世界所有生灵，听我之令，让这天邪神看看我大千世界生灵的力量。天邪神，今日就让你看看我大千世界意义生灵意志的力量。墓主，你该死！天邪神，今日死的只会是你。大千世界诸君听令，全力追杀，将这些域外邪族驱逐出我大千世界。两位前辈放心，天邪神逃不了。去！你敢信？眼前这个人洞房竟然玩得这么好！两位前辈放心，天邪神逃不了。去！墓主、炎帝、五祖，我天邪神不会轻易的认输，我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你们这第三等级的大千世界就要彻底的被我天邪神占领。怎么可能？不可能！本神不可能会输。众生虽渺小，但亦可灭你。真是没想到，我天邪神竟会栽在这大千世界中。你们这第三等级的大千世界气运还真是鼎盛啊！恐怕要不了多久，这大千世界就会拥有3位主宰者，成为大千世界的守护者，还真是厉害呀！这大千世界很不一般呢。天邪神，你在我大千世界肆虐数万载，掀起2次大灾劫，令我大千世界生灵涂炭。今日你也该还债了。原本想要占领这大千世界，壮大我域外邪族部，应该叫圣族。只可惜一场愿望终成空，圣族这一次是真的彻底灭了。圣祖，这一切要怪，你就应该怪那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元尊周元。元尊周元，要不是这位元尊周元，我们圣族也不会被逼迫至进入你们大千世界。所以元尊周元才是你们这大千世界数万载年来真正该还债的那个人。天邪神已陨落，我大千世界灾劫已消，至此以后，犯我大千者必诛之。大英雄回来啦！之前还真是有点怕保护不了你们。牧尘，你做的真的很好，我为你感到骄傲。而且现在的你已经是真正的盖世强者了，当年你的承诺你都做到了。那我们何时大婚？随时都可以。丽儿，我来了。呀！爹爹，小云溪想爹没？想。
小吃货，这才半刻不见，有什么好想的？怎么回事？这一天终于来了。恭贺两位前辈荣登苍穹榜，成就主宰。离上一次击败天邪神已经过了28余载，如今的大千世界天至尊无数，真是可喜可贺啊！原本那时候以为我们必须牺牲才能抵制天邪神，不过还是多亏了牧尘。两位前辈可不要夸我了，当年大千危机，我也只是借助了诸多大千资源，才得以踏上主宰境。不过如今，两位前辈靠着自身的天赋，也已踏上真正的主宰境，我才要向二位前辈多多学习才是。牧尘以后就不用叫我们前辈了，叫名字就好。还有现在我家的潇潇和萧凌，为了追赶你，可是非常努力在修炼。当年我让他们好好修炼，都不愿意，看来你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啊。我家林静现在也是很努力修炼，哈哈，他们都受你的影响颇深啊。他们三个如今实力已经踏足圣品之路了吧？当年与他们初次见面，就发现天赋极佳，日后肯定会成为一方超级强者。如今看来还真是如此。不过我很想知道，牧尘你图踏入主宰境已经多年，实力是否比当年更强了？萧炎兄抬举了，虽然我比你们二人早踏入主宰境，但是在这28年的时间里，似乎我的实力并没有提升，而且与当年相差不大。牧尘，你的实力确实和你说的一样，没有一点的提升。在这28年的时间里，我也一直修炼，但是却发现，不管我如何修炼，始终无法提升自己的主宰之力。所以我在想，这个主宰境是否便是最高境界？按照牧尘你所说，难道主宰境真的为最高境界，没有提升的空间？或许大千世界的主宰便是最高的统治者，踏入主宰境便可成为大千守护者之一，获得大千世界之力，掌控大千世界的所有本源。不过我不那么认为，大千世界虽然浩瀚广阔，但是必定有大千世界之外的未知领域。世界之外？萧兄说的不错，当年对抗域外邪族，似乎就是来自大千世界之外，只是不知道大千世界之外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当初天邪神说我们大千世界是第3等级的世界，难道说域外邪族来自更高等级的世界吗？果然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世界之外还有更高级的世界。如此一说，大千世界虽然浩瀚广阔，但是还有着比大千世界更高级、更广阔的新世界。在那些高等级的世界之中，是否可以提升达到主宰境的修为呢？看来我们需要变得更强，只有变得更强，在世界之外的世界才不会有危险。不管在哪里，一切还是以实力为尊。按照萧炎兄所言，难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如今主宰境的修为吗？在踏入主宰境之前，我收复了大千世界19道圣火，而如今只剩下1道圣火，至今没有收服。圣火榜第1的圣光仙炎。自我突破主宰境以来，拥有了大千世界之力，可以探测整个大千世界一切的事物信息。可是我用世界之力探测了整个大千世界，竟然没有发现有关圣光仙炎的任何信息。按照萧兄的说法，难道大千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圣光仙炎？还是说圣火榜上本就没有第1的圣火？萧兄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哈哈，看来还是瞒不过林兄的眼睛。就在前一段时间，我的圣境灵魂修为刚好突破至主境灵魂，在配合大千世界之力的探测之下，隐隐约约的发现有一处非常辽阔的大陆上有一丝很特别的火属性能量散发而出，而这一座辽阔的大陆不是来自大千世界的大陆，也不是下位面上的任何大陆，就好像与大千世界一样的大世界。萧兄的意思是说，圣光仙炎存在于你所发现的未知大陆世界之上。不过令我不明白的是，大千世界的圣火为什么会出现在未知大陆世界之中？萧兄是否有什么发现？我不确定那个未知大陆世界上所散发出来的火属性能量是否是圣火榜第1的圣光仙炎，但是最让我奇怪的是，这与大千世界很像的大陆世界，如果不是我灵魂境界突破主境灵魂，再配合大千世界之力的情况下，还真的发现不了这个未知大陆的世界。与其说是未知大陆世界，倒不如说是大千世界的镜像世界，因为这个镜像世界与大千世界极其相似，其中有着一座非常庞大的大陆，占据着镜像世界的1半范围。大千世界的镜像世界吗？这不会就是平行世界吧？真是不可思议，还有一座占据镜像世界1半范围的大陆，那不是比超级大陆还大？但是这占据镜像世界1半范围令我很奇怪。
萧兄觉得哪里奇怪？因为那超级巨大陆似乎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由诸多大陆的强行组合而成。什么？诸多大陆强行组合而成的超级巨大陆？这是得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确实，想要将一个与大千世界一般的大陆强行组合成超级巨大陆，恐怕就算我们已经踏入主宰境的实力也做不到了。或许在那个镜像世界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敢信？眼前这3人前往未知大陆前，竟然都来一次。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当时我在探测到最后的时候，有一道极其特别的能量在对抗我的主境灵魂力量和大千世界之力，而那一股特殊的能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圣火榜排名第1的圣光仙炎，因为那一道特殊的能量之中有着极为可怕的火属性本源，而且实在是太过强大了，就算我如今已经收服了排名第2的焚天灵火，都无法与之比拟，完全不是一个层次。萧兄，看来或许是这圣光仙炎的本源，如果收服你的实力又会提升一大截啊。但是那火属性的本源实在过于强大了，就算是我等如今的实力，恐怕也见不得有把握将其轻松收服。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那股火属性本源竟然是将那整个镜像世界包裹了起来。一道圣火可以将与大千世界的镜像世界全部包裹而下，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圣火，竟然有如此的威能？如此说来，圣火榜第1的圣光仙炎，其能量不仅强大无比，还有其他特殊的能力也说不定。如果找到圣火榜第1圣光仙炎，那么萧兄的实力又会在主宰境的领域提升更高的层次。萧兄所修炼的火道让我很佩服啊。哪里，林兄身怀祖石以及8大祖符之力，也是让我佩服。我想林兄的祖石和8大祖符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世界之中肯定有着多种多样的力量。祖符目前虽然有8种力量，或许在我看来有9种，或者有10种也说不定。牧尘你修行法身，而且如今拥有了5座原始法身。据传闻，在很久以前，原始法身存在着10座原始法身。如果集齐10座原始法身，再将其修炼，或许在这上面你会有更大的突破。原始祭太初，将10座原始法身修炼，那么10大原始之力肯定极其的恐怖，而且都不会弱于我们。为了让我们自身提升实力，3日后你们要不要与我一同启程那所谓的镜像世界？或许在那里有着提升自身的修炼之法，同时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萧炎、灵动、牧尘3人说完之后，便是离开了大千之眼，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势力领域。击败天邪神已经有28年了，如今我也成为了主宰者，不过你们应该懂我。萧炎哥哥，我和彩铃都理解你，只要你想去做的事情就去做吧。修炼的世界可能是永无止境的，只有变得更强，萧炎哥哥才有实力保护我们，守护整个大千世界。灵动，你真的要离开大千世界吗？此行可能要前往一个新的世界，为了保护你们，我就要变得更强，去追寻更多的资源，或许那里有着我所需要的东西，来提升如今自己的实力。灵动，你放心的去吧，我们都支持你，武境的事情我们会好好打理。林静那丫头跑哪里去了？那丫头和潇潇、萧令约定一起修炼去了，比起当年我们叫她修炼也不修炼好多了。哈哈，这丫头竟然如今那么爱修炼，看来是为了追赶牧尘啊。小云溪呢？你家的小云溪最近和潇潇他们玩得很好，好像也在和他们修炼灵力，说是要成为和他爹一样的盖世强者。这小丫头也好，给她历练历练。我父亲母亲他们呢？父亲想在北陵境开一所学院，想要让北陵境的那些天才少年有着更好的发展，就和母亲一起去北陵境了。父亲对北陵境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说？这都瞒不过你，洛丽。我在28年前就踏入主宰境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修炼，依旧没办法提升自己的修为。而这一次在大千世界，萧炎兄的一番话让我有了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就是离开大千世界，前往其他世界追求更多资源。而且我修习原始法身，如今已经修炼了5座，还有5座目前暂时没有线索，所以我想另外5座原始法身会不会存在于其他世界？就如同萧炎兄所修炼的圣火，圣火榜第1的圣火不存在于大千世界，最后发现竟然存在于其他世界之中。所以我想与萧炎兄、林动兄一同前往其他世界，找寻能够提高目前自己实力的资源。牧尘，放心的去吧，既然炎帝与五祖都想要变得更强，而你自然不能落后。你们3位都是大千的守护者，能够打开大千世界的通道，
也只有你们3人能够做到了。我支持你，小云溪，还有父亲母亲，我会照顾好的。但是要答应我，你要平安回来，我们一家人都在等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回来。呀！萧炎兄，我们如何进入你说的那个镜像世界？这几天我也一直在研究前往那个镜像世界的方法。之前凭借我一人的世界之力，虽然能够打开世界之间的通道，但是还不足够打破镜像世界的那道能量。这股能量一直在排斥压制本力量。不过，如果我们3人联手合力，一起施展大千世界之力，或许可以打破那个镜像世界的那道能量。好，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通道就在北荒之丘之中，我们现在就过去。此时，万木之地之中，一位黑衣老者原本闭目的双眼猛然睁开，因为他感受到有3道极为恐怖的气息正在急速的向他这里而来。炎帝、五祖、木主，怎么大驾光临寒舍？前不久，我看苍穹榜再度出现，原来是不死前辈踏入半步主宰境了，真是恭喜恭喜！前不久与青山剑圣，侥幸超脱圣品，半只脚踏入主宰境，不过与炎帝、五祖、木主3人还是有着太大的差距啊！如今我大千世界能够有如此的成长，日后必定不会有域外之族入侵我大千。不死前辈，好久不见了。今日我们3人前来，是想在这里进入一个与大千世界相似的镜像世界。镜像世界？难道不死前辈知晓这镜像世界？没有想到那个世界竟然还是被你们发现了，不愧是炎帝、五祖、木主3位大千的主宰者。你们应该都知道不朽大帝，我曾经是他的直属部下，而不朽大帝其实真正来自的地方不是下位面的启灵大陆，而是来自你们所说的这个镜像世界。而这个所谓的镜像世界为何会与大千世界这么相像，是因为它的真正名字叫小千世界。小千世界正是叫小千世界，小千世界乃是与大千世界有着共存的关系。换一句话说，这大小千世界这才是真正完整的大世界。而它在很久以前有个被所有人都遗忘的名字，叫做千元世界。小千世界乃是大千世界诞生的核心。诞生初期的时候，最初的本源都是在存在于这里，本源极其的丰富。真正的大世界，如此说来，我们现在的大千世界只是这完整大世界的一半。还请不死前辈与我们3人说一说这大千世界应该叫千元世界的真正起源吧。你们3位随我来。那小千世界现在的状况如何？那个世界有没有主宰者？目前所知的消息是没有，因为入侵小千世界的强大种族似乎比域外邪族更强大的存在。比域外邪族更强大的存在？炎帝、五祖、木主，你们3位主宰者乃是大千最强3人。今日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你们了。不死前辈请说。你们3人已经知道，大小千世界是共存的大世界。如今小千世界恐怕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局面，而且小千世界的封印之力正在减弱。如果一旦封印之力消失，那么大千世界又会面临着比域外邪族更强种族的入侵，比起域外邪族更加的可怕存在。不管是什么种族，就算是比域外邪族更强，我林动也不会惧怕丝毫。侵犯大千者，杀无赦。已经有28年没有那么热血沸腾了。既然小千世界是大千世界共生的大世界，我们3人身为大千守护者，必定要保护自己的大世界，不再被世界之外的种族占领。只有你们3位真正的主宰者，才能有实力进入小千世界，而且想要进入小千世界需要主宰之力。只有主宰之力才能打开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之间的通道空间。你们要通过世界通道，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彻底进入到小千世界，因为通道内有独立存在的世界之力，可以将其吸收掌控，或许你们的实力也会提高一些。世界之力吗？你们3人要是准备好了，就随我来。不死前辈说的没错，想要通过这个世界通道，就必须是一位真正主宰境的主宰者才能进入其中。不过，要进入这世界通道之中，就需要你们施展主宰之力，方才能够打开世界通道的闭膜。水中注水红尘
不朽大帝，当年不朽一族全部陨落，就连你在数万年前也陨落了。如今的不朽一族血脉恐怕已经没有了。当年为何不朽之主会对大千世界出手？这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这世界之力真强啊，竟然能够连我们都不敢轻视它。萧炎感受着这世界通道内浑厚的世界之力，体内的纪元开始升起，对此多虑。灵动也施展出8大组合之力，开始对狂暴的气流进行吸收，而沐尘展现出自己的太初之力，直接对着通道中的世界之力风月吸收。萧炎兄、林动兄，我们的实力似乎真的比之前有所提升啊！不知小千世界之中，我们3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强大敌人？不管是多强大的敌人，我林动一定能够将他逐出小千世界。小千世界，我们来了！这座超级大陆上根本没有任何的生物反应，就连灵力都是基本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大陆上怎么皆是没有任何的灵力？这小千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多的大陆皆是没有生物，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小千世界处于极度的危险期了，甚至会比域外邪族入侵大千世界的时候更加的危险。而那神秘的入侵者或许已经将整个小千世界所占领，将这片小千世界的强者皆是抹杀，吸收了这片世界的资源。林动兄所说的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此一来，那神秘的种族势力已经霸占了小千世界的所有资源，对于小千世界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样涨下去也是无果，恐怕基本上小千世界的大陆应该已经一致，那就是基本没有灵力。联合我们3人的世界之力，也无法将这个小千世界尽收眼底。看来我们的世界之力只能在大千世界才能使用。用我的灵魂力量试一下，合力施展世界之力，看能否利用世界之力为媒介，将我的灵魂力量扩大至整个小千世界。感应到了，在这小千世界的中心区域，有诸多大陆强行的被组合成极巨超大陆。我想那里应该有非常强大东西的存在。更强大的东西存在吗？如果真的是那所谓的界外种族，我林动必定将其逼出小千世界。强行将无数大陆组合成更庞大的大陆吗？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界外种族的那些人在谋划什么计划吗？我们先过去看看吧，就算真的是哪些界外种族势力，我们3人也不会丝毫惧意。强者之路可不是惧怕，而是用于对面更强大的对手。你敢信？竟然又让侥幸哥装到了！这里的黑气很是诡异，比起当年邪族的魔气更加的强大恐怖啊！这黑气应该就是入侵小千世界的那些界外种族，既然已经在小千世界渗透了那么深，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大种族势力可以做到这一步，组合诸多大陆为一，而且还有如此恐怖的诡异黑气？我们分头行动吧，了解一下小千世界的具体情况。此时，极巨大陆上的一处区域，在这里的区域上空，诡异的黑气十分浓郁。双方人马皆是死伤，更重要的是，双方的那些强者都是来自小千世界的强者。发生这种自己人有自己的局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一部分强者因为憋气失去了理智。你们这些小千世界的土著，还是归顺于我们界外天人族吧。而且看你们实力已经踏足天至尊，勉强有资格成为我们界外天人族的成员。如果你们识时务的话，我可以留你们一命。呵呵，真是搞笑！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界外之族的入侵，我们的小千世界如今才变得资源匮乏，众多天才以及强者皆是被你们所击杀，唯有我们这一些天至尊才勉强与你们界外天人族抗衡。想要我们投靠你们，那是痴人说梦。那是因为你们这小千世界的土著实力都太弱了，只有你们这些天至尊可以勉强做我们界外天人族的打手。天至尊之下皆是对我们界外天人族没有多大的用处，牺牲他们也是他们的荣幸。现在小千世界的所有生命皆是被天主掌控，要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将会彻底的沦陷。现在你们这些天至尊不归顺，更待何时？这一次是我们天人族给你们小千世界这些天至尊最后一个生存的机会了。如果还是不听劝，那就不要怪我们残忍了。我们愿意归顺。你们竟然要背叛归顺天人族吗？
当时一笔泪相见。好，很好，识时务，你们呢？天人族干我小千世界，杀我小千生灵，此等仇恨不共戴天，还想要我们归顺？痴人说梦。好，既然你们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我们也不再给你们机会，这片大陆就此毁灭吧！你们这些执迷不悟的天至尊，早就该死！给我上！你们的实力虽然已经踏足圣品之路，但是我的实力可是比你们更强。怎么知道我的强大吗？不过已经迟了，让你们尝尝超脱圣品的力量吧。没想到你们天人族竟然有强者达到这种程度，半步主宰，在我们小千世界也只有一人达到过，而你竟然能与我们小千世界第一强者相媲美。你们这些小千世界的土著，实力与天赋都太差了，难怪圣品乃是你们小千世界之顶峰的存在。想要超脱圣品，你们恐怕是无缘接触更高的境界了。而且我告诉你们，我们天人族可不止我一位是半步主宰，像我一样身份的实力强，在我们天人族可是有10位，并且天人族内还有比我们更强身份实力的强者。你们现在明白了吗？该死的天人族，我们与你拼了！还是只能不变，一动各位一命相搏吧！哦，想要自爆吧？该死，他封锁住了我们的行动，竟然不能自爆，可恶！呵呵，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在我半步主宰者面前，你们圣品天至尊算得了什么？至尊时代已成过去，主宰时代即将到来。圣品之上，半步主宰，没想到你们界外种族竟然在苍穹榜上留下姓氏。圣品之上，半步主宰，没想到你们界外种族竟然在苍穹榜上留下姓氏。圣品之上，半步主宰，没想到你们界外种族竟然在苍穹榜上留下姓氏。你是谁？竟然知晓苍穹榜？我当然知晓，因为我在苍穹榜上留下了完整的姓名。有趣，吹牛都吹上天了是吧？小千世界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踏入真正的主宰境，最多也只是半步主宰境。而你刚刚说自己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们就是来自世界之外的种族是吧？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此人究竟是谁？小千世界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号人物？我劝你还是收回刚刚所说的话，既然出来阻扰我们界外天人族的事，怕是不想活了。界外天人族又如何？当年我对面域外邪族的时候，也不曾惧怕丝毫，对你们界外天人族也不感兴趣。但是你侵犯我的世界，那么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却是仍不觉换浪上线，深入于美丽到永远，万般情人来心等成少年，谁能被我来自大千世界，你们可以称我为炎帝。大千世界，炎帝，难道是很久以前圣仙之主的那个大千世界吗？正是。多谢恩人相救。这些界外种族的人为何会对小千世界入侵？小千世界的现况简直不客观啊！9%的大陆已经被毁灭，所有的生灵要么死，要么归顺天人族，也有被黑气污染侵蚀的意识。我们小千世界第一强者的名字叫星辰大帝，
实力已经踏入半步主宰境。如今只有星辰大帝有能力与之天人族一直抵抗，利用他的星辰秘法在保护着小千世界最后1/10的大陆。不过天人族派出的强者越来越多，最终星辰大帝也是重伤。与星辰大帝实力相等的有2位，其中1位就是刚刚被你击杀的这位，还有1位目前一直与星辰大帝持续交战。重伤后的星辰大帝只能用尽最后的力量去保护这些大陆。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是星辰大帝，实力竟然也是半步主宰。不过能在如此缺乏的小千世界有如此的半步主宰者，恐怕也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啊。问人，我带你去见一见星辰大帝吧。你究竟是谁？小千世界可没有你这么强大的1号人物啊！界外种族的人不必知道我是谁，只要记住我是击杀你们的人。大人饶命，我也只是听命天圣大人的命令，他们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天圣大人吗？那么你去死吧！谁能被谁火灭？有意思，没想到小千世界之中竟然遇到有此等境界的主宰者，比起当年的石木天邪神更强。我乃界外天人族天圣级别的主宰者，我看你应该不是小千世界的人吧？因为在小千世界苍穹榜上留下姓名的只有星辰大帝一人，而这位星辰大帝是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这就算是第一强者，也只是留了一个姓氏在苍穹榜上，而你比他还强太多了。相比之下，你已经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踏入主宰境了吧？好严厉！我为大千世界的守护者，你们这些不是我大世界的生灵，快滚回你们自己的地方，不然我必将你们杀尽！大千世界的守护者吗？口气倒是不小。虽然你我同是主宰境的主宰者，你觉得你能赢我？能不能赢你，等下就知道了。万古不朽身，这就是你们大千世界所修炼的技能吗？好久没遇到主宰者了，今日本天圣便让你知晓我们界外天人族的强大，不是你们这大千世界的守护者能够沾染。而且你们大千世界过不了多久也会被我们天人族入侵，到时候大千世界与小千世界都会成为我们界外天人族的统治世界。飞天狂魔，相比斗技，老夫还是喜欢近身肉搏。果真是一位主宰境的主宰者，看来小千世界来了一位真正与我对抗的对手。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能接下我这一招，那么我就认输。天心杀，光明臂，该死，你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有着如此的实力！我这一招就算是同等境界的对手，不死也得重伤，而你竟然能与我比拼的不分上下，这不可能啊！你也是我见过强大的对手之一了，竟然能与我原始法身的斗技拼得不分伯仲，但是你却不知道我略占上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明明实力相当，我的强大斗技竟然被你破了不说，自身似乎很被动。因为这里是小千世界，我虽然不是小千世界的守护者，但是我是大千世界的守护者，而小千世界与大千世界本就是一个大世界，所以说在小千世界，我乃是这个世界的主场，有着世界之力的无限加持，本身有着源源不断的世界之力，所以我比你强。你本不是这世界的人，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持续交战下去，而你完全没有胜算，对你来说只有弊没有利，所以你还想继续吗？
就算你是大千世界的守护者，我界外天人族很快就会彻底掌控小千世界，到时候你们的大千世界也是如此的下场，给我等着！界外天人族只要有我沐尘在，你们休想毁灭小千与大千的世界。星辰大帝，这位是来自大千世界的炎帝，是他在界外天人族手里救下了我们，不然我们已经被天人族的天师所杀。你好，我是星辰大帝，多谢炎帝小友出手救下梁老他们。星辰前辈客气了，小千世界与大千世界本就是一个大世界，只要界外那些种族势力侵犯我们的土地，那么我作为大千世界的守护者，一定不会坐以待毙，这次出手相助也是应该的。炎帝小友好气魄，我都自愧不如啊！哪里，星辰前辈乃是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虽然这个世界如今被界外天人族吞并了9%的大陆，要不是你的大义守护，恐怕这最后的1/10早已落入界外天人族之手，届时才是最可怕的。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商业互吹？两人交谈片刻之后，萧炎则是发现星辰大帝似乎有伤在身，便是从纳戒之中拿出一枚高阶丹药给了对方。多谢炎帝小友，我的伤势好了，甚至体内有着非常浑厚无比的灵力，虽然还只是半步主宰境，但是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踏入主宰境，成为一名真正的主宰者。星辰前辈守护小千世界的大义，我感同身受，能够帮助你一些，自然是好事，所以不必客气。我们都是大世界所孕育的生灵，那么只要界外种族入侵我们的大世界，就必须挺身而出，将这些界外之人全部赶出我们的大世界。星辰前辈，这界外天人族为什么要入侵小千世界？而且我感觉界外天人族有着非常强大的底蕴，甚至比当年域外邪族更强。而且我猜想，界外天人族之中，踏入真正主宰境的主宰者，恐怕也有好几位。是的，炎帝小友说的不错，界外天人族中有着很强的强者，他们按实力排名是天兵、天将、天师、天圣、天主。之前我的伤势就是与天师级别强者对战，对方派出2位，我一人不敌才重伤。天师级别的都是半步主宰境的实力。刚刚炎帝小友所说，界外天人族有好几位主宰者，确实有3位，那就是天圣级别的。3位主宰者，为什么界外天人族的半步主宰境实力的数量会那么多？如今小千世界半步主宰境的实力只有我一人，小千与大千本是一体的大世界，其中小千世界乃是大世界的核心，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为何会匮乏成这样？这一切都是界外天人族所为。界外天人族正在实行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将小千世界的资源彻底的炼化，如今已经有9%的资源都被炼化了，所以导致很多大陆上都没有了灵力以及生灵。同时随着灵力匮乏，这片小千世界的意志也就会薄弱，世界意志薄弱之后，就会很容易的召唤出苍穹榜，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他们的全族之人都可以在小千世界的苍穹榜上留下姓氏，超脱圣品，成为主宰。该死的界外天人族竟然实施着这么可怕的计划，这是要毁灭一个世界为代价，来成就他们全族的实力，这等想法也只有界外的种族之人才会想得出来。这还只是他们计划的其一，难道说界外天人族还有其他计划？界外天人族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的计划，他们的这个最终计划是想要夺取小千世界的苍穹之心，这才是他们界外天人族的目的。什么夺取苍穹之心？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是想要彻底毁灭一个世界的结构吗？那么这些界外天人族要夺取苍穹之心做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夺取苍穹之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苍穹之心被夺取，那么小千世界就会永久性的毁灭。所以在这里，我想请炎帝小友与我们小千世界的一众一起合力将界外天人族赶出小千世界，让小千世界回到和平的时代。星辰前辈，我也是大世界的一份子，所以击退界外天人族的事情，我定当会全力以赴的。你们来了，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星辰大帝前辈。见过星辰前辈。这个小千世界如果再没有更强的强者，恐怕就会被界外天人族所彻底的掌控。是的，界外天人族的实力很强，比起当年的域外邪族更加可怕。要不是牧尘是主宰境的实力，恐怕这一次是凶多吉少。为何界外天人族的实力会如此的强大？
刚刚此时也与炎帝小友述说，他们那些界外之人正在掌控小千世界的意志，所以导致世界意志的薄弱，召唤出苍穹榜，让他们全族之人全部在苍穹榜上留下姓氏，壮大他们全族的实力。而且他们最终的目的乃是夺取苍穹之心，彻底的掌控世界本源。到时候小千世界会是一个永久性的毁灭，不管是谁，只要是小千世界的生灵或者其他事物都会毁灭。我们定要阻止他们的计划。星辰前辈，我们3人定会守护我们一起生活的大世界，你在这里保护好其他人，我们3人准备前往界外天人族的营地去探探究竟。我们3人又可以联手了。28年没有遇到这么强大的种族，而现在这个强大的种族将会彻底的消失在世界上。我们的大世界还不算差，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守护者，看来我们小千世界这一次的危机应该能够度过吧。星辰大人，接下来就也开始处理掉一些界外天人族的天兵天将们吧。你敢相信吗？眼前这人就说了侥幸哥等人无知，侥幸哥就请他吃火莲。什么？这个小千世界出现了一位主宰境的主宰者？怎么可能？谢天，那人似乎来自大千世界的守护者。大千世界？我记得大千世界不是被天元界圣族的圣神之子所侵略了吗？怎么还会出现主宰者呢？传令下去，天主的计划已经快要完成，不能让那位主宰者给破坏了。你们立马派出所有天师，我和你们2位一起出动，击杀所谓的主宰者。为何要出动那么大的阵仗？仅仅只是一位主宰者而已。刚刚听茶使的诉说，击退他的主宰者并不普通，而且能够击退茶使，足以说明对方的实力有着一定的优势。要是单枪匹马的过去，毕竟会不敌对方。而且天主的计划已经进入最终阶段，要是出了差错，到时候天主怪罪下来，我们谁都不好过。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必须用全强的阵仗彻底击杀这名主宰者。另一方面，星辰大帝已经率领小千世界的超级强者一同清理对抗界外天人族的分布地域。有了炎帝、五祖、木尊3位主宰者加入，他们也不会再惧怕界外天人族。这一次将会整合小千世界的所有力量，一同对抗界外天人。这些黑气真是让人厌恶啊！界外的种族竟然老是入侵别人的世界，还想毁灭其他世界，提高自己种族的实力，真是该死！这些黑气让我来将其驱散。绚丽的火焰在萧炎精准的掌控之下，对着四周扩散开来。炙热的火海直接将这里的黑气吞噬，很快黑气被彻底驱散。在黑气被驱散之后，这片大陆的真面目便是呈现在萧炎3人的眼前。3人也不在这里逗留太久，因为他们现在时间紧迫，必须要在他们计划完成之前阻止对方。这股黑气变得越强，说明我们此时已经到达天域的最核心了。来者何人？竟然敢擅闯我们天域，怕是在找死吧？当然是来击杀你们的人。好大的口气，在这小千世界的苍穹榜上，可都是刻下了我们界外天人族族人的姓氏。除了小千世界的星辰大帝之外，所以你们3人的实力，可不是我们这些超脱圣品之路的对手。是吗？相反，你们这些超脱圣品的半步主宰，今日恐怕都得陨落于此。简直就是愚蠢！你们已经来到了你们不该来的地方，还那么嚣张，看来不给点颜色，你们都觉得这里是游乐园呢。3个无知竟然在天域撒野！之前你们的第一强者星辰大帝也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凭你们几个也想逞能？哦，你就是与星辰前辈对战之后重伤星辰前辈的天师吗？正是星辰大帝那家伙不敌我，重伤让他跑了，正是有些可惜，不然当时我直接可以接杀那老家伙。2对1算是胜之不武，不过也正常。那么就从你开始。主宰境的主宰者，这不可能！这小千世界怎么可能会出现主宰者？怎么不可能？而且我有说过我们是来自小千世界的人吗？那你们是？难道是来自大千世界的人？我们正是来自大千世界，看来你们的消息很快啊！我们才来不久，你们便是知晓我们的来历。原来你们3人就是最近族中所要追杀之人，我们刚想去找你们，没想到送上门来了。快通知天圣大人们，我们已经找到要找的人了。天圣大人吗？不会就是之前那位被我击退的主宰者吧？小兄，我来收拾他们吧。
你们7位如果能够接下我一招，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如果没有接过我一招，那么等待你们的只有死。一招想要同时击败我们7位，你想一人对抗我们7个，就算你的实力是主宰境，可是想要对付我们这些半步主宰境，也不是那么一招就能轻轻松松将我们击败。迢迢黄沙万里天，又来离人的想念。现在我就用每一个赌符的力量来对付你们1人。该死的家伙，你们算是真正惹怒我们界外天人族了，与你拼了！再相见，至今飘声缠绵。纵然忘不了是你而并没人，却无惧暗两人头，亏欠。空山这幽兰，林兄的实力似乎更强了。这界外天人族还真是不赖，一族就能有如此多的半步主宰实力，如果是放在我们大世界，该有多好！既然解决掉了这里的麻烦，那我们再前往天域核心，直接将这界外天人族的老巢给一锅端了。我们就在这里了，因为我感觉到有3道极强的气息正在朝这里急速赶来。这小千世界竟然出现了这么多主宰者，不对，你们是来自大千世界的主宰者吧？今日击杀我们界外天人族那么多人，恐怕这次你们是有来无回了。圣族那些没有用的家伙，难怪当年会被元尊灭杀，就连第3等级的大千世界都无法占领，还让其诞生了3位大千主宰者，真是丢了第2等级世界的颜面啊！又是圣族，当年天邪神就说起过，他们域外邪族真正的名字其实叫圣族，而元尊也是天邪神口中所说。难道说这些天人族和域外邪族，也就是圣族都相互就认识？你们所说的圣族，是不是就是域外邪族？正是，看来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域外邪族的真正名字叫圣族的事情吧？既然今日你们3人也走不了，我便做个好人与你们3人诉说一下。圣族乃是大宙之中属于第2等级的世界，名为天元界，乃整个第2等级大界之首位。元尊乃是天元界最强之神，当年与最强圣族的圣神一战，真是惊天动地，甚至那一战直接影响到了天元界在第2等级之中的排名，因为那一战是天元界诞生以来的最强之战，受到了整个大宙的各方大界的关注。一旦被第1等级的大界那些神势力所关注的话，那么自身所在的大界气运将会暴涨极致，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而后元尊又为了天元界，人人都可以获得踏入成神的资格，便是在整个天元界种下深度。从此天元界便是进入了新纪元神纪元，也就是进入了神纪元之后，天元界直接成为了第2等级世界的首位，超越了其他2个大界，而其他2个大界便是我们界外天人族所在的天人界以及天心界。虽然你们大千世界如今出现了3位主宰者，但也是最弱的一个大界，或许千元世界之外的另外2个大界中早已出现了世界守护者，而且其实力皆是主宰境，在数量上面恐怕至少都有5位以上的主宰境的主宰者。我想问一下，如今天元界和你们的天人界哪个大界更强？目前当然是天元界，不然也不会成为第2等级的大界首位。只不过要不了多久，我们的天主大人就会完成计划，届时就算是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元尊来了，恐怕与我们的天主也有着与之抗衡的力量了，真是很期待。计划？你们界外天人族究竟是什么计划？为什么要联合圣族一起进攻我们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你们的计划难道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筹划了吗？天元界的气运已经达到鼎盛状态，想要超越天元界，我们天人族也必须让天人界的气运也同样暴涨，至于天元界相当甚至更高，因为想要被第1等级世界的那些神势力关注，就必须要达到天元界那样的高度，所以我们天主的计划不能失败。好了，说完了，你们3位临死前还有什么要说？多谢你们让我也了解到大宙与你们这些天人族的信息，也让我知晓了域外邪族的由来以及你们天人族的计划。但是你说我们会死，那得看你们的实力了。你们3人主宰境的实力，但是又如何？我们也同样是主宰境，而且在我们天域之中，我们有手段让你们有来无回。万古不朽身，飞天狂魔，
追梦都从前，许是人工的快来梦上前，向着注定的地到中原，万般情为难，心横春少年，也是人为谁？冰之祖符，火焰祖符。祖符之手，呵，小子，看来你有些本事，不过不要以为抵挡住我的攻势，就以为自己有与我抗衡的资本。小子，今日你将会死在我血天手里。哦，那要看你的实力了。小子，希望你的实力和你的嘴巴一样厉害。飞行拳，让你这位天圣级别的主宰者来尝尝我所创的招式——万火焚苍穹。不愧是天圣主宰者，你们界外天人族的主宰者看来有些底蕴，是我刚刚轻敌了。呵，去死吧！追梦都从前，谁是人孤绝，换来人相见，向着风月未必都。真想不到你的实力竟然强悍到这等地步。你也不差呀，竟然能够与我的原始法身对抗这么久。不过是时候把你抹杀了。想要抹杀我，真是笑话。那么接下来我便施展我最强的底牌，将你击杀。万古不朽手，大日琉璃拳。没想到的是，这天圣主宰者竟然有着如此可怕的底牌，看来自己也不能隐藏实力了。既然攻不破这样的招式，那就封印他。浮屠混沌光。啊！可恶，该死！天主不会放过你的。八符手，狼王指。没想到这天圣主宰者竟然抵挡住了八符手的攻击。灵动眼神微微一挑，应该是世界主场加持的原因，世界之力再一次加大灌输在八符手当中。不应该啊，我不可能会败。你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你们界外种族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这里乃是小千世界，小千与大千世界原本就是同一个大界，而我们所处的战场可是我的主场，所以持续战下去，你必定会没有优势，也注定会失败。主场，我倒是没想到啊。竟然还有人修炼了火道，还真是刮目相看啊！多谢夸奖，不过今日谁强谁弱，必须分出胜负。
去吧，活怒火莲。我还以为你这东西很强呢，也不过如此。只要所有的东西被我吞下之后，就可炼化，是吗？终于结束了，终于结束了。萧兄，你刚刚的那道强大攻势真是恐怖，竟然顺势摧毁了天域一大半的区域。看来是我的实力提升之后，融合诸多圣火的威力也会更强。如果找到圣火榜第一的圣光仙炎，那么将会可以提升更高的高度。萧兄所言不差，圣火榜乃是世界的奇物，威力之强不容小觑。刚刚我们也击杀了界外天人族的3位天圣级别的主宰者，也已经削弱了他们族中的高层力量。不太对劲，的确不太对劲。萧炎双目紧闭，强大的主境灵魂在方圆千里内的事物已经全部看了一遍。在萧炎的灵识里，整个天域竟然没有任何生灵的气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好，快退！此时此刻，萧炎的主境灵魂感知力也已经探测到，在这整个天域里，有一道无形的能量已经将他们困在其中，只是他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竟然有人将我们困住了，该死！布下大能的人，该不会就是界外天人族的那位天主吧？3个刚晋级主宰境的小子，竟然摧毁我族一大半，击杀了我族那么多强者，你们就想这样一走了之吗？竟然也有一位修炼灵魂的人，而且还是主境灵魂。主境巅峰灵魂，自己一直苦修，也有很多的奇遇，才得以踏入主境灵魂境界。如今看来，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大咒之中，比自己强大的人还有很多。不愧是连天圣级别的主宰者都给击杀了，看来是有些本事。只不过你们在本天主面前一样，皆是蝼蚁。你就是界外天人族的首领天主吗？没错，接下来你们3位便下地狱去吧。想要让我们下地狱，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了。有气魄，第3等级的世界能够诞生出你们3位也是出人意料，只不过在我大主宰面前，你们3位只能算是小主宰，所以现在你们还觉得说本天主没有这实力吗？大千世界的3位主宰者，你们是不是很惊讶？为什么本天主会比你们3人强上这么多？萧炎3人没有回答，他们虽然踏入了主宰境，但是一直没有提升的现象，特别是沐尘，他踏入主宰境已经过了28年载。呵呵，既然你们3人是将死之人，那么我便告诉你，为什么本天主会比你们强。天之尊划分3个小境界，灵品、仙品、圣品，超脱圣品之后，便可踏入主宰境。那么主宰境同样划分3个小境界，小主宰、大主宰、最强主宰。原来主宰境中还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只不过这划分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吧。大主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大主宰力量，如此我们距离大主宰的力量还有不少的距离呢。大主宰又如何？只要危害到我们世界的界外之人，都必须赶出去。真是好大的口气啊！你们3位都是小主宰，还敢在本大主宰面前大放厥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今日你们击杀本族3大天圣，以及摧毁了本族一大半的区域，本天主自然不会放过你们，而且本天主的计划即将要完成了，也不会让你们再去破坏。在你们刚来这小千世界的时候，我的计划被你们影响到了一丝，但是无碍，等我计划完成，便是能够达到主宰境的最强，达到最强主宰，甚至还能冲击元尊的那个高度。等本天主到时候突破至元尊那个高度，我想第1等级大界的那些神势力必定会关注到我们天人界，届时整个天人界的气运将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达到这种高度的时候，天人界也将会成为第2等级大界之首位。元尊，我也不会再惧怕于你了。元尊又是这个名字，这元尊真的很强吗？从刚刚界外天人界的天主所说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是连实力在大主宰的天主都是如此忌惮以及惧怕元尊。当年天邪神也说起过，就是这个叫元尊的人才导致天邪神率领邪族一众入侵大千世界。不过看样子域外邪族的天邪神以及界外天人族的天主似乎与元尊的关系不友好，甚至还有憎恨元尊。但是可以肯定是，按照刚刚天主所说，元尊的实力极其强大无比，连天邪神与天主都极其惧怕元尊的实力。3人一起上更好，免得我浪费时间。
闭眼。八祖琉璃世界体。有意思，看来是我小看你们了。希望你出全力。准备好了吗？界外天主，我希望你能够退出我们的世界，不然我们就算死也会拼尽全力誓死保护我们的世界。笑话，本天主的计划即将要成功了，怎么会离去？等我解决了你们，这个小千世界，甚至大千世界，都在我的手中渐渐的毁灭。那既然如此，这一战便开始吧。把符击灭。一气化三清。血统。刚刚是怎么回事？不要看刚刚那个血童，它会使我们的暂时迷失方向。有缘一切等你再相见。那家伙的气息没有了，难道已经被击败了吗？强，很强啊！这是如今以来遇见的最强对手了。三位，你们还真强啊！小主宰实力竟然与本天主对抗这么久，真是让我意外。你也不错，是我们目前遇见的最强对手了。确实比天邪神强多了。天邪神算个啥？在本天主看来，除了当年的圣神，我不服所谓的天邪神。我也实在没有想到，圣神之子竟然会败在你们三人的手中。今日我就替圣神清理掉你们三位小子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天主的真正实力。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天主的真正实力。末日来了吗？他们三人是否能够成功拯救小千世界的危机？真是一位强大的对手啊！萧炎兄、林动兄，看来我们只能使出最强的底牌了。三位蝼蚁，现在是不是感受到大主宰的真正力量是什么样子了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是这一场战斗的胜负一击了。好，让本天主看看你们三位究竟还有什么底牌没有试出来。此乃遮天法相，无论什么招式，在我的遮天法相面前都是无用。遮天灭日拳，炎神，打乾坤，太初晚安。你们三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刚刚所施展的力量已经无限接近大主宰层次了，看来有你们不得。没想到集结我们三人的最强之力，竟然也不能伤他分毫。看来这一次的战斗有些棘手了。就算是死，也不能让界外之人夺得小千世界苍穹之心，不然的话，整个世界都会毁灭。萧炎兄、林动兄，我牧尘也愿与你们一同进退。
薰儿、彩铃、潇潇、萧林以及无尽火域的众多人，对不起了，这一次我必须守护住这个世界，以后的世界就由你们来守护了。欢欢、青竹、林静以及武境的所有人，林动先行一步，以后的武境就靠你们了。眼神，打乾坤，害出完。天灭大洪流，这一眼盼沧海悬蝶，太多爱恨终究难周全，历尽险渺渺天地远。不自量力，3位小主宰也敢在本天主面前对抗。本来以为你们3人会被本天主轻易击杀，没有想到竟然是小看了你们。最后燃烧生命力，获得极致的力量，竟将本天主击成重伤，真是该死啊！他们3位牺牲了。他们3人是真正的强者，星辰大人，我们接下来怎么做？让大家准备准备，如果界外的天主再度袭来的话，我们所有小千世界的人做好与敌人的决一死战。是。小千世界的本源，本天主已经吸收了90%，也终于将其本源炼化于自己的体内。如果在这之前没有炼化小千世界的本源，恐怕自己今日死的就是自己了。没想到啊！这第3等级大界的人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存在，天赋卓绝。如果再让其成长起来，可不比第2等级大界的那些天之骄子差。不过很可惜，你们的实力如今不够，被我击杀，这也是你们的命数。等我伤势恢复，获得这个世界的苍穹之心，同时再召唤出这个世界的苍穹榜，将我族的所有族人在上面写上姓氏，便可获得超脱圣品之路，成就主宰。而我只要将苍穹之心拿到手，将会获得更强的力量，踏上最强的主宰之路，登顶最强主宰之巅峰。元尊，本天主到时候可又离你近一步了。待天主离开之后，萧炎、灵动、牧尘3人的身躯在燃烧生命力之后，并没有随着牺牲而消散。或许是地炎、祖符、法身的特殊力量保存住了他们原本要消散的身躯，他们的身躯漂浮在虚无的空间之中。不过就在此时，小千世界的遥远上空处，一道星光似是发现了什么东西，直接如流星般的姿态往萧炎的方向暴冲而下。在接近萧炎不远的时候，才发现是一道火焰星光瞬间射入萧炎，一道看不见的火焰自萧炎的眉心处涟漪开来，蔓延萧炎的每一个部位以及每一处细胞。紧接着还有一道极其恐怖的意志，化作一道星光进入牧尘和灵动的眉心处。但是这意志中有一股非常强的力量，那便是与当年不朽大帝传承与牧尘的不朽之意一样。但是这股力量也是不朽之意，其中所蕴含的不朽之意，比起不朽大帝的意志更加的强悍，完全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或许这才是真正完整的不朽之意。我这是在哪？怎么回事？地炎。哦，这股能量很熟悉。萧炎的脑海飞速运转，片刻之后才想起来，这股能量好像是之前自己在大千世界配合主境灵魂探测到的那道火焰能量一模一样，而且当时就是这股强大的能量将萧炎的主境灵魂拒之门外，让其无法对小千世界深入探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说我已经死了？这里是地狱吗？有缘人，你还没有完全陨落，这里也不是地狱，是我进入到了你的意识里，我便将你带进了我的意识之中，所以这里便是我的意识空间。意识空间。既然你是有缘人，也不用这么警惕我，我也不会伤害你的。想必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你是一道圣火，你就是圣火榜排名第1的圣光仙炎。你修炼的火道造诣很深，竟然能够一下子就知晓我便是圣火榜上的圣光仙炎。我的名字叫圣仙，被众人称呼我为圣仙之主。圣仙之主这4个字，萧炎印象深刻。据之前了解到，圣仙之主乃是非常久远时期大千世界的主宰者，与小千世界的主宰者不朽之主一样强大的存在。因为一场大战导致双双陨落，2个世界最后被外来入侵者所占领。想必你也是来自大千世界的人吧？我看你体内的世界之力不属于小千，而是大千的意志。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圣仙之主啊！
我刚刚说你对火道有着极深的造诣，最让我吃惊的是，你竟然能够融合了19道圣火，诞生出全新的火焰，这让我都有些不可思议啊！你是不是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小千世界？其实说来话长，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千世界与小千世界为一个大界，此大界的名字叫千元世界。那个时候两个世界本是一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千元世界被分裂成2个世界，而各自的世界都有一个主宰者，大千世界的那位主宰者便是我，小千世界的主宰者便是不朽之主。圣仙之主乃是大千天地间所孕育的奇物，因为他的前身乃是圣光仙炎，但是由于力量过于强大，后面炼化出人形，同时拥有着万火之中的最强力量。这股最强力量被称为仙炎之力，仙炎之力恐怖至极，诞生便是大主宰。而小千世界的那位主宰者不朽之主，拥有不亚于仙炎之力的不朽之力。不朽之力也是由分裂独立世界后，由小千世界所诞生的一种最强力量。2个世界独立后，圣仙之主与不朽之主2人成为了各自世界的。可是，在数万年之后，小千世界不知为何原因，不朽之主率领小千无数天至尊，开始对我大千世界发起了大举进攻。而大千世界的圣仙之主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为了自己的大千不变毁灭，只能也率领大千天至尊与对方进行了一场世界之战。这一场世界之战极为的激烈，也是有史以来在千元界中被封为最具有毁灭性的战斗了。圣仙之主精通仙炎之力，不朽之主精通不朽之力，双方大主宰展开世界巅峰级对决，各自世界的无数强者以及超级强者皆是施展强大的功法斗技，层出不穷。这一场大战持续了很久很久，终于宣布落幕。结局2败俱伤，大千世界损失惨重，圣仙之主陨落，最后化作漫天燃烧整个小千世界，最后消失在天地之中。而不朽之主与圣仙之主的极限对战中也陨落了，化作不朽之意弥漫在整个小千世界的每一处角落之中。这一场世界之战后，双方的世界资源匮乏，后人再无人踏入主宰境，不管天赋多么卓绝，都是止步在圣品之路。后来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出现了2位超越各大天赋卓绝的奇才，终于打破万年都无人踏出圣品之路的噩梦。这2位奇才就是不朽大帝和星辰大陆。虽然他们2人踏出了圣品之路的尽头，成为半步主宰，还是无法真正的成为主宰境的主宰者。圣仙前辈，那位不朽之主为何要掀起这大战？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原因我也想了很久，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可确切的证明。现在以目前来说，那一场大战是不朽之主发起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其他强者出现。萧炎也将自己来到小千世界以及目前大千世界的事情讲给了圣仙之主。了解完后，圣仙之主的那双美眸有了微微的异动，神色也是变得异常的难看。这也是萧炎见到这位绝美女子第一次表情的变化。他们应该是为了壮大自己种族的实力，然后利用这种将一个世界的大陆强行融合，吸收了每一片大陆的本源，同时削弱了世界的意志，强行召唤出苍穹榜，让自己的所有族人留下他们的姓氏，获得超脱圣品的强大力量。还有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不仅在别人的世界中强行召唤出苍穹榜，还想夺取苍穹之心。这东西乃是世界的核心啊！一旦被夺取，那么整个世界将会无法恢复。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世界也会永远的消失。他们要夺取苍穹之心，究竟要做什么？我想在他们的背后应该有神秘势力的支持，或许就是这背后的神秘势力让他们这么做的。如果不那么做，那么就是他们整个种族的灭亡，所以他们之间肯定达成了什么交易。如若不然，他们这些种族也不会去夺取苍穹之心。或许他们背后的神秘势力最终的目的是夺取世界的苍穹之心，而强行组合无数大陆的秘法，应该也是神秘势力所教于他们。神秘势力？那么这神秘势力究竟是什么势力？我想，这个神秘势力应该是千元界之外的其他大界中的某一强大势力，而那些大界中有着比我们千元界更强大的强者。千元界虽然浩瀚无尽，但是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千元界只是其中之一。在这无尽的大洲中有9个世界，9个世界中分3个大界等级，第1等级大界、第2等级大界和第3等级大界，而我们的千元界便是所处在第3等级大界。刚刚你说的入侵了我们千元界的圣族或天人族，则是第2等级大界的强大种族，所以他们拥有的资源和力量远远高于我们，而且能够重伤第2等级大界的种族首领也算是不常见。3个等级，我们的世界主宰者为何那么少？也是因为我们处于第3等级的大界，资源缺乏，能够成就主宰的人不超1手之数，而第2等级大界的一个种族中至少都有1手之数，剩下的基本都是圣品天至尊以及半步主宰的实力。传闻第2等级大界之首的天元界有一人已经超脱了主宰，被纳入神列之中，成为大宙的神奇，成为了有史以来第2等级大界第1位纳入神列的神奇。从此天元界进入神纪元，被第1等级的某些神势力所关注。纳入神列，这个被纳入神列的人是不是叫元尊周元？你怎么知道？
之前听圣族的圣神之子以及天人族的天主都说起过此人，神奇乃是大纣中的神，主宰境也并非是大纣的最高境界，传闻在主宰之上，还有流传着一句神话，那就是超脱主宰，纳入神列，而此境界被称为神旨境。神奇境乃是整个大纣之顶峰的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已经不是人，而是神，而这些神基本都是生存在第一等级大界之中，所以第一等级才是大纣的顶级存在。不过天元界的元尊周元便是能够成为纳入神奇境，成为了第一序列神，元尊也永远的被刻画在神列之中。你应该还不知道，只要一旦成神之后，自己的世界将会进入神纪元，获得每个人都有机会种神谷，踏上成神之路。同时，这个世界的气运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临界点，这时候这个世界将会被第一等级大界中的那些神势力或者超神势力所关注到。有了这些神势力或者是超神势力的关注，运气好的话，他们会降临至你们的世界，种下神之意志，更容易让这个世界中的强者们距离成神的道路越近一点。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超脱主宰，纳入神列之中，达到元尊一样的高度。但是我刚刚所说的还不算什么，真正令人羡慕的是，每一个主宰者成神之后，都想进入到更强的一个超级联盟势力当中，这才是每个主宰者成神之后的最终目的。超级联盟势力，这个超级联盟势力的名字叫神奇联盟。神奇联盟。神奇联盟这座庞然大物，不管是资源还是底蕴，都是极其的强大无比，甚至在第一等级的大界之中，就连超神势力都会忌惮3分。可以说，神奇联盟是第一等级大界之中霸主级别的超级联盟势力，其中有着非常多的神奇坐镇，就连很多第一等级大界里的神势力都想加入这个神奇联盟。而且神奇联盟的强大已经传遍整个第一等级的各大界，所以只要能够被神奇联盟所选中，那么不管是个人还是宗派势力、种族势力，甚至是整个自己的世界，都会前途无限，在整个大宙之中都可以横着走。不过就算是我全盛时期，也很难触及到更高等级的世界资源，而且如今我们的实力太低，世界等级太低，还需要靠你们后生加油，一定要让踏上成神的道路，荣耀世界。成神之路，我萧炎必定会纳入神列。所以我猜测，就连第2等级大界的那些势力都开始对第3等级大界出手，说明在他们的背后定是有一强大神秘势力在帮助他们，不然他们也不敢造次。因为我刚刚所说的神奇联盟不仅是霸主级别的超级联盟势力，同时也是维持着大宙之间各大世界的平衡。神奇联盟有规定，高等级的大界中的强者不能擅自行动入侵或者进入到下等级的大界中，如一旦被神奇联盟中的使者发现，那么将会面临神奇联盟的制裁。不管对方多强大，就算是强大的种族以及强大的宗派，都会逃脱不了来自神奇联盟的制裁。原来神奇联盟还有这等权利，难怪围成为第一等级各大界之中的霸主级别的超级联盟存在。那这一次，天人族和圣族同时进攻了我们的千元界，恐怕真的是有神秘的强大势力在其背后推动着，甚至在谋划着巨大的阴谋。你说的不错，或许在整个大宙之中，必定有着一位大人物在关注着9界的一切，同时在一步一步地推动着蓄意已久的计划。或许我们的千元界分裂出独立的2个世界，也是在这一场大计划之中，都在这位大人物的掌控之中。如果真是如圣仙前辈的推断，那么这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计划，能够不动声色便可以推动着大宙9界的一切。那么这位实施计划的大人物简直是太可怕了，而且他究竟想要做什么？虽然我不知道推动整个大宙计划的背后主使者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这计划或许在很早很早之前便开始已策划，而且在我那个时期就开始了，或者在更早之前就开始了他这个恐怖计划。或许真的只有接触更高等级的大界之中，才能揭开计划背后的秘密。圣仙前辈，你的实力在什么层次？大主宰。不过如今我已陨落，没有了肉身，只剩下圣光仙炎本源存留于这片天地间。看你与我有缘，今日我便把圣光仙炎寄予你。你修炼的火道有着极深的造诣，让我觉得你日后恐怕对于火道有着更加深的成就。更加深的成就？圣仙前辈对于小辈有这么高的期望吗？我乃是大千世界所孕育的火焰本源，知道一些大宙中的信息，今日我也就告诉你了。你可知道在大宙之中还有比圣火更高级的火焰吗？比圣火更高级的火焰？圣仙前辈，
比圣火更高级的火焰是什么火焰？在寄予你圣光先言之前，我便整个大宙之中的火焰等级说一遍吧。在整个大宙之中存在着多种火焰，其中有兽火、异火、圣火以及神火。神火。其中最强的火焰便是神火，因为神火乃是由整个大宙本源所孕育的神之火焰，万火之中地神。神之火焰的能量超乎想象，恐怖强大至极，没有任何的火焰可以抵抗神火的本源之力。见到神火如同见到他们的神一般，就算是圣光先言，在神火面前都是小巫见到大巫。如果能够降服一道神火，那么你的实力恐怕将会提升到非常恐怖的境界层次。神火在大宙之中只有9道神火，每一道神火都拥有一个独特的神技。神技。神技是神的技能，如果不是神，是无法修炼此神技，因为施展神技需要神之力才能发挥出神技的真正力量。如果强行修炼了神技，那么将会被神技之中的力量所反噬。对于不是神的修炼者来说，神技是不能修炼的，就算是大主宰或者是最强主宰，皆是不能修炼神技。想要修炼神技，必须本身实力要达到神的境界。不愧是大宙中的神之火焰，不仅能量恐怖，还有自身独特的神技。答应我，一定要守护千元界，不要让界外之宙的大界之人来侵占我们的世界。身为圣火榜第1的圣光先言，他诞生于千元界，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千元界创造了他，所以守护住自己的世界，是每个生于千元界生灵的最后希望。圣仙前辈放心，我萧炎一定会守护好千元界。你敢信，就剩灵动孤零零的一人，没有获得传承。你体内竟然拥有5座原始法身，此等修炼之法果真强大，让我大吃一惊。就算是我儿的天赋，恐怖也无法做到你这般程度啊！真是绝世骄子。不朽前辈，小辈只是学习了一本功法，这本功法叫一气化三清，才得以一同习得5座原始法身，不然小辈也无法一同修炼5座原始法身。一气化三清。不朽前辈，难道知晓这本一气化三清的功法？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之传说，有一位神，他同样与你一样，一人修炼了10座原始法身，而这位神能够做到如此的恐怖境界，也是拥有一本神秘的强大功法，而这本功法的名字与你这一气化三清有些相似。那位神所施展的神秘功法名叫一气食神化。一气食神化，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分身出10个自己，而且实力也是与本尊一模一样的强大存在。一气食神化可以有10个分身，与其说是分身，还不如说与自己一样存在的本尊。有了这本强大的神秘功法，便可以修炼10座原始法身。如今你已经修炼了5座原始法身，还差另外5座原始法身。如果你能够将10座原始法身练就于一身，那么便可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那股力量就是世界的最原始力量，原始即太初，太初之力可压万物。不朽前辈，但是另外5座原始法身在很久以前便是被邪恶势力给破坏了，始终无法集齐所有的原始法身了。看来你还有所不知，你所修炼的原始法身并不是大千世界的产物，而是来自大宙的神物。如今你的实力应该还没有达到激活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而已。来自大宙的神物还没有激活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原始法身是不会被摧毁的。如果说之前你说有5座原始法身被邪恶势力给破坏摧毁了，可能是真正的力量被封印了，暂时性的毁灭，要不了多久，这些遗落在大宙之中的原始法身就会一一复原。原始法身竟然还能复原，多谢不朽前辈告知原始法身的真正秘密，小辈这才知道原始法身的真正由来。不必谢我，因为你可能是原始法身所选中的人，所以对于其他人来说，原始法身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对于他选中的人，那么日后将会发挥出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原始法身乃是大宙神物之一，其本身的力量自然是超乎想象的，日后你便可以知晓其中的力量。不朽前辈，我还有一事要请教您。你直说无碍。那么另外5座原始法身该如何去寻找呢？确实有一种方法可以寻找原始法身的所在之处。什么方法？那就是需要修炼祖符之人的帮助了。不朽前辈，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找到原始法身？能不能把你的祖符亮出来我看看？可以。一人竟然将8道符祖都收服了，这天赋还真是卓绝。大千世界果然不同凡响，竟然诞生了如此的能人，我都有些佩服啊。不朽前辈夸奖了。不过这8道祖符里并没有一道祖符可以寻找原始法身。
不朽前辈，虽然这里有8道祖符，但是想要找到原始法身所在之处，则是需要一道时间祖符，而其中并没有时间祖符。时间祖符，你难道不知道，祖符并不只有8道祖符在这大咒之中，而是有着10道祖符。10道祖符，你目前只修炼了8道祖符，而最后2道祖符乃是10大祖符之中的最核心祖符，一个是时间祖符，另一个是光明祖符。如果你找到这2道祖符，加以修炼，再配合其他8道祖符的力量，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神秘强大力量，无所不能，无坚不摧。不朽前辈，那这时间祖符怎么寻找？大咒之大，犹如是大海捞针呐。据说1年之后，大咒中将会出现纪元遗迹，纪元遗迹中有着许多。后面牧尘与灵动也将之前在万木之地大义古老的纸张上得知的事情告知了不朽之主。不朽前辈，你这是要？我本已经陨落，而且我想为当年自己做的蠢事弥补一下。牧尘，你之前传承了我儿的不朽之意，那么我就把我所有的传承传于你，带着我们不朽一族的意志，一定要守护住我们的世界，就看你们了。你叫林动是吧？你修炼祖符，日后集结所有的祖符，也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强大存在。小千世界、大千世界以及整个千元界就交给你们了。这才是真正的不朽之意吗？好强大，比当年的不朽大帝的传承还强，不愧是不朽之主前辈，小辈在此谢过了。牧尘开始慢慢的炼化进入自身体内的不朽之意，这强大的力量至少要炼化吸收大半年时间才能彻底炼化完。随即便使出一气化三清，出现了4个自己的分身，一同盘坐而下，吸收着不朽之意的力量。而有了另外4道分身的加入，牧尘炼化不朽之意的时间大大的加快了4倍。不出意外的话，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将不朽之主的不朽之意彻底的炼化。界外天主，下一次我们见面，你将不再是我的对手。而一旁的灵动也是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开始修炼。虽然没有牧尘这样的强大传承，但至少可以创一个自己新的强大招式，或许日后对敌还能够有多一个强大的底牌。我的族人们，今日就是你们超脱圣品的日子了，你们将会迎来主宰的时代。天族威武！所有的族人听令，随我一同前去，将小千世界剩余的土著们全部击杀。到时候召唤出苍穹榜，让你们的名字写在榜上。是。不好，界外天人族开始大举行动了，想要彻底的将我们灭杀，夺取苍穹之心。大家不要惊慌，就算我们最后牺牲了，也要将界外天人族的人拖一层皮下来。小千世界的蝼蚁们，今日就是你们的末日了。就算今日是我等全部战死，也不会屈服于你们。好，很好，在临死前还能有如此气魄，真不愧是小千世界的第一强者。不过，既然你们不想投靠我们，那就死吧。呵呵，一群蝼蚁而已，还想与我们界外天人族对抗，怕是脑子坏了。上。界外天人族，我星辰大帝死也要拼尽最后的力量。星辰秘法。星辰秘法果然有些强大，不过在本天主面前还是无法入眼。好了，你们这些蝼蚁都去死吧！分相见，世界同生尘天，送真欢，心里儿的泪眼。这小友的天赋果然强大，真的能够在1年的时间里将如此强大的圣火炼化，对于火道的领悟还真是不容小觑啊！就是现在，给我晋升大主宰！这就是大主宰的力量，真是太强了！恭喜小友晋级大主宰啊！多谢冯老。不必客气，不过我也没有想到，你的天赋竟然如此的强大，能够在1年的时间里突破到了大主宰。要是换做别人的话，想要从小主宰晋升大主宰，
至少都要数千年时间。小子，我也是一时侥幸而已，这多亏焚诀功法以及圣火这等奇物，不然的话，我也无法在1年的时间里突破大主宰。虽然在焚诀空间里过了1年的时间，而外面也就仅仅过了1个月的时间。既然你已经修炼完成，那就尽快出去吧。当时一再相见，还是只能。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先去找星辰大帝问问情况。林兄、牧尘，你们也没事，那真是太好了。小兄，没想到我们一出来便遇见了你。你们去哪里了？这段时间，牧尘传承了不朽之主的不朽之意，实力也晋升到大主宰了，真是恭喜啊！萧兄吸收了圣火榜第1的圣光仙炎，实力也晋升大主宰。接下来，我们就算你我一人其中，去对付界外天主，也有自信将其击败了。我们先前往星之大陆看看情况。哪怕再多疼痛委屈也都无所谓。看来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界外天人族显然已经出手，而且将剩下的小千世界强制全部击杀，没有任何一人生存下来，星之大陆也被他们所毁灭。该死的界外天人族，此仇我们不共戴天。而且小千世界的苍穹榜上全是界外天人族留下的姓氏。小千世界的意志已经全部消失，似乎没有了任何的生机以及灵力。看来是界外天人族已经成功夺取苍穹之心，在苍穹榜上留下姓氏来壮大自己的种族之人，真是可恶至极。怪子，这里已经不能待了，我们先回大千世界，再从头记忆。我感觉有大事情要发生了。萧炎兄，我也有这种感觉。随着小千世界的毁灭，感知到整个千元界将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或许大千世界也会有危险了。按照我们的速度，还需要1时半刻。我利用空间组符，将我们直接瞬移到2个世界的连接处吧。那里就是2个世界的通道口了。之前需要3的时间才能通过这个世界通道，而此时在林贝纳空间组符的催动下，一瞬间3道身影就是出现在了另一头的通道。看来界外天人族还没有夺取大千世界的苍穹之心。不过我们也不要大意，虽然大千世界暂时无碍，这也只是暂时的。或许界外天人族已经入侵这个世界，只是还没有大打出手。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千自己的主场世界，我们就看一看大千世界的整体情况吧。大事不妙，如今界外天人族的那些强者，现在正在对无尽火域、古镜、幕府展开全面入侵，我们得尽快回去。该死，竟然跑到我们的世界撒野！他们选择了大千世界的最强势力，将其各个击破，然后再控制整个大千世界，犹如与小千世界一样。此处这片无尽大陆上空充满着血雾之气，便是来自界外天人族。没想到你们大千世界还有如此多的天至尊，可是半步主宰的却没有不出3个，真是让人可惜啊！你们究竟是谁？为何要对我们无尽火域发起进攻？第3等级世界的蝼蚁们就不需要打听我们是谁，因为你们就是即将要死的蝼蚁。一群不堪一击的蝼蚁，死吧！竟然敢在无尽火域的地盘如此放肆，真当我们无尽火域没有人吗？圣品巅峰果然很强，但是对我来说，你们依旧不是我的对手。既然你想死，那就成全你。
副狱主万岁！副狱主万岁！此人竟然在2位副狱主的强大攻势之下没有死，这怎么可能？2位副狱主乃是圣品巅峰的强大存在，竟然对这位老者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吗？实力虽强，但是在我看来，并无法伤到我，可惜了，你们2位死吧。果然是半步主宰境的强者。现在知道晚了，我这就送你们下地狱。狱主大人，你们服下这2枚丹药，这是药尘炼制的，能够快速治愈伤势，而且药尘他们也已经派出丹塔1众前往无尽火域各地救援。你应该来自大千之外世界的强者吧？为何要入侵我们无尽火域？又有什么目的？没想到这大千世界还有半步主宰境的强者，真是有趣了。既然您也是一位半步主宰境的强者，那么我就和你说吧，我们来自第2等级的世界，准备即将吞噬你们这大千世界，获取更多的资源，使我们的种族变得更加强大。听明白了吗？吞噬我们大千世界的资源，怕是你们没有实力。有没有实力，不是你说了算。凭你一人也想击败我，怕是痴人说梦。呵呵，我说过我是一人吗？什么意思啊？什么？竟然还有帮手？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现在你说有没有实力来征服你们这片无尽的大千世界啊？既然如此，看来今日必须决一死战了。狱主大人，他们这些人的实力怎么都看不透啊？他们这些人已经踏入半步主宰境，大家接下来会有一场死战啊！要是大狱主在就好了。所有天之尊听命，随我一同对抗敌人，哪怕是死，也要让对方脱一层皮下来。是狱主大人。哼，垂死挣扎罢了。我本天上神，大道巅峰人，你们若是就这点力量的话，恐怕今日你们都得交代在这里了。我的黄沙万里天，不能人人难忘。月华似水云中月，曾着这丝丝一场，好似红尘相恋，无人当时一别。看样子，这位大千世界的半步主宰有着主场加持，似乎对于我们不利啊。我们一起上解决掉他吧。卑鄙小人！狱主大人，呵呵，此人有些天赋，击杀了吧？难道我萧玄就这样死在这里了吗？对不住了，我的族人萧炎，是先祖没有帮你守护好无尽火域，先祖先走一步了。没事吧？无尽火域狱主，没什么大碍。又是一个来送死士，不过竟然也是一位半步主宰境的强者。但是你们只有2位，而我这边有这么多，你们还有战胜的希望吗？多谢不死前辈出手相救，对方强者众多，就算你我联手也不是其对手。接下来就让我自己来守护无尽火域吧。这是炎帝的地眼。这是什么火焰？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威力！
这是什么招式？这招式应该是炎帝的佛怒地炎莲，没想到萧玄女主竟然也学会了此招，真是一位不输于萧炎的天赋奇才呀！这一招乃是佛怒地炎莲，但是在我这里施展出来，我就名为玄怒地炎莲。你们这些界外天人族的入侵者，今日我萧玄的愤怒全部堵在这玄怒地炎莲上了。去！大家使出全力，我就不信对付不了这朵火莲。当时我身边，他比人容颜后色，一种难以隔绝，却能负你家心绪今生。刚刚是你一人击杀了他们。不要与其废话了，杀了他们吧。世事都是去往未完结，今后只从前，无论从前，相随岁月，无非怕他冷冷哽咽，不语不写，谈谈热烈，既然我认真，不想就有来沧海寻遍，太多爱恨就人心绝。是无尽火域的大狱主，真的是无尽火域的大狱主回来了。炎帝回来了。不死前辈，先祖，这里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接下来由我来解决。萧炎，那接下来的就交给你了。不死前辈，多谢您老能够出手相助，接下来小辈萧炎必定将这些界外种族之人赶出大千世界。我乃无尽火域的炎帝，犯我火域者，皆杀之。我乃无尽火域的炎帝，犯我火域者，皆杀之。我乃无尽火域，犯我火域者，皆杀之。是萧炎那小子回来了吗？萧炎哥哥，臭小子，是小炎子的灵魂力量回来了。迢迢黄沙万里天，又来历日相念。月华日水云如烟，分着河飞人，花过无声叹流连，不忍问尽。是五祖，五祖回来了，太好了，我们有救了。只见桥声叹念，自然忘不了是你儿眉眼。谁又期盼两人从，自无亏欠。空山这幽兰，沧海寻蝶，开头万人中就难周全。如果遇见渺茫天地远，追梦都从前。如果真的是如此，我有一计。目前界外天主应该还没有成功获得大千世界的苍穹之心，所以他肯定还会出现，而且会出现在那里，我们就去那里等他。哦，你是说界外天主会出现在苍穹之地？正是，而且这一次他派出的半部主宰者基本都是入侵我们三大势力，所以这次我们及时赶到，化解了危机。他们没有成功入侵，肯定会直接前往苍穹之地获得苍穹之心。如果他在大千世界待得越久，世界对于界外的强大之物将会形成压制，同时会削弱他的实力。所以他在小千世界将近花了数万年的时间，才成功骗过小千世界对于他的世界压制，将他全部的实力释放而出，才彻底的控制了小千世界。所以他赶来大千世界，必定会有世界的压制，将他的实力压制住。他想要100%的夺得苍穹之心，则是需要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布局，才能骗过世界对他的压制。不过我想他应该不会这么办了，毕竟他们派出的半部主宰境的强者皆是被我们击杀，他会尽快的夺取苍穹之心，毁灭这大千世界。那我们事不宜迟，直接赶往世界之地等界外天主。这一次我们将不会放过他。如今我们的实力依旧今非昔比，虽然他已经获得小千世界的苍穹之心，但是恐怕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实力，突破至最强主宰，应该还是比较难。看来在苍穹之地的本源似乎比大千世界中更加的浓郁。我们到了。难道这棵苍天巨树就是所谓的苍穹之心？原来苍穹之心就是一棵苍天巨树。因为生命都离不开树，所以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生命之树。
既然苍穹之心还在这里，说明界外天主还没有来。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即可。难道是我们想多了？不过据我推算，界外天主应该会来此处。来了，界外天主，我们等你很久了。界外天主，我们等你很久了。你们3人竟然没有死，怪本天主大意了。当时应该让你们的肉体和灵魂全部毁灭掉。不过你们复活过来，也不是本天主的对手，是吗？那么让你失望，这一次我一人就足以将你击杀。有意思啊！手下败将还敢口出狂言，怕是自己不知道怎么死的。又来离人最想念，月华似水映入夜，山脚黑飞过年。你的实力竟然达到了大主宰。不让万人的天野，指尖笑声缠绵，不很容易到是你而云难言。谁又期盼两人从自无亏欠，空山这幽兰放海水可怜，再度暗中只能周全。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达到了大主宰，不过刚刚只是热身，正在的战斗现在才开始。在我遮天法相面前，无论什么招式都是不错。遮天灭日拳，佛怒地炎莲。在融合了圣光仙炎之后，这一招佛怒地炎莲，我看你能否接得下？天灭大洪流。你的确很强，竟然能够将加入圣光仙炎的火莲攻破，不愧是当时击败了我3人的招式。呵呵，你确实比1个月前强多了，我竟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彻底将你们击杀，让你有机会晋升大主宰。不过今日这一战，我不会输，而是你们会死。魂技。看样子似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要出现了，而且恐怕其境界已经达到了最强主宰层次。我想这应该不是什么法身。据当初不朽之主所说，大咒之中只有10座原始法身，而我看着看似与法身相似的东西，或许是魔像。怎么样？现在感到害怕了吗？这是我的最终底牌，本来不想施展，不过你们也很荣幸能够看到暗黑魔像的威力。我承认你们的天赋很强，但是在暗黑魔像的眼前，一切都是蝼蚁。魔像之刃。我一人应该可以，不管魔像多么强，我炎帝萧炎也有后招。佛怒轮回。萧兄的力量似乎强大到已经超越我了。什么？竟然可以与魔像之刃对抗这么久，该死！没想到，在我融合了大千世界所有的圣火之后，也只能有着与你对抗的实力。想要击杀你确实有些难啊！大千世界的小子，你已经彻底的惹怒了本天主。接下来，我便施展出暗黑魔像的最强之力，来彻底击杀你。暗黑大帝，请赐我无尽的暗黑之力吧！魔像似乎变得更强了，而且这股力量并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如果这股力量一旦爆发，那么整个苍穹之地将会被毁灭，到时苍穹之心也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力量，导致受损。这就是我最强之力，你们3位受死吧！暗黑魔幕灭。炎神，大前分，太虚不安。
怎么回事？这股力量惊人的可怕。这些力量怕是来自大千世界的大地深处，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炎帝、五祖、墓主的气息。不过，在他们三人的附近，还有一道极为惊人的气息，似乎正在激烈的交战。难道是之前界外天人族的最强者？大千宫所有人备战！不好，这样下去，我们三人会被这股暗黑之力击杀。你们不是我的对手，在暗黑魔幕之下，你们都得灭绝。太初世界体，五祖化魔环。暗黑大帝赐我更多的力量。这场战斗可比当年炎烈、五祖、陆尊三人联手战天邪神时更加的震撼与激烈。给我破！与本天主对抗就是死，今日我便要让你们彻底消失。萧兄，萧兄！就在灵动与牧尘在想办法的时候，魔海之中炎之地深竟然没有消散，萧炎依旧立于地深的眉间处，因为这时在炎之地深之中流淌着另一种力量，就是焚诀的力量。这是刚刚的对碰中，萧炎催动了焚诀功法，没想到真的能够抵御魔海的暗黑之力。焚老，小友，看来你遇到了很强大的对手啊。焚老，此人来自第2等级世界的强者，如今我的实力晋升大主宰，可是依旧不是对方的对手。对方所施展出来的力量，足以堪比最强主宰，我似乎依然无法战胜他。确实对你来说，他刚刚施展的力量不是你能够对抗的。他所拥有的魔象化魔目，乃是魔象之中第3魔技，拥有暗黑之力。以你如今的实力，无法与之击败。焚老，你乃是焚诀之灵，这焚诀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焚诀的力量竟然可以抵抗暗黑之力。小友看来也是发现了什么。好吧，既然如此，我便将焚诀的一些秘密告诉你吧。你刚刚催动焚诀之力，逃过魔海的吞噬，是因为焚诀不单是焚诀，它还拥有着一股奇特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抵抗所有属性的其他力量。你所认为的焚诀仅限于融合大柱间的所有火焰，它还有着其他的强大功能。之前你在圣仙之主那里听说过，每一道神火之中都有一道神技，而焚诀也是如此。焚老，你是说这焚诀功法还有神技？正是，焚诀之中存在着一道名叫焚神诀的奇特神技。焚老，修炼神技不是得纳入神列的神奇才能修炼吗？确实，大部分的神技都需要神奇才能修炼，不然被神技之力反噬，轻则重伤，重则陨落。不过，由于焚诀开始就选择了你，所以焚神诀神技你可修炼。这就是焚神诀这道神技的特殊。小友，现在知晓这道神技的技能了吧？我现在就将焚神诀传授于你。想要快速领悟焚神诀那么不可能的，你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领悟这神技的精髓。终于将地眼分离出来道路，地眼融合。这一次的融合必须要成功，如果不成功，那么大天世界将会彻底的被界外天主毁灭，自己身边的重要之人也是死去。这位小友不简单啊，对于火焰的造诣竟然达到了那个意境。这火焰印记一出，怕是这位小友已经触碰到了那个意境的门槛了。成功了，快出去吧，外面的战况似乎非常不妙。看来我们又要败了，萧兄已经牺牲，我等也不能怕死。既然我们三人皆是大千守护者，那么拼死也要守护到最后。
枭雄，原来你还没死，真是太好了。你们2人服下丹药先疗伤，接下来就交给我了。萧炎兄应该有他自己的办法。刚刚从魔海瞬间被火海焚烧殆尽，我便感觉到此刻的萧炎兄体内肯定发生了改变，而且刚刚的地炎能量比起以往的强大了数倍不止。界外天主，你入侵我大千，还想夺取苍穹之心来毁灭大千，今日我炎帝萧炎将会彻底将你击杀。没想到你竟没有陨落，而且还攻破了我的魔海，你究竟做了什么？受死吧，界外天主！这究竟是什么力量呢？哼，装神弄鬼！既然魔海都无法击败你，那么就让你尝尝暗黑魔幕的最强招式——暗黑大帝，请赐我魔幕之源。让你尝尝巨同源的可怕力量。不好，我们的世界之力正在逐渐变成暗黑本源，如果彻底的转变成暗黑本源的话，我们也将会永远的在这暗黑本源之中出不去了。这招我称之为毁灭炎神。巨源童，该死，这是什么力量？竟然可以让暗黑之源都无法将其击败！给我破！该死的巨源童！枭兄赢了吗？魔像的第3魔技也无法击败你，难道我本天主就这样栽在了下等世界的土著手中了吗？我不甘心啊！我天人族不能败，既然你赢了我，我也要拉着你陪葬。那是小千世界的苍穹之心，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这才是真正完整的苍穹之心？怎么回事？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改变。我感觉到此时世界的灵力越来越浓郁了，还有世界意志，那是世界之力。世界之力似乎变得更加浓郁了，而且非常的强大。完整的苍穹之心果然厉害，竟然有如此之奇能，不愧是世界的核心之物。枭兄，你刚刚所施展的是什么功法？竟然能够将地炎分离2道一模一样，而且再次融合之后，竟然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刚刚我所施展的是一道神技，名叫焚神诀。神技焚神诀，神技乃是斗技之上的技能，可以说那是只有神才可以修炼的神之技能。我如今可以修炼，那是因为我修炼的焚神诀便是焚诀之中获得，因为焚诀任我为主，所以可以勉强的修炼神技，不被神技反噬。刚刚我也是第一次施展，就把我体内的世界之力全部消耗殆尽。神技对于自身的力量有所要求。哈哈，枭兄果然了得。林兄与沐尘，你们日后也将会达到更强的地步。这一次使我们3人合力终于击杀了界外天主，不然以我一人之力，恐怕办不到。接下来我可能会继续修炼，狱中的事情还是由我的先祖萧玄担任狱主之位。这里有我炼制的仙品丹药，聚乙丹可以帮助你们快速感应到世界的意志，召唤苍穹榜。如今你们的实力也达到了圣品巅峰的尽头，有机会去尝试操脱圣品之路了。多谢大狱主大人。小家伙，没想到你的炼药术已经达到如此的境界，就连为师都追不上你了。老师，当初要不是你的教导，弟子恐怕也无法成就如今的我。小友，看来你的实力又精进了几分。
粉老前辈，你就叫我萧炎吧。好，萧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毕竟千元界的资源有限，想要提升实力，必须在其他世界之中磨练。我准备打算去纪元遗迹，在那里面或许对自己是一种历练，还可以遇到大宙中更强的对手，以及一些强大的神秘至宝或是传承也说不定。只不过这次小千世界被界外天人族入侵，所有的生灵全部陨落，就连星辰大地也。没想到你还那么重感情。放心吧，大宙很大，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日后变得更强大起来，小千世界被那些被毁灭的生灵，皆是可以全部复活。什么复活？什么复活？大宙之中的任何生灵皆是有生有死，这是生命的法则。但是死而复生确实是违背了生命的法则之根本。不过，如果你能够成为这万物法则之上的掌控者，或许就能改变现在大宙中的任何一种法则，生与死都尽在你的一念之间。成为万物法则之上的掌控者，那会是什么样的存在？以后等你纳入神列，成为一名神奇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知晓。现在知道了，对你并没有益处。只有超脱主宰，被纳入神列，才有机会让小千世界那些原本死去的生灵彻底复活。超脱主宰，纳入神列，粉老你究竟是谁？为何知晓那么多关于大宙的事情？我虽然是一道焚诀之灵，但是焚诀乃是一道神秘强大的功法，而创造焚诀的主人，那名声则是响彻整个大宙，所以我自然会知晓大宙的某一些信息。还有半年左右，纪元遗迹就会开启，里面会是一个很好的历练之地，并且其中有你所需的大宙神物。大宙神物，神火。没错，大宙中总共有9道神火，这一次的纪元遗迹就是最好的机会，运气好的话，炼化神火，你的实力将会大大的提升一个全新的层次。只不过想要神火的人不止你一人，其他世界的强者都会前来夺取这样的大宙神物。如今我已经融合了20道大千世界的圣火，如果之后能够收服炼化大宙的神火，那么自己的修为实力都会更是一层楼。日后要是谁要入侵我千元界，必须问一问我。不愧是焚诀所选中的人，我非常看好你哦。接下来距离纪元遗迹开启只有半年时间，你可以将焚神诀再度修炼极致，去探索发现一下焚神诀第3诀。焚神诀的第3诀，粉老，第3诀难道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吗？我也只知道这第3诀或许能够让你的战力提高数倍不止。闻言，这第3诀似乎是属于某种提升自身战力的强大神技。萧炎决定继续熟悉焚神诀的神技，并探索第3诀的强大性。灵动和沐尘也刻苦修炼，为即将到来的纪元遗迹做准备。在5个月的修炼之后，千元界的世界意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萧玄、不死、青山剑圣和擎天4位强者相聚，感受到了苍穹榜的强大意志。你们3位感应到了苍穹榜的强大意志了吗？似乎此时的苍穹榜变得更强了。难道这才是完整大界的苍穹榜吗？少年泪到天涯都飞，一日不如一日不悲，让雨去吧。看来想要在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姓名，我们目前还是无法办法。看来想要踏入主宰境，怕是又要落空了。看来我们4人还需要下把劲啊，不然我们可要被炎帝、五祖、木主甩得更远了，哈哈哈。少年泪清风碎，46岁，一束去匆匆流去，不敢伤泪。这第3诀实在是太难了。萧炎，你可知足吧？这焚神诀要是换作是别人修炼，就算是修炼100年、1000年都无法领悟第3诀的门道。而你能够在这段时间里这么快速的领悟第3诀，足以说明你的领悟能力极强。在你这修炼的这段时间里，千元界已经达到了鼎盛状态。那4位半步主宰境强者召唤出了千元界的苍穹榜，其世界伟力可不是当初你们召唤大千世界苍穹榜可比拟的哦。而且虽然你们之前在大千世界的苍穹榜上留下完整的幸免，不过随着千元界的诞生，你要重新再召唤一次千元界的苍穹榜，重新在其榜上留下完整幸免，你的实力将会达到大主宰巅峰。完整的苍穹榜吗？那么距离最强主宰又是进一步了。粉老，我也不在这里逗留了。与此同时，
灵动和牧尘也急速前往苍穹榜出现的区域。他们在过去的5个月里都有所进步。灵动创造了一招比大乾坤更强的招式，是他这次修炼的最大成就。为了变得更强大，牧尘也自创了一个强大的招式。他们明白纪元遗迹即将迎来强者的挑战，他们必须全力发挥自己的潜力，才能与其他世界的强者抗衡。炎帝、五祖、墓主，你们也来了。我萧族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后辈啊！先祖见笑了。这应该就是千元界的苍穹榜吧？似乎其中的世界伟力更加的强悍了。炎帝、五祖、墓主，你们3人去试一下，如果能够在完整的苍穹榜留下姓名，那么自身的实力又会精进不少。萧炎，去吧，先祖相信你，哈哈。你敢信？眼前这3人竟然互相打起来了！没想到这完整的苍穹榜世界意志如此强大，不过就算强大，我萧炎也一定要在其榜上留下姓名。千元界的苍穹榜上闪耀着3个完整的姓名，这几个字散发出令人震惊的力量，这就是真正的大界之力。萧炎、灵动和牧尘的实力得到了巨大提升，他们3人已经成为了千元界的最强守护者。恭喜炎帝、五祖、墓主。秦公主，你们要不了多少时间，也会踏入真正的主宰境，成为千元界的主宰者。对了，秦公主，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不知萧兄所说的是什么建议？我想将大千宫的名字改成千元宫，并将无尽火域、五境、幕府加入其中，组成一个史上最庞大的势力，象征着千元界的和平。萧兄的这个建议很好。距离纪元遗迹的开启不到1个月时间，所以萧炎、灵动、牧尘3人开始与自己的妻子儿女进行了最后的道别。萧炎哥哥，我和彩玲姐还有萧林一起等你回来。武境的事情我已经交代给小雕、小炎他们了，日后我灵动将会成为大周有名的强者，你们等我回来。再见了各位，我牧尘会回来的。萧兄，还好有你之前的想法，创立千元宫，才让我们的千元界的战力再度达到了全新的鼎盛状态。我也是临时想到了这个想法，毕竟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相融之后，必须要一个类似之前的大千宫这样的联盟超级势力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够整合千元界的最强战力，抵御界外势力的入侵。不愧是萧兄，秦某实在是佩服啊。哪里的话，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3人的实力又一次提高了小境界，但是接下来千元界就由你们来守护了。那么秦天兄，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下次遇见你们的时候，将会是在什么样的新高度呢？炎帝、五祖、墓主，我今天也不会落后，一定会追赶你们，护我们千元界。混沌之中，空间剧烈的波动，3道流光跃出，最后化为3道人影，便是萧炎、灵动、牧尘。萧炎3人望着这里混沌的虚空，因为这里的空间已是千元界的尽头，再往前的话，就会看见大界的薄膜，在薄膜之外，便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虚无空间，而这虚无空间称之为咒海，而咒海之中时常有着大咒风暴，其中所蕴含的风暴之力，能够轻易的撕碎一名主宰境的强者，所以没有任何的生还可能。萧炎他们必须乘坐咒海之中的穿梭工具才行，而这穿梭工具就是之前不朽之主所说的方舟。看来这艘方舟在大千世界分裂时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体型非常庞大。走吧。这方舟装备好像很齐全啊，究竟是谁创造的这些穿梭工具？出发，纪元遗迹我们来了。我有个提议，我们可以以彼此为强大的对手进行训练。如此甚好，我们3人还没有真正的一起比试过，如今有这机会与萧兄和林兄比试，我牧尘感到荣幸啊。我林动当年与萧兄比试过一场，那场面堪称大战，虽然没有分出胜负，但是比试的过程令人舒爽。今日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林动可是会全力以赴。能与五祖墓主交锋，我炎帝真想知道我们之中谁最强。准备好了吗？再来。
分着和碎，好成朋友，不容忍。再相见，不愧是地炎之火，八祖琉璃体。八祖琉璃体的力量，又让我见识到了光明币。林兄、沐尘，你们的确很强。林兄的八祖之力所凝聚出来的攻势，果然强大的深不可测。痛快，萧兄、沐尘，接下来才是我们分出胜负的关键，你们可准备好了？好，那我们便一起施展最强之力。萧兄、林兄，让我们的战斗进入到最后阶段吧。炎神，太初晚。这一次跟风造极的战斗，最后在3人喘息之中落幕。3道身影疲惫的身躯躺在修炼室的地面上，此时的地面早已破烂不堪，不过并没有彻底的被崩裂。这种特殊材质建造的方舟，确实非常的耐得住强大的攻击。林兄、沐尘，这一场战斗实在痛快极了。萧兄不愧是萧兄，奈何我们如何施展最强进攻，还是无法彻底将你击败啊！不过这一场比试，也是除了当年我与你一战后最痛快淋漓的一战。能与萧兄、林兄对战，是我沐尘的心愿，而这心愿也让我彻底的了结，着实兴奋激动。恢复好自己疲惫的身躯，重新换上新的衣袍。这段时间的3人比试，已经让他们的体内世界本源之气更加的稳固饱满，比起之前的实力更加的强悍几分。就在这时，千元方舟上的萧炎、灵动、沐尘则是极度凝视着前方的方舟，似乎是见到千元方舟。这一艘巨大的方舟速度开始变得缓慢下来，向自己缓缓靠近。你们好，我们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大元界，在下郭元峰。大元界，我们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千元界，萧炎、灵动、沐尘。原来也是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守护者啊，真是有缘啊！郭兄为何也会在这里出现呢？萧兄、林兄、沐兄，我想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的。马上纪元遗迹就要开启，将会有诸多强者前往，所以我们也是不例外。正如郭兄所言，我们也是前往纪元遗迹。那太好了，这一次前往纪元遗迹的有很多强者，就连第2等级世界的那些守护者都会出现，而且距离纪元遗迹还有一段路程，我们可以一起，因为咒海之中时常会有大咒风暴，可以有个相互照应，不知意下如何？正当郭元峰准备进一步和萧炎他们所言甚欢的时候，竟然又有一艘巨大的方舟正朝着这边急速靠近。元峰哥，果然是古巴界的那些人，真是可恶。哟，好久不见啊，元峰。呵呵，古巴威没想到又遇见你了。哟，花妹和依林都在啊，古巴哥可是很想念你们哦。滚吧，别逼老娘出手。哈哈，依林妹妹还是如此的有个性，巴威哥太喜欢了。看什么看，小心给你眼睛挖出来。够了吧，古巴威，你身为古巴界的最强守护者，居然如此有识君子风度，这也未免太让人耻笑了吧。原来这里还有其他世界的主宰者，但是这实力似乎有些太弱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3位是第3等级末尾的千元界守护者吧？难怪实力只在大主宰巅峰层次。对于我们是第3等级世界之首的古巴界，你们在我看来实在是蝼蚁不如啊。呵呵，身为第3等级世界之首的古巴界最强守护者的眼界也不过如此，还以为其他世界的强者有多大格局，原来无论在哪个世界之中，自大轻视别人，看人低的人都是有存在啊。有意思，无知的人让我有些意外。既然如此，那便让我试探一下你的实力是否可以和嘴巴说的那么硬气。元峰，你古巴威，不要仗着你是3界之首的最强守护者，便可以欺压其他人。要知道，你们古巴界能够挤入第3世界之首位，则是依靠着那个神器大界为凭。如果没有了大界为凭，你觉得你们的古巴界还会是3界之首吗？呵呵，算了，不与你们一般见识。我古巴威可不是来与你们打架的，
在没有进入纪元遗迹中之前，这次就饶了千元界的3位蝼蚁。下次在纪元遗迹中相遇的话，那么就不好意思，别怪我们出手。元丰，你我也已经相识数万年了，这一次想要在纪元遗迹之中夺取各大至宝神器和强大的传承，则是非常困难。要不要进去之后，你们跟随我们古霸界，如果到时候寻到一些至宝，可以分你们一点哦。我们大元界想要夺取纪元遗迹中的至宝，还需要和你们合作。你们这些古霸界的人，我们可是很清楚，如果和你们合作，恐怕我们都没有好下场吧。古霸威，你以为这次来纪元遗迹的主宰境强者只有你最强吗？听说这次的纪元遗迹开启，连第2等级世界的那些最强守护者都会出现，而且就连天元界的人都会出现在纪元遗迹。能够让我忌惮的人，在第2等级世界中不出10人，只要不是天元界6尊之神的那些怪物出现，我古霸威的修为已达到最强主宰境界，除了他们，没有怕过任何人。是吗？你可不要忘了，当年将你击败的天人界最强种族的那位幽阴主，似乎这次也会出现在纪元遗迹，所以你最好还是小心些，不要半路被截胡了。有些事我劝你最好不要提，不然祸从天降，你明白吗？祸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我身上发生的。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在纪元遗迹见，到时候你们大元界的人一个都逃不了。我们走，我们走。萧兄、林兄、穆兄，刚刚这位古霸威出言不逊，你们可不要放在心中。我们不会放在心中的，否则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就好，距离纪元遗迹开启也快了，我们也抓紧时间赶往吧。我们启动方舟，跟着你的方舟前进。时间又过去了3天，这3天的时间里，并没有遇到什么大骤风暴，非常稳定的行驶着。行驶到一片区域的时候，这里的感觉让人不适。萧炎总感觉这太过安静了，也就是这种安静下，隐藏着危险。宙海本就是虚无，安静也很正常，但是从感觉上，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郭兄，小心一些，我感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好，我也感觉到了。加强方舟的防御。是。千元方舟和大元方舟急速行驶之时，突然间在他们的遥远前方有一团灰色云雾。这不是云雾，是大骤风暴。看来我们遭遇到大骤风暴了。我们把方舟尽量偏离原先行驶路线。糟了，这大骤风暴好像要改变方向。萧兄、林兄、穆兄，大骤风暴的能量太强了，我们必须联合，或许才能躲过这风暴。准备催动防御屏障，需要全力催动。大骤风暴的乱流疯狂冲击方舟的防御罩，方舟摇晃不定，但在众多主宰者的合作下，他们成功抵挡住了乱流的冲击。终于脱离乱流风暴了，否则我们都会死于这风暴之中了。多谢了，如果这次没有与郭兄同行，恐怕我们将会陷入这次大骤风暴的危机中了。哪里，我们这次也依靠了你们的力量，不然我们想要脱离风暴乱流也十分的困难。那我们继续急速行驶吧，过了这宙海乱流的区域，应该不会有风暴了。纪元遗迹的开启会引来许多主宰者，千元方舟跟着郭元丰的方舟来到了一片区域，而此时这里的区域已经有数艘方舟先行抵达此处。没想到你们这些蝼蚁也来到这里了。等下进入纪元遗迹之中，你们就不会如此猖狂了。萧炎、灵动和沐尘凝视着那3艘巨型方舟，他们清楚地看到方舟上写着的几个大字，一艘方舟上写着天星，另一艘写着天人。这艘方舟上的那俩大字很熟悉，也是之前经常听到的一个大界，同时这个大界乃是在第2等级世界中排名首位，便是天元界。终于见到了天元界的方舟，他们不知道是否能够遇见元尊周元。萧兄、林兄、穆兄，看来这一次不仅只有我们第3等级的3大界，还有第2等级的3大界也都来了。看来这一次想要获得更好一点的至宝，看来是没有什么份了。他们很强吗？不过最让我鸡蛋的是天元界的那位为首的男子，给我们的感觉非常之恐怖。天元界乃是第2等级世界的首位，其实力之强不可想象，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进入神纪元，其中的修炼资源更是提高了一个新高度，同时也诞生了诸多主宰境强者，也是他们天元界所说的圣者境。圣者境。
对，圣者境是他们天元界的境界划分，但是来到大宙的话，他们的圣者境就相当于是主宰境，而且此人实力非常之恐怖，恐怕已经达到了3连圣者巅峰，也就是最强主宰巅峰，所以就连我在其面前都是无法抗衡。因为在最强主宰中还划分初期、中期、后期、巅峰，我的修为在初期，更何况对方是巅峰级别的存在。而另一艘方舟则是来自天星界，天星界在第2等级之中，稍差天人界，不过这次来的人应该是天星界的法星殿中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实力同样是最强主宰境界，我还是毫无胜算。天心界吗？天人界这个大界之中有诸多强大的种族势力，这次出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天人界中势力最强的种族。天人界中最强的种族，之前的天人族看来在天人界之中并不是最强的种族。原来还有比天人族更强的种族势力，看样子这次的纪元遗迹变得精彩起来了。天人界有10大种族，而最强的是幽鹰族。幽鹰族的首领实力超越了最强主宰境，甚至可能已经触及更高的境界。幽鹰族这次派出的强者也是一位最强主宰，其实力仅次于天元界，所以一样的很棘手。这次我们进去要小心一些，这幽鹰族的人非常之阴狠手辣。有朝一日，我们定会成为大宙中的一方神奇强者，踏平曾经入侵我们世界的种族。忽然就在此时，这片宙海微微一震，能够让宙海这个虚无空间有影响到的情况几乎是没有。如果真能够让这片宙海有所震荡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纪元遗迹开启了。方舟上的所有众人也感应到了这片区域的异常，但是众人表现得并不惊慌，因为他们知晓这就是纪元遗迹开启的征兆。随后一道刺眼的光芒自宙海的某一个起点上迸发出来，直接照亮了原本黑暗的这片宙海。看来纪元遗迹已经开启了，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纪元遗迹是哪一个世界被破坏后留下的遗物。西哥，不管是哪个世界，既然是能够是神纪元的世界，必定里面的东西皆是不凡。哈哈，这一刻让我等了很久了，希望能够在其中找到强大的至宝。神纪元世界的遗产我来了。元丰，万年前我古霸界能够获得纪元遗迹中的至宝，那么这一次我古霸界依旧可以在其中夺取其他至宝，所以我古霸界永远是第3世界的守卫。这便是纪元遗迹吗？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世界本源之气？萧兄，你们有所不知，你们看到的还只是纪元遗迹1/10都不到，这山峰只是纪元遗迹的某一座山峰，等下我们进入到那个洞口之中的时候，才能进入到整个纪元遗迹中。原来这巨大的山峰还只是一小部分，而且仅仅这一小部分就有着如此浓郁的世界本源之气。如果进入纪元遗迹之中，那么是不是世界本源之气都是无比的粘稠呢？忽然，宙海中的虚无空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撕裂开来，众人感到一股令人战栗的力量从虚无空间传来，他们转头看向被撕裂的空间缝隙，一艘金光四射的巨型方舟缓缓驶出空中缝隙里，方舟上散发出强大的神圣气息。众人惊讶地看着这艘巨型方舟，意识到这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的神奇联盟的方舟。各位，不好意思了，我乃是神奇联盟的使者，赐这纪元遗迹中有我神奇联盟想要的一样东西，希望还请各位见谅。原本这纪元遗迹的出现，我们神奇联盟都不会去干涉，但是这一次我们神奇联盟只想在里面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至于其他的至宝或者强大的传承，你们还是可以看自己的本事随拿的。没想到原来是大宙中那超级霸主势力的神指联盟使者竟然也会出现，这让我都是极为的意外了。但是你们神指联盟资源已经是那么的丰富强大，还会缺你们神奇联盟所需的东西吗？还是说你们要找的东西不是一般的至宝，应该是级别非常高的某样东西？你是天元界的人，难怪用如此口气与我说话，一般人见了我们神奇联盟的使者都是毕恭毕敬，唯有你们这些天元界的人似乎无法做到这般。还是说你们的大界进入神纪元之后就有实力与我这般说话了呢？就算如今的天元界是第2等级之首位，其中诞生了6尊之神又如何？我玲玲也有把握战你们6尊之神。你们天元界唯一让我忌惮的是那位最强之神元尊，不过似乎你们这位最强之神元尊并不在天元界，而且你们6尊之神中有2尊也离开了天元界，就一直没有回来过。目前天元界应该只有4尊之神了，这样的实力放在第2等级确实是首位，但是放在第1等级世界，那么你这天元界的底蕴实在是太差了，就连末尾都排不上号。
元尊，如果出现在这里的话，可没有你说话的份。神智联盟虽然确实是大宙中的霸主联盟势力，其敌人之强难以想象，就连低等级中的那些诸多神势力也想加入其中。但是我们天元界可不会与他们一般，为了更强的力量，都要投靠你们神奇联盟加入你们当中，而我们天元界的气运强弱，可不会被你们神智联盟操控。硬气！天元界果真与其他大界不同。今日我就把话抛出来，如果想要违抗或者对抗神奇联盟，那就是一个字：死。呵呵，天元界的人有胆魄，希望在纪元遗迹中你们也是如此。我们在纪元遗迹中见，希望你们手中到时候有拿到好的至宝，到时候请让我过目。萧兄、林兄、穆兄，我们先行进去了，我们在纪元遗迹中相见。林兄、穆尘，我们也该进去了。不知道这纪元遗迹中究竟是什么至宝会如此吸引人，还真是令人期待啊！这纪元遗迹很特别啊。我们进来的所有人都被传送到不同的位置上，而且刚刚我已经用主境灵魂探测过，这个遗迹虽然是神纪元世界，但是面积则是只有一块大陆的大小。只有大陆大小？这不是神纪元世界吗？一个世界只有那么大吗？不对，这纪元遗迹不是它本身就是大陆的大小，而是被某种力量给强行破坏毁灭。而这次纪元遗迹的出现，应该是整个神纪元世界被破坏后留下的其中一个大陆。萧兄的意思是，这个纪元遗迹只是神纪元世界的一小部分。正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将神纪元世界给破坏成这样，而且破坏的密度如此之高？那如此说来，神纪元世界被破坏，必定是无比恐怖的强大存在将其这个世界摧毁。依我猜测，这纪元遗迹能够被破坏，应该是这神纪元的世界中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神战，不然也不会将这个神纪元世界摧毁成这般程度。大致了解了这里的遗迹面貌后，萧炎等人便把目光望向正前方一处地点，因为在那里有着很弱小的能量散发，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到达那片区域才能知晓这股如此弱小的能量究竟是什么东西。随着三人来到这里，之前的那道微弱能量波动也稍微变得明显了一些，但还是很微弱。就在萧炎三人准备迈开步伐的时候，在他们眼前不远处的一个小坡处，有着一股气息。你是何人？为何会出现在纪元遗迹当中？这次进入纪元遗迹的众人之中，可没有见到过你这张脸，似乎应该不是第2等级世界和第3等级世界的人吧？唉，我叫吴雪，确实不是来自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的人，我来自第1等级世界。第1等级世界的神为什么会来这里？而且你是刚进来的，身上的伤势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是这次进入纪元遗迹中的，我是上一次纪元遗迹开启时就进入当中的。上一次的纪元遗迹开启距离现在已经过了数万年的时间。万年前，我与几位和自己协同的同伴进入这纪元遗迹，在这其中，我获得了非常多的至宝，也遇见了一些强大的传承。只不过可能是我的命运不好吧，被自己的同伴出卖，又受到其他强大势力强者的追杀。所以你才留在纪元遗迹当中，你的同伴顺利继承那位神奇的传承，离开了这里。不过我也很庆幸，在最后的那一刻，自己被留在了纪元遗迹当中。很庆幸。自从被同伴背叛自己后，我重伤从他手中逃出，由于自身受伤较重，我找了一处极为隐秘的地方养伤。经过几天之后的调理，伤势稍微有所恢复，便是在这处地方四处巡视看看有没有我那同伴的身影。最后自己却无意间进入了一处非常神秘的山洞中，在山洞里面，我感觉到一股极其特殊的力量不断的涌入我的体内，令我非常的舒适。最后我发现这股散发出奇特力量的东西竟然潜藏在山洞的地底深处，是一颗苍穹之心。什么苍穹之心？这不是世界的核心东西吗？正是，这片纪元遗迹本就是神纪元世界当中的一处大陆，可能这座大陆中便是苍穹之心所在的大陆。也就在我发现苍穹之心的时候，突然在山洞外有诸多强大的强者出现，
将我围剿。这些人想要拿走苍穹之心，但是我没有给他们，他们就对我发起了强大攻势。最后我拼尽最后的一丝力量，认为自己无法逃脱的时候，突然纪元遗迹的关闭时间到了。随着遗迹的强烈震动，这些强者无奈只好放弃夺取苍穹之心，撤离了遗迹当中。而我最后也被彻底的留在遗迹当中，直到这一次的纪元遗迹开启，我才清醒过来。原来你竟然在纪元遗迹中待了那么久，但是你的伤势好像还是没有真正的完全恢复，这又是怎么回事？因为只要有人没有离开纪元遗迹的话，随着遗迹的关闭，里面的所有生灵都会被冻结时间，无法动弹。原来如此。我吴雪天赋异禀，当年失去的东西，我将会一步一步的要你还回来。你们应该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修炼者吧？没想到你还是一位炼药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的炼药师等级已经算是一位仙品炼药师了。吴雪姑娘了解炼药师。在我们第1等级世界中，有着一座最强的炼药圣地，同时也是所有炼药师的梦想之地。就算你此时身为一名仙品炼药师，在那所谓的炼药圣地之中，也只能算是中流砥柱。仙品炼药师还只是中流砥柱的话，那么这最强的炼药圣地的炼药术究竟达到了何等恐怖的高度啊？怎么了？没什么，我先走了。日后如果你们进入第1等级世界中，或许我们还会再见。看来这位叫吴雪的姑娘实力很强啊。我们也走吧，继续前往。这里的环境怎么与刚刚那些区域不同？而且我刚刚用灵魂力量探测过，方圆万里内外，只有这里是这样生机勃勃的环境，其余的地方便是寸草不生。这里的气息有些异常，一下子出现，一下子消失，这里肯定有着不同寻常的东西。萧炎，这里应该有你之前感应到的微弱气息能量波动，只不过很难捕捉到，你们可要注意了。我们继续前往吧。这里怎么会有一座如此古老的宫殿？看外观已经很久很久了。应该是以前神纪元世界某个大陆上的势力吧。随着神纪元世界的毁灭，部分建筑也遗留了下来，而且刚刚的那股古老气息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走吧，我们进去看一看，说不定有什么收获。林兄，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应该是祖师感应到了什么东西，才使得他爆发出如此强烈之感。我明白了，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让祖师有这样的反应，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座宫殿之中有第9道祖符。原来如此，既然祖师有反应了，那么这宫殿之中必定有祖符的存在，我们一起林兄找一下。我可以感觉到，这第9道祖符明明就在这宫殿中，但是为什么就无法找到或是感应出祖符的具体方位呢？萧兄，是有什么发现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明明这祖师有强烈的反应，而我们不管如何找都无法找到，这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说在这宫殿中的第9道祖符是时间祖符呢？时间祖符？哦，时间祖符，时间对不上。对，正是时间对不上。时间祖符的力量或许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知。如果我们刚刚所感应到的古老气息是以前的时间祖符，或是未来的时间祖符，又或者是上1分钟的时间祖符，又是下1分钟的时间祖符呢？萧兄所说的意思是，前不久我便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一丝微弱的能量波动，随即来了之后，这股微弱的能量波动又消失了，随后这股微弱的能量又出现又消失。其实据我推测，并不是它消失，而是我们所感应到的这股能量波动是过去式的时间祖符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气息，所以时间祖符一直存在于这座宫殿中，而且就在我们周围，只是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下一次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哦，明白了，原来如此。哈哈，不愧是萧兄啊，看来你说的果真不错，只有这原因才符合时间祖符的能力。不过话说回来，那这道时间祖符该如何寻得呢？虽然我们知道了时间祖符的能力，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将其找到吧。萧炎兄是否已经想到什么办法可以找到这时间祖符的具体存在位置？我的这个办法是这样子的，既然这道宫殿中的祖符是时间祖符，那么这道祖符的能力必定和时间有关系。时间祖符可以利用时间之力将时间轴线不断的变化，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将其找寻出来，
不过却能够让时间祖符自己现身。让时间祖符自己现身？林兄，你既然是修炼祖符之道，应该明白祖符之间的存在关系。实在是高明啊！萧兄的意思是让我同时召唤出8道祖符，再利用祖石的力量，将8道祖符的8种属性力量全部融合，再将这融合后的最强力量爆发出来，将这第9道的时间祖符引出来，是吗？只要林兄你现在利用祖石将8道祖符融合，就会得到无比强大的祖符之力。如此一来，就算时间祖符隐藏不出来，恐怕感受到这么强大的祖符之力，也会乖乖的现身。怎么回事？刚刚那股奇特的力量应该就是时间祖符才对，为什么却没有见到时间祖符呢？好诡异，刚刚我们是否被什么力量给侵袭了？虽然不是很明显，要不是我体内的地炎散发出炽热的灼烧感，恐怕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如此玄奥的力量无意间的入侵了。那就是时间祖符。这是时间之力吗？很奇特，很强大。萧炎兄，需要我们出手帮助林动兄吗？应该不需要，就算我们过去也无济于事，还会将我们给禁锢了。而且林兄本就是修炼祖符之道，他应该有办法。时间之力竟然能够将一部分的区域全部禁锢了，真是太玄奥，太强大了。没想到竟然有人类能够将8道祖符集于一身，真是大开眼界了。而且就连祖石这等大咒中的神器都被你驱使。神器？祖石竟然是来自大咒中72大神器之一。呵呵，原来还不知道祖石的真正来历啊！也难怪你到如今还没能将祖石的力量发挥极致。那这祖石在72大神器之中排行多少名？祖石虽然能够制衡多种祖符的强大力量，可是在72大神器榜中连前70都进不了，只能排在70开外。我记得应该是排名第71名。他们吃惊的不是祖石排名太靠后，而是在72大神器中能够跻身成为第71名，足以让他们3人震惊连连啊！林兄真是有个好宝贝啊！这是一件神器吗？但是为什么在当年我还是淬体境修为的时候，便能够催动其中的祖石力量呢？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等你日后自己再去发现吧。我只能告诉你，只要将这颗祖石的力量彻底爆发，将会彻底的超越前所未有的强大存在。那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些事情呢？你可是时间祖符，我定会将尽收服。呵呵，告诉你也是因为你让我很吃惊，一人能够集结8道祖符之力，放眼整个大洲也不超3个，而你便是第2个拥有如此多祖符的有缘人了。哦，不出3个，我是第2个人，那么第1个人是谁？那第1个可不是现在的你能够提及的传说存在，日后等你获得祖石全部力量的时候，你会知晓的。现在还是担心你等下被我收拾的残局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动，来自千元界。好名字，林动林动，武动乾坤。只要你接我一招，那么我便归顺于你，如何？林兄需要帮忙吗？多谢萧兄和母臣的好意，不过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来对付时间祖符了，接他一招应该不成问题。既然你不需旁人的帮助，那么我便开始出招了。刚刚你联合刚刚那位修炼火焰的家伙联手对付我，或许能够接我一招，但是既然你开下海口，就不要怪我了。没有用的，在我的时间之力下，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就算你拥有8道祖符也是如此。你接不下我的这一招，林动你输了。什么？分身术？是不是很疑惑，我为什么可以接下你这时间之力的一招？
经过你前2次对我们几人释放出的时间之力后，我便已经在想法子对付这玄奥的力量。在我高度烧脑下，我终于发现，既然你也是10大祖符之一，就一定有解除之法。因为祖符之间有着相生相克的属性，而你是时间祖符，你的时间之力只能冻结部分区域的时间年轮，而我只要在这短时间内脱离这被冻结起来的空间，那么我还是可以自由行动。好家伙，没想到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领悟了祖符之间是相生相克，天赋果然强大无比。你就是利用这一点，吹动了空间祖符的力量，让这处被我冻结的空间与另一处空间进行了空间转移。不愧是拥有8道祖符的家伙，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这样的缺口，利用了空间之力。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终于获得时间祖符了，时间祖符，从今往后你的力量便归我林动所有了。恭喜林兄获得时间祖符，又多了一道强大的底牌，而且时间这等玄奥之力，恐怕就算是对面最强主宰，应该也不惧了。多谢萧兄和牧尘帮我护驾。不必言谢，林兄实力大涨，乃是我们千元界的一大幸事。而且此次纪元遗迹当中的主宰者，皆是达到了最强主宰，收服了时间祖符，无疑是增加了我们这边强大的底牌。来到纪元遗迹中也过了些许日子了，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是如何。自从进入遗迹中，就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迹，这宫殿之中也没有什么其他至宝的存在了。我们走吧。走，去那边看看，我感觉到有数道强大的气息。幽阴主，你竟然偷袭我们！第3等级的世界还是有点太弱了，5人联手与我对战，竟然还是如此被动，而我才施展出了5成的力量。Baby， 既然在我们与古霸界发生冲突对战的期间消耗了大量世界之力，后来攻击我们，天人界真是卑鄙啊！这就是所谓的第2等级的大界作风吗？在这片沼泽之下，有我想要找的东西。我劝你们还是识时务一些，不然的话，以你们的实力，或许在第3等级中快要横行霸道。但是在我幽阴主的眼里，你这位第3等级之首的最强主宰者，也不过是手下败将而已。该死！要不是我刚刚与大元界的人激战过，你以为你能够那么轻易的将我击败吗？不好意思啊，我们只是刚好感应到这沼泽之下有一道强大的神物存在，所以没办法，只能对你们出手了。该死！既然如此，那便与你同归于尽。惊雷枪排名72大神器末尾，只不过你好像还没有将这神器的力量真正的发挥出来哦，要不这柄惊雷枪就为我所用吧。呵，想要惊雷枪，那便看你有没有命使了。复原丹，先知8品的高阶丹药，没想到你竟然有此东西，看来是有些小看你了。现在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本事来抢我的惊雷枪。是吗？虽然你服用了复原丹，可是只要药效一过，这结局依旧一样。惊雷射，我就不相信了，你能够接下我的最强一招。你敢信？竟然又让侥幸哥装到了。元丰，没想到这才是你真正的力量，看来之前我是小看你了。不过是使用了复原丹提升力量而已，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我要你成为我幽阴主永远的手下败将。
既然元丰都施展出他最强的力量，那么我也是时候施展我最强的力量了。幽阴主接招吧。第3等级的最强守护者竟然破了我的最强招式，真是厉害啊！我承认你很强，能够在我惊雷射之下还可以活了下来，这也是我郭元丰大元界最强守护者第一次败仗。不过似乎你的力量还不够强，虽然我废了一只手臂，但是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大元界的最强守护者再见了。这是什么火焰？竟然如此恐怖！那是萧兄，林兄和木兄，是他们来了。多谢萧兄等人出手相救，我郭元丰欠你们一个人情，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我们。郭兄不要客气，这只是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而且你我皆是第3等级世界的守护者，被其他等级世界的最强主宰者欺负了，自然不能旁观。来自第3等级的守护者，你刚刚所施展的火焰似乎很强，但应该不是神火吧？你就是天人界的最强种族，幽阴族的最强之人幽阴主，眼光果然毒辣。我这火焰确实不是神火这等神物，它的名字叫地炎。地炎有意思，难怪力量如此的霸道恐怖，原来是火焰中的帝王之火。不瞒你说，我也是修炼火焰之道，但是我的火焰似乎并没有你的强大，不知道能否借我用一用？原来你想要我的地炎啊，可以是可以，只不过你能不能有命用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前不久，我记得你们天人界有一个种族叫天人族的，那位首领似乎被我们给击杀了。没想到这次天人族没有归来天人界之中，原来是被这些第3等级世界的守护者给击杀了。原来是你们击杀了天主，剿灭了整个天人族上下。那么今日我不仅要夺取你的地炎，还要将你们世界的人全部击杀，就当做是为整个天人族的族人报仇吧。是吗？就算你很强，我萧炎也不会惧怕。想要地炎，就先击败我。第3等级世界的蝼蚁而已，在我幽阴主眼里，你们的世界都是入不了我法眼的下等级世界而已。是吗？既然我们是蝼蚁，那为什么你们自称自己很强大的天人族，最后为什么会全部被我们剿灭了整个种族呢？行，你很行啊，也很能说嘛。希望接下来你的实力能够和你嘴巴一样厉害，不然等下连自己的骨头都找不到了。就在双方要进行战斗的时候，突然整座纪元遗迹都开始颤了一下，突然间这片天地的温度急速的飙升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萧兄，这次算你们走运，既然那个东西已经出现了，我便先饶过你们。等我拿到这东西，我幽阴主必定要将你统统击杀，以及你们的整个世界。幽阴主，你以为这些强大的至宝那么好夺取吗？有我古巴威在，就算你的实力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又如何？今日我古巴威必须要拿到属于我的强大至宝，只有这样才能使我的修为提升经济。郭兄，我们先下去探探究竟。你现在有伤在身，可以在这里先行恢复后再下去。那好吧，萧兄、林兄、木兄，你们3人下去一定要小心啊。元丰，你没事吧？花妹、依林，你们不用担心，这点伤是死不了。真的没事，我的2位好妻子。这地方很诡异，就连我的主境灵魂都无法彻底施展开。萧兄说的没错，这里或许存在着非常可怕的东西，要小心一些。萧兄怎么了？这里的星辰中有强大的火焰气息，可能是我体内的地炎有所感应，竟然在我体内疯狂的涌动着。难道是神火？2位说的不错，这里的火焰气息应该就是神火无疑了。这是神火的气息，萧炎，这里的星辰中的火焰气息确实是神火，这也是你提升实力境界的重要之物。
这等神火放眼整个大宙中，为其眼红之人多之又多，对于低等级世界的那些神势力都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力。所以你这次必须获得这道神火，提升自己的实力，因为日后你将会遇到更强的对手，而你必须变强。好，这道神火我萧炎势在必得。萧炎，我感觉这里的空间有些不对劲，你们要小心一些。好。你们怎么也来了？听你这话，这地方只准你们进来，我们就不能进来吗？呵，就算你们进来，也无法从我身上夺取东西，到时候你们还会命丧于此。古霸威，虽然你的是我们第3等级世界的最强守护者，可你也不要忘了，你的真正对手可是你身边的那位幽阴主才是吧？你看你长得那个逼，好像上代，俺老孙就擦！这是怎么回事？林兄，牧尘，我们似乎被困在这里了。这是一道强大幻境，该死的，这幻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这里的神火所施展出来的强大幻境，竟然能够在本阴主无声无息下就将我们诱惑进去，能够成功困住本阴主，而且还制造出如此强大的幻境，那就是9大神火之中排名末尾的幻虚。原来是幻虚神火，萧炎，你可要小心这道神火的本源技能，因为它很容易将人所看到的事物变得虚化，真真实实永远分不清，所以你们刚刚才会无发觉地进入到它所制造的幻境当中。所有看到的事物都会变成虚无，虚与实永远分不清。哼，我就不相信本阴主破不了这个所谓的幻境，幻境始终是幻境，本阴主今日便是第一个破了神火制造幻境的第一人。不好，快撤！你刚刚做了什么？这里的火属性能量如此强大，为何还要去攻击这些东西？我做了什么，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而且这里虽然是神火制造出的幻境，但在这其中也充满着一丝神火的本源能量。刚刚我的攻击直接触发了幻境中这些火焰本源能量的反攻。看来天人界的人基本都是一样的，当初你们的天人族也是如此这般口气，但是下场就很不完美了。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原本我以为第3等级世界除了古霸威是一个傻子以外，竟还有其他更傻的傻子的存在。究竟是谁给你们的勇气，在本阴主面前如此说话，嫌你们自己的命长了？大人，这3个便由我们收拾了吧。这3只蝼蚁便交给我亲自解决吧，毕竟他们也是第3等级世界的大界守护者，本阴主自然要好好的给他们送点见面礼。既然3位想要来送死，那么我也没有办法了。而且如今我们都被困在神火制造的幻境里，那么为了打发时间，你们3位便给我好好的拿捏一下吧。确实很让人吃惊，不过你们面对的是本阴主，所以我就让你们尝尝我的最强力量吧。感到吃惊了，这是我们天人界的天地奇物，我们称之为幽火。幽火，今日我便来瞧瞧，究竟是你的幽火厉害，还是我的地炎强大？呵呵，在我幽火的面前，除了神火，其他什么火焰都一样弱小。地炎爆！真是不错，地炎之火不亚于我的幽火。那么既然如此，你的地炎也献给本阴主吧。幽火破万物。这是什么力量？竟然如此诡异！原始力量有意思，在这里本阴主也不得不夸奖一下你们3人，不愧是能够成为一方大界的守护者，而且各自有着自己修炼的强大独特领域。但是今日你们3人注定要败于我手。
无亏欠，藏在血缘，中人天地远，追梦风蝼蚁果然还是蝼蚁，还以为你们真的能够抵挡下我这道强大的攻击呢。看来想要彻底击败对方的这一招，需要我们3人拼尽全力进行拼死一搏，或许才有机会。不要误会，等我击败了幽阴主之后，我自然会将你们3位蝼蚁亲手擒拿教训。我这样做，只是因为当年我与幽阴主的旧账还没有算完，这一次就将这个旧账彻底的算一算。这是神器的力量吗？难道是借助神器的力量？这难道是72大神器排名第67的辉光之手？就是辉光之手，你我之间的旧账也该算一算了。古霸威，你确实比当年强大了很多，可是你又能奈我何？为什么这些天人界的主宰者都拥有那股暗黑力量？难道在这整个天人界的背后，有什么神秘未知的东西存在？对付你，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当年的落败成就了如今的我，接招吧！当年能够击败你，这一次我便彻底击碎你的好胜心。吃我这招幽火灵之剑！双剑出击是吗？今日我便破了你这双剑之力。竟然连双剑之力都被这家伙击溃了，看样子也不能留手了。既然双剑之力都伤你不得，那你就尝尝7剑之力融合的压倒性力量吧。7剑融合的力量真是太强了，这股力量可不是相加，而是相乘。萧兄要不要去帮助他一把？再等等，我想在古霸威心里觉得说，就算败或者胜，都要在这最后的对拼中结束一切。而且古霸威要不是有着神器力量的加持，恐怕无法在幽阴主手中对抗3招。如果这一次的又败在幽阴主手中的话，那么直接是对古霸威诛了心。想开者或许可以修炼，再度变得更强大；想不开者，那么将会开始一直颓废下去。特别是对于古霸威这等有着极强的好胜心以及没有强定力的情况下，基本都是会被其诛心。只要被其诛心，那么以后的强者之路将不会走下去。所以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就必须要有坚定不移的心，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不为其动摇，这才是真正强者所做的事情。我就用我这数万年修炼到的力量加倍还你，辉光之手给我击碎它，真正的赢家应该是我。融合了7剑之力的幽火灵之剑，力量竟然可以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这老怪物非常难对付。看来还是力量不够嘛，竟还是无法击破这道幻境。少年泪从嘴也可悲，总是百般滋味，风随情海让敌人地火中那年岁。呵呵，2次的战斗你都落败，而你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将。幽阴主，你伤了他，今日我们要和你拼命，就算牺牲也无妨。好，既然你们想要死，那么本阴主也成全你们。好，既然你们想要死，那么本阴主也成全你们。
不必感谢，我们也不想欠你们人情。刚刚也多谢你出手帮助，所以我们算是扯平了。你们有的是。呵呵，今日你们施展的力量太过诡异强大了，就连本阴主都没有见过，所以要怪就怪你们的实力不够强。你们不要去送死了，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萧兄他们的实力太过强大，我们有把握吗？我有一个办法，但是就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萧兄，你是否有什么打算？林兄，你如今收服了时间祖符，虽然实力与那2位老者的实力相差很大，但只要你和牧尘配合，可以利用时间之力以及牧尘的原始法身，暂时可以与他们周旋，而我一人去对战幽阴主。萧兄，你一人去对战有把握吗？我们3人联手还有一丝机会。只要成功就有5成的把握，你们2人拖住那2位老者便可。好，牧尘，我们去对战那2位最强主宰后期的家伙。就你一人要对战本阴主，我可以一招之间就可以将你轰成渣。你一招之内无法将我击杀，而且我有5成的把握可以将你击败。我希望如此吧。就凭你这大主宰巅峰的力量与我对抗，就是以卵击石。虽然你的地眼很强，但是你注定会败，因为你的实力太弱了。毁灭火莲，给我破！小子，你完！你要做什么？该死！不管你施展的是什么招式，在我时间之力的力量下，所有的攻势将会被彻底的毁灭。我便来会一会，究竟是你的诡异招式强，还是我的实践之力更强？不知道萧兄能否在这对方催动最强之力的攻势下力挽狂澜。什么？竟然想以自身的火焰与这里的一丝神火本源融合？疯了，简直是疯了！还差一点。不好，这股力量惊人的可怕，而且其中有一丝神之力量。该死！这一招我便改名为神怒轮回。该死！这幽阴主的杀招真是强大，竟然还有实力能够对抗神怒轮回之力。大家快去！幻境空间开始崩塌了。哇！哇！林兄、穆兄、萧兄呢？这是地炎之火，是萧兄。让你们担心了，刚刚真的太险了，要不是我将地炎包裹全身，恐怕我早已与幻境一同消失了。萧兄的实力真是强大，我古巴威没有敬佩过谁，而你从今往后是我古巴威唯一敬佩的人。这一次大家都有功劳，如果靠我一人，自然不会全身而退。萧兄爽快，你这朋友我古巴威交定了，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来我们古巴界找我。啊！再看眼镜给你挖出来啊，滚！可，我说你们不要误会啊，元丰，你我也已经争斗那么久，我古巴威也不是什么难处之人，
既然你也是萧兄的朋友，那么就是我古霸威的朋友。从今往后，大元界和古霸界不再明争暗斗。如果你们想要来我们古霸界修炼，也不是什么问题。古霸威，你在玩什么花招？啊！波兄，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一点，就是同样都是第3等级世界生灵，我们应当共同对敌。那些第2等级对我们的世界虎视眈眈，我千元界一直被界外种族入侵，要不是最后集合我们世界顶尖的战力，将其这些界外种族击退，恐怕千元界早已沦为他们的界外领域。而且这些界外种族3番2次都侵犯我千元界，我怀疑他们的背后肯定有什么神秘大人物在推动。我们同为第3等级世界的守护者，要一起守护我们的第3世界，抵御那些界外势力。既然是萧兄这么说，那么这次就不计前嫌，各自在这纪元遗迹夺取自己该有的至宝。你可别又出现抢夺大家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些东西。好，之前怪我心高气傲了，如果这一次在幻境中不是萧兄出手相救，恐怕我古霸威也已经死在幽阴主的手里了。萧兄的能力之强，连我都是佩服不已，不仅击败了幽阴主，还破了幻境，救我们逃离崩塌的幻境空间，这等恩情我们古霸界是不会忘记。运气好罢了，如今我们已经成功脱离幻境，我们继续前往纪元遗迹的最深处吧。好，我们第3等级的3大界一起合力，在这片纪元遗迹中，能够各自得到自己所需之物，来提高自己的实力。林兄，牧城我们走。王熙，你竟然敢插手我们神奇联盟的事情，是不是以为你们天元界有一位元孙，就觉得我会怕你们不敢对你们出手吗？你们神奇联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去追杀一位与你们熟不瓜葛的女子，说话都是那么的理直气壮，而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看不过去才出来说说理。我并没有追杀他，只是他身上有我们神奇联盟要的东西，如果只要他肯乖乖的将这东西交出来，我便不会为难于他。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多管闲事，不然你们整个天元界将会受到我们神奇联盟的制裁，到时候就连我也不知道制裁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毁灭性。我承认神之联盟的底蕴可怕强大，但是我王熙从来不压榨别人，只是看不惯一些事情出来与你谈论罢了。我说过了，我不想再说第2遍。我也说了，如果你们执意想要这位女孩身上的东西，那就请你就先击败我。既然你都这么说，就别怪我出手说强者欺负弱者。炎天树，这怎么可能？呵，你还想要继续吗？不愧是已经迈入准神境的强者，那我便来与你过上几百招。这是，你没看错，这就是72大神器，排名第55的刑天盾。没想到这等神器都在你手中，但是你以为就凭这一道神器便能够击败我吗？真是异想天开。我也没想过配合刑天盾的力量能够击败，但是能够利用刑天盾的强大防御力，可以抵挡你的准神力量，还是可以的。是吗？你以为我的实力就这点吗？我乃已经踏入准神境，可是与你们天元界的6尊之神同等境界。你们这些最强主宰，在我准神实力的眼里，就是可以随时拿捏的一粒沙。主宰之力虽然是一个世界的意志，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可成为一个世界中的主宰强者。但是主宰之力再怎么强大，那也只是一位凡人修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力量罢了。而我之前虽然是凡人的身躯，但是已经种下神骨，并且吸收那神之力量，炼化至神骨中。这种神之力量，也只有在体内种下神骨，方才能够纳入那传说中的神列当中，从凡人成神人。而你的修为中，我没感受到神骨，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踏足这神的境界。连神骨都还没种下的家伙，还敢与我对立抗衡，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去死吧！如果你能够再将我这招抵挡而下，我便认输。
刑天斩。去死吧！不好，不能让他使出那个东西，不然王熙就得牺牲了。就在王熙心意已决之后，正准备拿出那神秘的东西后，地炎之火，先言之力。太初晚安。各位没事吧？无碍。有意思，竟然半路杀出了这些蝼蚁，但是你们刚刚所施展的能力，很是让我感兴趣。你体内的火焰很强大，虽然没有神火那般神圣，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在神火之下，你体内的火焰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强火焰了。这一次纪元遗迹中的神火，本使者也要，你身上的这道火焰，我也要。小子，去死吧！大乾坤。时间组符，时间之力。这道能量很特别吗？既然你们送上门来，那就全部交出你们身上的所有至宝吧。一种地炎奈何不了你，那如果是两种呢？一种地炎奈何不了你，那如果是两种呢？第一诀分离，第二诀融合。迢迢黄沙为何有那离人的想念？月华似水一样，存在的岁个年。这才是枭兄的真正力量吗？那股是什么力量？竟然如此高涨！不管那是什么力量，而我的实力已达准神境，在我准神之力下，任何力量都是一抹即将消散的光芒而已。自无亏欠，沧海桑田，在中有了成全，苦历尽间，有了天地缘，追梦到从前。神的力量可不是你这位大主宰的可以撼动的，这一招乃是神迹聚天光。万般情怀，心当成少年，被谁活累？有意思啊，没想到你这大主宰的家伙有这等力量。不过我想你已经不能再施展这等力量了吧？小子，你身上似乎有着诸多强大的东西，交出地炎和刚刚抵御了我神迹之力的神秘功法，我会留你全尸。神奇联盟的使者原来只是喜欢抢夺别人东西的强盗而已，有本事来拿吧！我只要地炎和神秘功法。既然你们三人想死，那么就一起死吧。怎么回事？我们的身体竟然不能行动了？有我在，你们休想伤他们。竟然又是一道神器，不过想要困住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拴天链，正是拴天链。就算你已经踏入准神境，恐怕也得对此物掂量掂量。拴天链很有意思，看来你们天元界这次也是有备而来，竟然将如此强大的神器都是舍得拿出来，还真是大手笔啊！这次本使者便饶过你们这些蝼蚁，等本使者找到神物和神火，以及拿到那神秘东西之后，你们这些该死的蝼蚁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战斗总算是结束了，我以为那些下等级的守护者会陨落于此，没想到他们那些人爆发出来的力量竟然可以达到那般程度，看来下等级世界中终于出现了天赋奇人。看来这次的纪元遗迹可比以往的更加精彩了。少昌，我们也过去看看吧。既然我们已经在纪元遗迹中获得各自的强大传承，以及这次又收获了一道神器，也算是完成了此次遗迹之行，那么我们便去看看吧。萧炎，日后本因主要你加倍奉还，我要让你们的世界成为大纣中的尘埃。王熙，收起你的神器吧，如果本使者没有任务在身的话，就算你有拴天链也奈何不了我，只是让我多花点时间来对付你这神器而已，所以你可要想清楚了。王熙也是想了想，也确实是如此。就算自己的拴天链神力极强，虽然能够困住对方，但是想要击败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使者已经踏入准神境，要是准神实力的他彻底爆发，他们这边依旧处于劣势。使者大人为何不直接出手杀了他们？这次就先饶过他们，等我们把任务完成，这些人就无法蹦跶了。是。你们没事吧？小伤势无碍，为什么神奇联盟的使者要找你？你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夺取的吗？哈哈，没什么关系，你不说肯定也是有难言之隐。而吴雪刚欲开口说的时候，整个纪元遗迹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原本还是白天的纪元遗迹，此刻突然变得黑暗起来，而且在遥远的上空处有着诸多星辰光点在闪烁。看来他要出现了，大家小心！王兄，怎么回事？你们的实力修为还太弱，感应不到这股神之本源的存在。神之本源，在场除了神奇联盟的那位使者是准神境之外，哪里还有第二位神？这股神之本源不是来自某位神其上，而是来自大纣中的神物之上。大纣的神物，神火，难道真是神火？它出现了。正是，这弥漫在整个纪元遗迹中的神之本源，就是此处有神物神火的存在。确切的说，这是火神本源。正是，这弥漫在整个纪元遗迹中的神之本源，就是此处有神物神火的存在。确切的说，这是火神本源。这简直比圣火不知强大了多少倍！神火果然不愧是大纣的神物啊！还没显现出本尊，竟然就有如此可怕的震撼力量。萧炎双眸之中迸发出一团绚丽火苗，目光直直地看着某一处，因为或许是自己对火道的造诣极深，冥冥之中在那里似乎就是神火本源的存在之地。随后萧炎便是催动自己的准境灵魂，对着那一处区域探查了一番后，神色变得更为的好奇与疑惑。难道刚才的感觉是错的？呵呵，幻虚神火还真是强大至极啊！本使者要定了。我感觉到，在那漩涡之中的中心，似乎有一股非常可怕以及神圣的神之本源，开始从四面八方汇聚为一体。萧兄，你本就是修炼火道之人，不知你觉得能有多大的几率可以收服这大纣的神物神火呢？我也没有把握。这神火乃是大纣中诞生的万火之神，而且其中的能量可不是所谓的圣火这种大界中所孕育的火焰可以比较的，而且在这火焰中还有着可怕的神之本源，所以对我来说收服神火，我几乎也没底。萧兄谦虚了。神火终于现身了，各位不好意思了，这神火我要了。这就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9的幻虚吗？既然都已经出现了，那么我就不客气了。这怎么可能？好强大的火焰力量！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你们这些人类了，没想到其中还有一位踏入准神境的神，但是今日你们可一个都逃不了。我已经沉睡了有数万年载，没想到在苏醒的第一时间里就遇到了你们这些送上来的大餐，
既然已经送上门来，那么我也不会浪费一颗粮食。你们也很荣幸，竟然能够让我亲自出手了解你们，吞噬你们这些人类。这才是真正的神火本源。这神之火焰力量竟然可以强大到如此的恐怖如斯，比帝炎强大的太多太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帝炎竟然如此害怕那位白发老人，难道说那白发老人就是神火本源不成？好强大的幻化之力，仅仅看他一眼就令自己陷入其中。这道火焰我猜的不错，应该是来自千元界的圣火。但不过令我惊讶的是，竟然能够将多种火焰融合，诞生一种最强形态的火焰，真是了不得。有意思，一个人类的身上竟然有焚诀的力量，而且似乎已经有了一丝微弱的焚神之力，这也难怪可以融合诸多火焰集于一身了。难道这神火还有看穿别人心里的秘密？原来如此，人类小子，看来你潜力无限啊！想必你们这次前来纪元遗迹，目的之一便是想要找本神火吧？既然如此，你们非常幸运。我在纪元遗迹中不知已经存在多久了。自从被上一任主人分离他体之后，我就没有找过新的主人了。而我在9道神火中最不太喜欢自由，所以如果你们当中谁最强，那么我便跟谁，让他做我的新任主人。那么今日你这神火便认我为主人吧。难道说刚刚那种感觉是真的？刚刚幻虚神火那双莲花之眼真的在自己体内发现了什么吗？那为什么还要给神奇联盟的使者这样的机会呢？诸位，不好意思了，看来这幻虚神火归我莫属了。那倒未必。天心界，你们天心界也要与我对抗不成？要知道你的实力也就是最强主宰后期而已，比天元界的人还弱，可不是我的对手。我劝你们还是给自己留条命，不要去做后悔的事情。多谢提醒，但是既然大家都是来到了纪元遗迹，有些东西确实是强大的实力有着决定权，但这也得我们比试了才知道。漂亮，既然你们要送死，就不要怪我了，吃我一招。天心剑。那是至尊法身。那不是至尊法身，虽然它与你们千元界的至尊法身很像，但两者之间都是不同的存在。在他们天心界，这法身被称为天心法身。天心法身，天心法身，正是，这天心法身则是天心界的法身。为何叫天心？是因为这法身之中有着一颗心脏，犹如活物的巨人一般。天心法身有着自己的独立意识，战斗不需要施展者大量的世界之力，而是天心法身自主催动自身的天心力量与之对敌。如果天心越强，那么其力量就会越恐怖。哦，这天心法身竟然如此诡异，这比至尊法身可好使多了。为什么那天心是黑色的？天心有4个等级，由低到高是蓝色、紫色、黑色、白色，而白色天心的法身，整个天心界也只有那位大界的守护者了。我都忘记你们天心界主修的是法身了，很吃惊你们年纪不大，竟然能够施展出天心法身达到这个等级。这一次进入纪元遗迹后，运气好，侥幸获得了一位修炼法身的前辈，是这位前辈寄予了我们他毕生所学的强大传承，我们3人才将天心法身得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好，没想到你们进入纪元遗迹中竟然都获得了这等传承。既然如此，我便击败你这刚获得来的传承，你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哼，动手吧！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你们的天心法身厉害，还是我的冰魄金针厉害。在这里面可是有着凌驾于主宰之上的准神之力，你们可要小心了。这怎么可能？狼牙哥，我们一起施展从传承那获得来的最后招式吧。
也只能如此了。少昌、玉瑞，那么我们就使用那一招吧。三位蝼蚁说好了吗？这是将3座天心法身融合，难道他们也有融合法身的功法？真的成功了！五雷轰天掌，还有谁？这里能够有机会与我抗衡的，也就你们天元界了。你们还不上？神奇联盟的使者，我萧炎来与你争夺神火之战吧。我修炼火道，这道幻虚神火我也非常的需要。小兄，我们一起上吧。此前修炼的时候领悟出的新招式，今日便用你来试一试它的力量吧。那是什么法身？竟然有一股古老的原始波动。原始力量？难道那是原始法身？就是那传说之中的大咒神物原始法身。但是不对啊，虽然这3道法身上有着古老的原始力量，但是其力量似乎还没有达到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或许此人还没有激发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一旦激发，可获得真正的原始之力，可不是此人现在的实力能够驾驭。这是我晋升大主宰境后所创的新技能，我称它为大虚圣能。这一新招式我称它为逆转大乾坤。第一诀分离，第二诀融合，这3人有点意思。哼，装腔作势！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准神之力的神圣之处，与一位准神作对就是最错误的选择。神技聚天光，逆转大乾坤，逆转大乾坤。竟然被这3道力量给抵挡住了我的神技，我还真是没想到啊！仅仅是3位大主宰巅峰的实力，竟然能够施展出如此强大的底牌，还真是小看你们了。即便如此，那你们就荣幸的在这聚天光中陨落吧。萧兄、林兄、木兄，可惜了。所有人都觉得萧炎等人在这道神技中陨落了，但是坐在莲花上的白发老人则是不然，因为他刚刚在萧炎身上的感知应该没有错，那股极其神圣隐晦的力量，应该就隐藏在萧炎的体内中。白发老人的那双白色莲花之眼，依旧看着那光芒之中。这一次我们不想输，我炎帝萧炎可没有那么容易败。萧兄，看来我们还是败了。我以为融合第9道祖符之力也能够击杀准神境的神，看来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超越人类的极限力量，就能击败对方这道神技之力了。萧炎，既然焚诀选择了你，那么我便助你一把。这是一股什么可怕的力量？我的身体，难道这就是焚老的力量吗？萧炎，我借助给你的神魂力量非常强大，以你如今的实力，恐怕无法长时间使用。等你收服神火，让其神火成为可以容纳神魂力量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长时间我的神魂力量与对方交战。所以这一次，我需要你一招内就将神奇联盟的那位使者彻底击杀。是萧兄，他们没有在神迹之中被抹除陨落，太好了。
萧兄的这股力量是？这是神魂力量。萧兄，萧兄的身上似乎发生了变化，那股可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今日就是你陨落之日。可恶！这一击竟然撕裂了纪元遗迹的空间，这一击曾经乃是第1等级世界，也只有纳入神列中的神才能做得到。这好可怕的力量！你们2位助我一臂之力。萧炎，我刚刚借助你的神魂力量，由于你体内没有神骨可以容纳这古神之力量，虽然有焚诀功法让你减轻了大部分的伤害，还有小部分还是影响到你的肉体。你现在先坐下来恢复一下。这小家伙刚刚那股力量似乎是神魂力量，但其中还有一丝焚神诀。焚神诀不是已经在大咒中消失了吗？如今为何会在这小家伙身上？看来之前那股微弱的感应是真的，这小家伙的体内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萧兄，没事吧？没什么大碍，刚刚服下丹药，稍有恢复。还是萧兄厉害啊！没想到你是这次纪元遗迹的黑马，隐藏的实力还真够深的，让我们都大吃一惊。郭兄，古兄，哈哈，这一战真的精彩啊！换躯神火，你刚刚表现得很不错，既然是你赢了，刚刚我答应的事情自然会做到。小家伙，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大咒未来的希望。大咒的未来希望。这个日后你纳入神列之中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便是会慢慢知晓大咒中的一些事情。好了，现在我便进入你体内，待你日后炼化我的时候，可要下手轻点哦。恭喜你了，萧炎。萧兄不仅实力强大，还是一位能人异士，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不愧是击杀圣神之子的世界守护者，真是让我王熙刮目相看了。王兄，其实早在数万载之前，元尊在偶然间窥探到未来一角之时，看见了圣神之子的陨落画面。画面中，圣神之子的前方隐隐站着3道模糊的伟岸光影，凌空而立，万火焚苍穹，祖符阵乾坤，太初光照万古。这一方世界能孕育出3位此等人物，可见那这一方世界的潜力非常的强盛，充满着神秘与魅力。而这一方世界正是第3等级的世界千元界，所以我们天元界才没有派人出去击杀圣神所遗留下来的2代圣神，也就是入侵你们千元界的域外邪族天邪神。纪元遗迹结束之后，你们3位有什么打算？我们要变得更强，需要更多修炼的资源来提高实力。要不来我们天元界里修炼吧？当年元尊在天元界种下神骨，说不定你们去我们的大界，对你们的修炼有所帮助。而且天元界已经进入神纪元，应该会有你们所需的修炼资源，特别是对于你们这些主宰者，在即将踏上成神之路时的最佳宝地。那就多谢王兄了。各位，我们天星界就先离去了。且慢，我想问一下，你们皆是主修法身的修炼者吗？正是。真巧，我也是和你们一样修炼法身之人，所以想要多了解了解。原来如此，具体的法身信息我们也不是知道的很清楚，这次算是你们化解了这次的危机。日后你可以前往天星界找我们的守护者大人，或许他会告诉你一些关于法身的信息。守护者大人，难道是天心界的最强之人？好，那牧尘就在此多谢3位了，日后我必定会前往你们的大界找你们守护者聊上一聊。那我们到时候会恭候你大驾光临。萧兄、林兄、穆兄，你们3位还真是黑马，
尤其是萧兄实力隐藏最深。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古兄，但说无妨。这次你击杀了神奇联盟的使者，他们必定会派出更强大的强者，甚至是准神来击杀你。所以等我们这次回到自己的大界后，开始整顿一下，让我们第3等级的3个大界联合起来，一同抵御外敌，如何？我也赞同古巴维所说，既然我们有缘分在纪元遗迹中相识，在危难之际出手挺胸而出，那么就是兄弟。所以我想大元界的众生灵也是愿意联合3大界的资源。古兄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对方可是凌驾于整个大宙之间巨无霸的联盟势力，就算是处于第1等级的神势力，都想要加入神奇联盟中获得更多的资源。我们只是下等级的世界，可不是神奇联盟的对手，所以我们不想连累你们的大界。这个不需要萧兄多虑，这也是我们自愿的，所以想听一听萧兄、林兄、木兄是否同意我们的提议。如此也好，整合了整个第3等级的世界资源，就算是天人界那些种族想要进攻入侵你们的世界，都是有着真正的抗敌之力。这想法我也非常赞同。这是怎么回事？不好，有诸多强者正在撕裂纪元遗迹的空间，而且锁定的目标位置竟然就是我们这里。什么？王兄，发生什么事情了？1位、2位、5位，不止，那等神圣的强大存在竟然全部都来了。什么神圣强大的存在都来了？难道是神奇？正是大宙中那些被真正纳入神列中的神奇，而且他们极其强大，就算是我恢复到巅峰力量，也无法与之抗衡。而且这一次神圣强大的神之气息，竟然整整有10道。这吴雪来自第1等级的世界，实力固然可怕，如果刚刚自己没有猜错的话，这位吴雪的灵魂境界恐怕已经突破至那传说中的神境灵魂。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吴雪的灵魂修为也太强了，晋升神境灵魂的力量足以抗衡一些神奇。但是就算如此，刚刚吴雪还说自己在巅峰时期的力量也不是这数10道神之气息的对手，那么这突然出现的那10道神之气息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原来那东西真的在你身上啊！真是好精彩啊！刚刚击杀我们神奇联盟使者的那位小子和这位姓武的女子暂且留下，其他人可以安全的离开纪元遗迹，不要有所停留，不然本神奇就让你们化成这纪元遗迹中的尘埃。你们竟然是神奇联盟的神使！呵呵，不愧是武神阁的人，竟然知晓我们是神奇联盟的神使，那你还不快快交出我们想要的那样东西？想要那样东西，你们怎么不说抢呢？那是我自己先得到的，为什么要给你们？有意思，不要以为你是武神宫的人，本神使不会对你怎么样。要知道我们这次对于你身上的那样东西是势在必得。我不知道你们一定要那个东西有什么用，但是我知道那东西定不能落入你们之手。不过你们想要那东西，留我一人便可，其他人可以离开了。其他人自然可以离开，但是那叫萧炎的小子必须留下。刚刚他击杀了神奇联盟的一位使者，自然会好好处理这事情。神奇联盟既然在整个大宙中都是巨无霸的超级存在，为什么你们联盟的使者实力技不如人，才被我击杀？就要怪我了吗？如果今日不是他死，就是我萧炎死。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实力强者为尊，这不是很正常吗？难道还是说，就允许你们神奇联盟杀人，不允许我们去杀你们的人？小子，你很猖狂吗？服下速仙丹能够让你们身上的伤势快速愈合，但是这乃是因为神奇的力量所伤，愈合的程度将会很慢。卜兄，你这丹药想必品阶很高吧？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真让我的伤势愈合了一丝。萧兄果然不愧是炼药师，这速仙丹乃是先知9品等级，乃是我们古霸界一位9品药仙炼制而成。这一次的纪元遗迹，我也只让这位9品药仙炼制了3枚，因为炼制这枚速仙丹实在是太困难了，就算是9品药仙炼制都有很大的失败率。9品药仙，多谢古兄。不用客气，咱们都算是遇难显真情的兄弟了，只要你们没事就好。渺小的人类，虽然你们已经达到了人类的巅峰境界，但是对我们这些神而言，你们的力量再怎么强大，也还是局限于人类的巅峰力量，怎么与我们这些神斗？
原来神奇联盟如此霸道无比，还以为只有那位使者会那般霸道，没想到连神使也是如此。看来神奇联盟也不是好东西。本神说过，在人类境界中你是巅峰的存在，可是在神的境界中，你这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就凭你这最强主宰的实力，不可能会掀起什么浪潮。我记得在数万年前，你们天元界的那位最强之神元尊来到我们神奇联盟寻遗物，来复活他那心爱之人，而我们神奇联盟也确实有复活他爱人的那一物。我说只要他能战胜我，就能够获得此物。元尊与本神使在九域天神阁中对战数万回合，底牌竞出的情况下竟都不分上下，但最后我才发现元尊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竟然想要牺牲自己来击败本神使，最后只好答应他，将那72大神器中排名第36的巨魂化灵瓶给了他，便离开了神奇联盟。同时元尊在我们神奇联盟中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在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元尊，就好像在整个大宙中彻底蒸发了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如今你们的天元界可没有元尊镇守，你以为我还会有所顾虑吗？虽然说元尊很强大，但是没有他在的话，你们天元界还有什么资格和底气与我们神奇联盟对抗？就算你们那6尊之神诞生又如何？在我们神奇联盟之中，纳入神列当中的神奇可是数不胜数，所以我劝你们天元界的人还是不要多管闲事去逞强了。到时候整个大界被我们神奇联盟制裁的话，那么就损失大了，而你也背负不起这个代价。王熙兄，萧炎在此谢过了，但是接下来你不用出手帮我了，毕竟神奇联盟可不是一般的势力，就算是第1等级世界中的那些超神势力都不敢正面惹的强大存在，既然他们只是想要留住我，也没那么简单。你想？萧兄，既然将要与他们战，那么我们便与你联手一起。林兄，牧尘，我自有分寸，而且对面皆是神奇，就算你们一起出手，如今也不可能是对手。怎么，你还想要与本神发起挑战？你有那资格吗？呵呵，有没有资格等下才能知晓。萧兄是要做什么？虽然绚丽的火焰强大无比，但是想用这火焰再去对抗神奇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小子，你这火焰能起得了什么作用？这是神火。真是一个与元尊相似的疯子，想要融合2种不同的火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不对，他身上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着幻虚神火和那道地眼。这小子身上的确有一股奇特的力量，在净化2道不同火焰之间的那种暴虐，所以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将2种火焰相互融合。不能让其融合这2种火焰，不然所爆发出来的威能恐怕足以对抗神奇。呵，对抗神奇我怕是还嫩了点，等下你们不需要出手，让我来对付他的这一招。他竟然融合了2种不同的强大火焰，而且还成功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啊！就算是丹神塔中的那些老鬼都无法做到这般吧？这家伙简直就是疯子！各位神奇联盟的神使，你们是要一起上的，还是派出一个最强的神使来接我这强大的一招？小子，口气倒是不小，在我面前说出这样话的人，你是第2个。本神使什么场面没见过？就算是当年那位天元界最强之神的元尊，我也不曾有一丝惧意。呵呵，是吗？既然如此，那便拿你来试一试我这强大的招式究竟多么的恐怖。这一招称为神怒火莲。你们不用出手，让我一人来。本神使倒要看看这小子就算融合了神火，这火莲究竟有多强大的力量。神技破空掌，快闪开！难道这才是萧兄的真实力量吗？这真是太可怕强大了！真是没想到你那火莲竟然能够与我的神技对抗这么久。不过那火莲释放出了这么庞大的能量，想必也应该到达极限了吧？这就想抵御神怒火莲的力量，那也未免太容易了吧？神怒爆！
这就想抵御神怒火莲的力量，那也未免太容易了吧？神怒爆！这个家伙竟然打败了神奇联盟的神奇，那可是已经纳入神列中的神啊！有些本事啊，你这火莲还真的是厉害，要不是我刚刚拿出神器防御抵挡，恐怕都要重伤了。那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件金丝甲衣便是72大神器排名第46的金元甲。哎，还是实力悬殊差距太大了。萧炎，你没事吧？小子，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与本神对抗的下场。这是神境灵魂，我都忘记了你是丹神塔那些老鬼的首席爱徒，只是没想到你的灵魂修为竟已达神境。没事吧？刚刚施展的灵魂攻击已经消耗我全部的灵魂力量，接下来怕是有些不妙了。呵呵，看来你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此甚好，一起将你们2个人全部解决了。粉老在吗？我想再借助一下你的力量。萧炎，如今你确实还不是他们这些神奇的对手，这一次我将会再度施展出强大的神魂力量，只不过这一次你的身躯是否还能够承受神魂力量？你目前还只是大主宰巅峰实力，而且我将如此强大的神魂力量输送给你，你的灵魂和肉体却无法跟上这股神魂力量。如果最后撑不住，就会被这股力量所反噬，整个灵魂和肉体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粉老，力量借给我，我愿意一试。就算真的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被吞噬，也要确保在借助你的力量后，成功击杀这些神使，让大家都安全的撤离出纪元遗迹。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那么我便把我的力量借助于你，让你击杀这些神奇联盟的众神使。那小子体内怎么回事？这股气息很特别，但是其气息又不是神奇的力量，但是又比神奇的力量更加神秘诡异，令人无法确定这股气息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这股气息明酒王老头，这里有那么多神，看来有的玩了。你们是谁？是来送死吗？既然知道我是神，为何还要插手本神的事情？而且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哦，你们是谁？呵呵，那么我便告诉你们，我乃是神奇联盟的神使，前来此处只是找寻我们神奇联盟所要之物，所以还请你们2人不要插手我们的事情，不然会怎么样？不然就是死。这位老者的力量似乎非同寻常的诡异神秘，它不同于神之力量，似乎是以其他强大存在的可怕力量，但又不弱于神的力量。这老人竟然如此之强，在1招之内便把赢给击败了，这究竟是什么可怕的力量才能做到？明酒王老头，你为什么不杀死这讨厌的家伙？我的姑奶奶，不要一出来就到处杀嘛，与他们玩玩，可是比打杀有趣多了。真的吗？这次算你会说话，本姑娘就不与你计较了。你究竟是谁？为何要插手我们神奇联盟的事情？你就不怕到时候被神奇联盟制裁吗？有趣，竟然用神奇联盟想压制我，神奇联盟竟然培养出了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序列神，只知道欺压比自己弱小的才是你们神奇联盟如今的作风吧？还是说这才是你们神奇联盟的真面目？什么为了制衡大周的各大势力的力量，和平发展，我看是狗屁。要不是今日我们刚好游历到此处附近，恐怕这几位的大界守护者都会被你们击杀。击杀守护者后，可是会削弱整个大界的力量，而你们神奇联盟则是无论如何也要去击杀这类人。所以你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吧？不管你是谁，还请今日不要插手我们的事。只要我们解决了这里的事情，自然便会回去领命，不会伤及其他大界的守护者。呵呵，
我本来就不想插手，可是这位姑奶奶说要和你们玩玩，我就没办法了。明酒王老头，给我闪开，让我来和他们玩玩。小姑娘，你确保你身边的那位不出手吗？本姑娘就可以将你们全部击败，不用明酒王那老头出手。小姑娘，我来与你一战。呵呵，如你所愿，既然瞧不起本姑娘，今日便拿你来开塔。怎么回事？我的灵魂竟然被这股力量强行的召唤。抽出你的灵魂玩一玩。我的灵魂怎么出来了？你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谁让你刚刚瞧不起本姑娘，这就是下场。谁让你刚刚瞧不起本姑娘，这就是下场。喂，你们几位也过来陪我玩玩。既然你们不来陪我玩，那么就死在我的明伦塔之中吧。这丫头又要开始无尽的杀戮了，让我回去怎么和司神交代？这次就不应该带着她偷跑出来。我们一起出手拼了！我们的灵魂竟然自动离体了。真好玩呐！明酒王老头将他们的灵魂带回去。明酒王老头，这里不好玩了，咱们去下一个地方玩玩。你这丫头，真是对你没办法啊！那怎么处理这些没有灵魂的肉体？自生自灭。丫头，接下来又要去哪里？如果不早点回去的话，到时候被司神知道了，你又得少不了一顿责罚，连我可能都要被惩罚了。明老头，你就再带我去玩一玩嘛！我好不容易才出来一次，如果这么早回去了，也不知道要得多久才能出来这样玩了。好吧，只要回去不要被司神发现我们这次出来就好。不好，有3道极强的气息正在撕裂至连接这里的空间点。真的吗？那么太好了，本姑娘一并收拾了。对方很强，恐怕已经无限接近于我等那个神境层次了。什么？不会吧？在第1等级的世界中，能够无限接近明老头那个神境层次的，也都是寥寥无几的存在。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神奇联盟的3位副盟主，你们3位的实力确实很强，但是比起其他副盟主，似乎又弱了一丝。明酒王，原来是你啊！呵呵，明酒王真是好久不见了，当年我们的账也该算一算了。呵，想要算当年的账，就凭你们3位还不够资格吧？明酒王，你真是好大的口气！今日你碰上我3人，还如此这般口气。因为你们3位在我眼里还达不到令我低声下气的说话，当年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如今依然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很好，希望你的实力有嘴上说的那么厉害，今日我便让你知晓一下对抗神奇联盟的下场。明老头，让我来对付他们。丫头，你不能出手，也不要动用明伦塔，让他们知晓你的身份。要是惊动了神指联盟里的那位大人物，可就不好办了。明酒王，没想到你还带着一位小女娃，还真是令人费解。这位小女娃是你什么人吗？是我的爱徒罢了。你们是要一个一个上呢，还是一起上？我们赶时间。既然我们3位一同出现，对付你自然是一起上，可不要怪我们以多欺少。对付你这老怪，我们必须合力。上一次与你的那一场大战已经是过了很久很久，也不知你的实力如今是否也进展很多了呢？叶副盟主还真是说话不脸红啊，竟然真要联手对付我这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呵呵，怎么已经怕了吗？你以为你3人一起联手对付我，就能够击败我不成？一战便知。
明九王，我们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当年虽然我们败于你手，如今我们会让你加倍奉还。加倍奉还也要看你们的实力了。呵呵，明九王，今日我便让你知晓，过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我们的实力可不比你弱。别废话了，赶紧上吧。这股威压能够瞬间将其抹杀，而且就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究竟是什么力量？我们快退，此时的战斗不是我们能够靠近的。明老头，快点解决掉他们！什么？仅仅只是爆发出的力量，竟然就能够撕裂出这么大的空间裂缝？这股神之力量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序列神。超越序列神？难道在神奇境之中有着不同神境层次的划分？是的，之前听丹神塔的那几个老怪说过，序列神并非是神奇境的最高境界，在这序列神之上还有未知的神境领域，日后等你们成神后会慢慢的知晓。这吴雪似乎也知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看来想要了解大咒的信息，必须成神后前往第一等级世界中，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些信息，甚至是否可以打听到之前圣仙之主和不朽之主所说那位神秘强者的信息，在其背后究竟是哪位大人物在推动着那个可怕的大计划。明九王，看来这么数万年的时间过去了，你的实力的确变得更强了，而我们也不是原地踏步，让你尝尝绝世神技的可怕威力。三风斩神阵。这明九王老头还不快点解决，在那里拖拖拉拉的干什么？什么？就凭这一根破骨毛也想伤我，怕是你们当年还没有被我教训的够吧？呵，真是拿你们没办法，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是不知道外面之间的真正差距。天明灭炎掌。明九王的攻势果真强大无比，既然如此，我们再过上几招吧。呵呵，想要偷袭我，你们还差点。几位副盟主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如果再给你们一些时间，恐怕就会踏足那个神境层次了。真是没有想到，你一人能够抵抗我们三人联手攻击，你的实力相比起当年更强大了。但是今日必定让你知晓插手神奇联盟之事的后果，以及还有彻底的解决我们之间的恩怨。黄科，你先去抓那个无血的女子，她身上有我们想要的东西，绝不能让其逃跑。好，你们二位先牵制著名九王，我这就去将其抓获。跟我走吧，你身上的东西我们神奇联盟要定了。该死！你们竟然耍这些小手段，今日我便让你们知晓我的真正实力吧。不可能啊！这明九王的力量竟然已经突破天位桎梏，晋升那传说中的神境。黄科、叶灵，我们一起合力施展最强之力，看来这才是明九王这老家伙的真实实力。看来想要与之对抗，只能施展绝世神器的力量了。那是。明九王，我承认你很强大，虽然今日我们不能击败你，但是我手中可是有着对抗你的资本，接下来才是这场战斗的胜负关键。呵，看来你们神奇联盟这一次是对那样东西势在必得啊！既然连这等绝世神器都拿出来了，让我都是大开眼界啊！呵呵，明九王这乃是绝世神器，我想你应该认得吧？36大绝世神器中排名35的起点。盟主大人，这次对于那样东西很是所需，所以当知晓这一次纪元遗迹开启后，那东西必定还在其中，就给我们准备了这等万无一失的绝世神器。不过真的没想到，
为了得到那个东西，竟然连你明九王都出动，看来还真是各有所求啊。我对那个东西没兴趣，我是怕那个东西落入你们神奇联盟的手中，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只要对大纣产生影响的事情，我明九王必定不会袖手旁观。哼，让你吃一记绝世神器带来的恐怖力量吧，吞噬万物。这是怎么回事？整个纪元遗迹似乎被吞灭了一般。丫头，你去保护他们，让他们安全撤离纪元遗迹，要不了多久，整个纪元遗迹将会彻底的被吞噬。明九王，我想就算是你也无法阻止绝世神器的力量吧？这起点的力量可是无形的存在，所以很难与之碰撞。哼，真是如此吗？既然你们要死，那便成全你们。林兄，你用空间祖符之力将其他人先转移到出口处。萧兄，那你……我还有神火护身，问题应该不大。没时间了，你们先带着他们出去。诸位，我的空间之力容纳的人数有限，站在我空间转移处，我先将你们瞬移出去。萧兄，你怎么样？难道真的要在此陨落了吗？萧兄，是明九王老头叫我来把你们安全的送出去。这个人身上竟然有一丝他的气息。萧兄怎么还没有出来？大家也莫要着急，我想萧兄应该不会那么容易陨落，我相信他。古巴哥，这里少了天人族的方舟。难道说幽影主在那一场战斗中并没有陨落，而且还悄无声息地逃离了纪元遗迹？我想是的，幽影主此人心机城府极深，野心自然不低，而且妄想取代我们天元界，成为第2等级大界之首位，恐怕这一次受到创伤后，日后恐怕会卷土重来。这股气息是萧兄，赶快撤离此处，里面的那股吞噬毁灭之力马上要冲出纪元遗迹了。萧兄，你们3人快上我的方舟，我们一同离开。郭兄、古兄，后会有期。萧兄，后会有期。萧炎等人最后虽然离开了纪元遗迹，但是却也遇到了另外的危机。不过好在粉老出手的帮忙，众人才得以脱离了神器联盟的那恐怖的毁灭一击。宗主，这里有一艘方舟，不过好像是受到了强烈的撞击。这艘方舟是我们天元界的吗？不过此前我记得这次前往纪元遗迹的是混元天中9域之一的血海域，王熙等人就是驾驶着这艘天元方舟。混元天血海域的王熙吗？那我们还不抓紧去看看情况，如果运气好，说不定我们就有机会进入混元天。是混元天的王熙，此前我见过他，所以我肯定。不过他们怎么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宗主别想了，救人要紧。参见宗主以及大长老和2长老。你们来的正好，这艘方舟来源于混元天，里面有重伤之人，你召集宗内最好的炼药师，炼制高阶丹药，修复他们的伤势。混元天。宗主，你觉得日后我们的宗门能否成为巨宗？未来的事情还真的说不准啊，或许吧。在这3个月里，萧炎、林动、沐尘以及王熙等众人的伤势渐渐的恢复到巅峰状态。今日也是他们一众人准备离开此处的一天。多谢穆宗宗主这段时间对我们的照顾，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来混元天来找我。多谢王熙大人了。
萧兄、林兄、穆兄，我们走吧。王熙兄，这天元界还真是超级大，相比我们千元界至少大了10倍之多，而且我们已经连续飞行几天了，竟然还没有出5行天。这就是内域外邪族的老家吗？还真是令人感到震惊。当年要不是元尊，恐怕天元界已经在圣神的手里陷入炼狱般的世界了。王熙兄能够和我们说说这圣族的由来？天元界诞生初期，诞生了2位先天神灵，第一位先天神灵便是祖龙，第二位先天神灵则是圣族之神。圣神执掌第2序列神之力，一直觊觎祖龙的第1序列神之力。但祖龙身化万物，圣神只有灭绝诸天中的诸族，才能获得完整的祖龙之力，晋升到第1序列之神。于是，这第2位先天神灵在天元界中创造了最强的圣族，命令圣族之人灭绝诸天各诸族。只要这位圣神还存活着，圣族便不会灭亡。在第1次灭界之战中，圣神因杀戮太冲，引动祖龙意志的苏醒，被祖龙意志重创至沉睡，后因吸收圣灵天和圣灵天所有生灵的血气，完全复兴了过来，同时吞噬了第3神夭夭的神性，而彻底的蜕变，实力直逼第1序列之神，达到了半步第1神的层次。原来如此。对了，王熙兄，你们这天元界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我们天元界的等级与大咒中的境界叫法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境界都有着相对应。就按照大咒中的至尊境为例，至尊境相对应的是天阳境，天眼乃是此境界的标志。踏入天阳境的强者，可在神府凝结天阳气，此气焚山逐海，威力无穷，和你们那至尊境的至尊法身相对应。地至尊对应元婴境，这个境界的强者可随之破开空间而行，速度恐怖无比，在各大宗派宗门里都属于中间力量。与地至尊的天地之相对应，天至尊对应法域境。如果说地至尊为王，称霸一方，那么天至尊为帝，俯视诸王，同时拥有天尊灵体，灵体乃其境界的标志。主宰境对应圣者境，圣者拥有开天辟地的世界伟力，无心之间便可造就一天之繁盛，也可顷刻之间将一天陷入毁灭。一言之下，无尽生灵都将受到波及。圣者的标志是圣火金莲花，其凝练出的金莲便是其本命圣宝，圣宝既出，规则崩坏，乾坤逆转。主宰之上，便是超脱主宰纳入神力，而这个境界乃是与大咒统称一致为神指境。据我推测，天邪神的实力应该比圣神更强才是，因为有着圣神全部力量，至少也是一位第2神的力量。至于为什么是主宰境力量，我想应该是世界的压制。虽然天邪神拥有圣神的力量，可是他却没有圣神那么老辣，毕竟只是新生之灵。对于大咒上的法则，似乎也并不是非常清楚。他以为可以瞒天过海，骗过世界压制，实则不然。那是如何？天邪神的确有着圣神的全部力量，当时他被世界压制，就算被封印，也不可能会瞒天过海，因为大咒充满着很多未知奇妙，就算是神也没能彻底的参透大咒的玄奥，所以就算被封印后破封，也只能使自己的实力稍微提升起来，但还是无法激发出超越主宰的序列神之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3人突破至主宰境后能够击败天邪神。要知道当年元尊乃是第1序列之神，就算是他出手也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才将圣神的意志彻底抹除。天邪神并没有陨落。正是，你们只能算是击败天邪神，但并没有彻底的抹杀天邪神，因为他乃是先天神灵，就必须以第1序列神的力量，还需花费10年的时间才可以将先天神灵的意志给彻底抹杀。你们也不用有所顾虑，虽然你们没有彻底抹杀天邪神，但是他也不敢再次进入你们的千元界，因为一旦进入就会有着来自世界压制。王熙兄，既然天邪神没有陨落，那么他会去哪里？这个我并不知晓了，或许会隐匿在某些未知的空间，正在沉睡吧。因为你们的重创之下，先天神灵将也会有着损伤，至于什么时候苏醒便是不得而知了。马上要到了，前方就是进入混元天的入口。好强大的世界本源之气，如果能够掌控这一天的本源之气，必定能够突破最强主宰。这混元天还只是9天之一而已，如果掌控整个天元界的世界本源之气，又会达到什么样的新高度呢？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的血海鱼。对了，元尊在9天的哪一天？元尊的姑娘乃是9天中的苍玄天，当年是最弱的一天，如今早已今非昔比，周元成神。6尊之神中的五爻，苏有威也来自苍玄天。
苍玄天嘛，日后有机会便去看看元尊的故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方世界。走吧，我带你们见一见我遇的血海大尊。那是王西哥，他们回来了。见过狱主。小辈萧炎，小辈林动，小辈沐尘，见过血海大尊前辈。王熙，你们回来了，此次纪元遗迹怎么样了？狱主大人，此次纪元遗迹突发非常多的事情，要不是遇上萧兄、林兄、穆兄三人，恐怕我已经陨落在神器联盟的手里了。神奇联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纪元遗迹之中？似乎他们在找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要找的东西在一位女子身上，那位女子也是来自第1等级世界。没想到这一次连神奇联盟都出手寻找的东西，必定不是普通之物。原来圣神之子就是被你们3位击败的，看来元尊那预言果然没有错，在未来一角看见3道伟岸的身影。不过你们的实力还是在2连胜者境巅峰，这样的力量在我们天元界太多了。自从进入神纪元，这大界中的元气越来越磅礴浓郁，你们可以在我们天元界好好修炼。1年后，古元天的诸天气运之争将会再度开启，你们也可以一起进入其中，争夺那里面的天地古老的元气。这种元气也称之为祖气，祖龙的力量。诸天气运之争，诸天气运之争关系到诸族未来的气运强弱，而决定气运走向强大之路的，就是要获得其中的祖气。如果哪一天得到的祖气越多，那么这一天的气运将会倍增，同时运气好，还能在其找到先天神物。先天神物，你们的天赋极高，如果1年以后参加诸天气运之争，必定有着不少的收获，对你们而言只有好处，所以你们是否要参加？我们参加。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最近最受9天众人关注的还是新天的诞生，而且前不久这新天似乎发生了异样，原本还需半年时间才彻底完成蜕变，可是自那次异样发生后，恐怕只需要3个月，这新天就会真正的诞生于天元界。这天元界的修炼资源还真是丰富啊，竟然在1年时间内就出现新天和诸天气运之争这种绝佳修炼之地。几人交谈片刻后，血海大尊就让王熙等人安排住处，给他们3人好好休息一番。萧兄、林兄、穆兄，你们这几日就好好的休息吧。怎么回事？呵呵，萧炎，没想到你将要晋级了，恐怕是因为这次的战斗，天元界中的元气如此充沛，如果将其吸收炼化不出个把月，就有突破最强主宰的机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先不晋级，也可以等到新天诞生后，在那力量吸收炼化古老的元气。按照我的经验，至少可以达到最强主宰中期。突破最强主宰中期。不过1个月后，新天就会彻底诞生，进入其中的强者也是无数，所以为了保守起见，我建议你先修炼幻虚神技，至少多了一个强大的底牌，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对哦，我竟然忘了之前你说过，每一道神火中都有独门的神技。我只是稍微盯着这火苗看了几眼，竟然就有一股力量进入到了我的脑海中，这就是幻虚神火的可怕之能吗？哈哈，小子，你的意志力还够强大的，竟然能够瞬间摆脱我的幻虚神技。小子，想不想学习我幻虚的独门神技之能？如果你愿意把幻虚神技之能传授于我，我自然是愿意。哈哈，你这小子还真是不客气啊。不过老夫喜欢你的直爽，那就让你的灵石进入我的万火神域中吧。这是怎么回事？呵呵，小子，这就是万火神域的特殊存在。什么是万火神域？万火神域乃是天下万火都无法进来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火的领域。你体内的地炎虽强，但是来到神火领域，自然会有一股力量会排挤它。原来如此。小子，只要你能够在这里待上10天半个月，承受这里火神之源的淬炼，你的肉体以及你的地炎将会变得更加强悍强大。日后就算你对战比你强上一丝的强者，你也可以使用被火神之源所淬炼过的强大肉体来与之对抗。就连你的地炎也会变得无坚不摧，虽然无法比得上真正的神火那等破坏力，可比起圣火同等级的火焰还是首屈一指。这神火果然强大，
不仅有着万火神域这等专属领域，而且还能在其空间的火神之源淬炼肉体，还有一道幻虚神技，这简直就是宝藏啊！忘了和你说，在万火神域中也可以征服所有神火，成为一位万火神域之主。那么到时候的你，可以说在大宙中都是前10的存在。万火神域之主，大宙前10。对，虽然这里是万火神域，是神火的领域，但是9道神火自诞生以来就有自己独立的神性，他们都想再成为最强神火，所以在当年为了争夺神火排名，万火神域中发生了神火之战。那最后怎么样了？最后神火之战的排名便是出炉了，而我幻虚是最后一名。最后神火之战的排名便是出炉了，而我幻虚是最后一名。什么？幻虚已经如此强大，也只能排在末尾。如此来说，在幻虚之前排名的那些神火，岂不是？其他神火威力更强，所以日后要是遇上，你可要小心那些神火，他们只要一出现，就算是神旗都会陨落于他们的手中，那等毁灭的画面足以令那些神旗都是十分忌惮。不管那些神火有多么强大，我萧炎一定会尽力而为。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万火神域之主？很简单，便是把9道神火全部收服，只有让其他神火屈服于你，而你便可以成为万火神域之主。收服9道神火，我相信你可以办到。焚诀可以收服多种神火？当然可以，你忘记了你的焚神诀中有着一股焚神之力，虽然目前很微弱，但是随着神火的吸收，便可以激发出焚神诀更多的焚神之力，而这股焚神之力便是可以帮助你收服大宙中的9道神火。那么你现在就先在这万火神域中来淬炼一下自己的肉体。对了，用你的地炎护住自己的肉体，一起淬炼吧。这里的火神本源真是太强大了，不管是我的肉体还是地炎，竟然都有些抵抗不住。与此同时，为了1个月后那诞生的新天，灵动也没有浪费时间，为了更高让自己变得更强，也直接选择了修炼。时间祖符出，时间祖符，我此刻就将你的本源吸收炼化至其身，而你也就成为我能力的一部分，不知道能否让自己突破至最强主宰。小兄，虽然你收服了神火，但是我林动自然也不会落后，希望还是能够与你并肩作战。1个月后的新天诞生中，不知道那里的古老元气是否能够让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一丝。之前遇到的天心界之人，好像也是修炼法身的，没想到在这大宙中修炼法身的可不止我一人。看来是时候修炼太初世界体的力量了。恐怕现在的萧炎兄和林动兄正在炼化他们从纪元遗迹中所获的神火和祖符。就在9天都在准备1个月后的诞生新天之时，9天之外的新天附近，这里充斥着无边的魔气，而且这股魔气与当年域外邪族入侵大千世界的魔气简直一模一样。无神，我们已经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圣魔，无神难道要？看来无神是要赌一赌了。当年圣神已陨落，圣神未完成的事情由无神来完成，而且这一次也将会是无神最后一次成功的机会。如果赌赢无神，便可冲击那第一序列，登顶天元界之顶峰，如此才可以将曾经失去的全部夺回来，乃至于整个天元界又会成为我们圣族的统治之下。独占4天已经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真正的目标是9天，统治整个天元界。圣神请放心，无神已经继承你的所有力量，这一次也将会彻底的激活你的序列神力，让无神得到全新的神之力量。到时候等无神解决，炎帝、五祖、墓主当年的仇我们圣族必报。要不是世界的压制，我们的实力也不会跌落至法域境。如今本座的实力已经恢复至巅峰状态，对付你们简直就是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了天元界的事情，那大千世界我们依旧会回去算一算那笔旧账。圣魔，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能够帮助无神冲击第一序列神？南明，如今我们已不是域外邪族，圣天魔帝的称谓也随之消散，我们可以恢复圣族的真实身份了。呵呵，如此也好，暗天魔帝叫久了，还以为真的是这个名字了。太迷，既然如此，无神如今还依旧是神卵状态，想要真正的恢复实力巅峰，还需要一些时日。我们一起帮助无神完成当年圣神未能完成的霸业吧。无神，为了我们神灵族群的复兴，
我们重新改个名字。泰迷，难道这个名字是？域外邪族、圣族已成过去，我们如今称之为先天神族。本神回来了，我的故乡。这是圣神的声音，还有天邪神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恭迎无神苏醒。泰迷、南冥，你们二人是我先天神族的最佳神选，神族如今有着你们二位，真是我们先天神族中的幸运。待我这一次出关，便是天元界那9天的末日。呵呵，泰迷、南冥，我既是圣神，又是天邪神，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们，那就是在我陨落前，我便是透过2重未来一角，看到自己会在第1重未来一角陨落在元尊的手中，而第2重未来一角，那时我也看到了元尊所看到的那3道伟岸的模糊身影，正在激战我圣神之子，最后竟然还是陨落在那3人的手中。但是我为先天神灵，自然不会简单的死去。我知晓自己会陨落，我没有能力可以与大咒生死法则对抗，所以我便想出更高让自己重新复活过来的办法，那就是当年我给你们留下的神卵，便是我这计划的开始。因为在神卵之中，我保留了自己极小部分的意志，只有我而陨落以先天神灵体存在的时候，我这小部分的意志才会苏醒过来，所以我现在是半残先天神灵体的存在。等我进入先天之中后，融合玩的先天神灵体，我圣神不对，圣神已死。既然你们刚刚也已经将圣族改名为神纪元时期的先天神族，那么我便带领你们走向神纪元时期的辉煌，你们日后称我为先天神。先天神，我愿永远跟随于你。你们日后称我为先天神。先天神，我愿永远跟随于你。看来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们先天神族来历极其神秘，能够在未来看到的某一角，便是能够救助未来的自己开启复活的计划。可以说有人想要杀我们这些先天神灵，几乎是杀不死的。我只能和你们说，我们先天神灵不是诞生于第2等级的世界，其他的信息你们日后便是会慢慢知晓。如今最要紧的便是融合玩的先天神灵体，到时候就是我们先天神族富足的最佳机会。泰迷、南冥，快进入新天，好像是那些家伙来了，应该是感应到我的气息了。怎么回事？刚刚明明感觉到这里有非常浓郁的魔气，为何突然就凭空消失了？青神，我想他们刚刚应该已经发现我们的气息，不知躲在何处了。什么？剑神，按照你这么说，难道他们也是神奇？不然怎么可能会感应到我们的神之气息？看来天元界经过了数万年时间的和平，似乎又有着什么邪魔之物进入这个大界中。不管这次来的是什么邪魔之物，有我楚清在，任何东西都别想破坏天元界的和平秩序。要是被我发现，我必定让他们有来无回。这新天世界最近也发生了异样，竟然提前1个月就要真正的诞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好是坏。既然这里没有什么异常，我们就先回去吧，将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禀告归虚神殿的那4位古尊。新天即将诞生，不要让其他邪魔之物靠近此处，让9天中的各大势力派一些人来看守一下此处，以防万一。刚刚那2个小子竟然有着如此超高的感知力和谨慎，看来这数万年的天元界中，果然培养出了诸多第3序列神。第3神而已，待本神融合玩的先天神灵体，那么其实力将会恢复到巅峰状态。当然第2神的力量也不是我想要的，我所觊觎的乃是祖龙那等第1神的序列之力，问鼎世界之巅，成为这方世界之主。无神，当年祖龙已经化万物，如今这些该死的人都个个成神，想必要将他们击杀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南敏，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皆是先天神灵，想要获得这个世界的第1序列，也并非只有一种方法。无神，难道真的是想？南冥，我们要相信无神，这也是我们先天神族复兴种族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就算是先天神灵有着预言之力，能够展开计划使得自己复活，但是事不过3，超过3次，恐怕无神身为最强神灵，也会被大咒的法则给彻底的抹除。无神，我们帮你护法，你放心的去做。第1序列神，本神定会成功。你们是说我们天元界中有邪魔之气入侵？
而且这股气息似乎有些与当年的圣神有些相似，还是一样令人厌恶的气息。难道是圣族那些余党当年还没有彻底的被处理干净吗？但是为了以防万一，金罗古尊在接下来的几日时间里，还是对各大势力放出消息，加强防御之心，特别在新天附近多派出法域境的强者看守，如有异常的地方，立马汇报。在万火神域淬炼肉体已经过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是时候出去了。节，右印主，经过这段时间的疗养，你的实力已经恢复到巅峰了。这一次差点让我陨落，这个求本阴主必报。右印主，此前我们已经派人出去调查下，桑尼的那小子竟然也得罪了神器联盟，后来乘坐天元方舟离开了纪元遗迹，恐怕现在应该在天元界中。什么？那小子连神奇联盟都得罪了，哈哈哈，真是活该啊！神奇联盟在第1等级世界中乃是巨无霸的庞然大物，连神势力都不敢与之正面对抗，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不知天高地厚，见谁就咬谁，最后还咬了这等恐怖的存在。听闻最近天元界中有着新天的诞生，似乎那些天元界的强者都前往了其中。天流主，这是真的？属实不假，而且那位叫萧炎的小子也进去了。真是运气可嘉的小子，没想到天元界会收留下等级的生灵，再共享他们世界中的资源，还真是大方啊！不愧是神纪元的世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世界的诞生，这无疑是对天元界的底蕴再度增加了数倍之多。如果再让天元界这样发展下去，恐怕已经朝着那些神势力慢慢靠近了。既然天元界成为我们天人界最大的阻碍，那么便灭了整个天元界吧。既然天元界成为我们天人界最大的阻碍，那么便灭了整个天元界吧。右印主，那个人可信吗？想要灭掉天元界，只有这个办法了，也是我们天人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机会。如果我们交出苍穹之心，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彻底毁灭，这种代价可是永久性的。那神秘人说了，只要我们之间的交易成功完成，那么他并赐给我们一座神纪元世界中的一座大陆，而这个大陆的面积可堪比我们整个天人界，因为那座大陆乃是第1等级世界中的神之大陆。神之大陆，既然对方都那么有诚信，我们再怎么不舍得天人界一类舍弃了，右印主苍穹之心便由你来定夺吧。行，那么接下来我便会和那位神秘人见面，具体详细的信息我到时候会跟你们说。天元界，你们的末日到了，敢阻碍我天人界的霸主之位，本阴主日后必将加倍奉还。诞生了，10天诞生了，真的出现了！新世界的本源定会让我突破境界桎梏，成为圣者境的超级强者。我要第1个进，还有我。嘈杂的声音传遍天地之间，已经有诸多身影掠进那星星飞洞之中，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强者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去其中。林兄，牧尘，这一次的机会难得，咱们可要努力突破境界，踏入最强主宰。哈哈，突破最强主宰，我们可是势在必得。而且新天的诞生可是有着太初本源，对于我的原始法身也有着淬炼的作用，说不定还能激活原始法身的真正力量，也说不定。有意思，这3个家伙的天赋极为的变态，不知道这一次能否在新天中获得强大的机缘呢？你们这些大尊还不进去占领一些好的核心区域，创建自己的势力吗？万祖大尊，我们可是对这些没有兴趣，只是想在其中夺得更多的神元之气而已，能够让自己的修为纳入真正的神列中。哼，万祖的性子还是老样子哦，呵呵。我们进去吧，在这新天中，看我们之中谁能突破神奇的桎梏，踏上那令所有主宰者都梦寐已久的成神之路。这新诞生的世界竟然有着7座超级强大的界域，每一个界域的面积更是堪比大千世界一般，不愧是第2等级的大界，比起第3等级的大界可大得多了，而且资源元气都比第3等级丰厚的多很多。难怪第2等级的大界会出那么多的强者，原来他们的世界还能够孕育新天这等奇特的能力。
萧炎兄，哪一座界域的元气最为精纯？我自进入新天中后，发现自己体内的原始法身竟然有着异样的变化。看来牧尘你体内的原始法身也感应到了在这之中的古老元气。萧兄，怎么了？没什么，我发现其中一座界域上有着元气最为古老，或许那里能够对牧尘的原始法身有着帮助。那3个第3等级的守护者竟然也是去往那个界域，还真是有趣了。专注这家伙怎么还跟着3位年轻人了？真是头一次见。你恐怕也会去那座界域吧？还在这里废话，走了。武神、紫霄，看来我们要的神元之气就是这座神灵峰之上了。看来你也早就发现了，这新天中的神元之气竟然比整个天元界中全部加起来还要浓郁几分。要是神元之气不够浓郁的话，咱们的天元界也不算是神纪元世界了。走吧。萧炎兄，到了吗？牧尘，马上就到了。我的灵魂力量已经感觉到前方有一处古老元气最为浓郁的地方，那里或许对你的原始法身力量更是有着极大的帮助，不知能否激发你真正原始法身的力量。哈哈！萧兄，看来我们只能在这里晋级境界了。虽然这里的地域非常的隐蔽，可是不乏有一些顶级强者会发现此处的古老元气的精纯，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这股元池中的元气竟然如此精纯，而且足够我们3人晋升最强主宰。林动兄的吞噬祖符还真是一个好东西，竟然还能这样变态的操作。5座原始法身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原始法身对古老的元气那么有共鸣感？太奇怪了。确实很奇怪，你们看这处神灵峰地面非常的平整光滑，看样子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某种力量所造成的。那么武神，你觉得是谁有着这等可怕的力量，将一处巨大的神灵峰都给破坏的如此干净利落？我想只有序列神的力量才能将神灵峰破坏。序列什么？天元界之中纳入神列的也就只有12位，元尊、夭夭，还有就是当年的6尊之神归墟神殿的那4大古尊呢。除了这12位，难道说天元界之中还有第13位的序列神诞生？紫霄大尊说的也不无道理，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说得通的理由。但是不可能有第13位序列神诞生才对，只要有序列神的诞生，归墟神殿中的序列神榜就会出现第13序列神之名。可是在这序列神榜中可没有这第13位的序列神之名，依旧只有12个名字。苍渊，此事你怎么看？依我看，这神灵峰确实存在着异常，能够将其破坏如此完整，只有序列神才能够做到。只是这第13位序列神会是谁，我也没有一点眉目啊。地龙、赤姬，你们2人呢？你们应该知晓，此前李纯君和楚清说过，他们在新天附近感应到一丝邪魔之气。你们有没有发现，从李纯君和楚清所说的邪魔气息，与数万年前的圣族之神有所相似？你的意思是说，这神灵峰的异常与圣族之神有关系？圣神不是当年就被元尊花了10年的时间给抹杀了吗？我也想不通啊，但是根据他们的诉说，的确与圣神的很相似，但是具体是不是圣神却不得而知了。不过后面我们也让9天所有的各大势力都派出强者去探查，依旧没有任何的结果，不知道这种结果是好还是坏。金罗，你说与圣神气息很相似，那么该不会是……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想得明白，其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恐怕在天元界中已经有着邪魔之人的渗入，只是他们潜藏的非常隐秘，就算是我们也无法感应到他们的存在。通知下去，让9天各大势力注意极强戒备，如有发现异样立马汇报，立即召集祖涛之神、吞噬之神、剑神、星神商议重大事宜。这3人就是击败2代圣神的大界守护者，没想到能够找到这么隐秘的古元池，果然不简单啊！这3位所修炼的方式都是不一样，一个修火焰之道，一个修祖符之道，一个则是修法身之道。确实有些让人吃惊啊！这第3等级世界
竟然出现了这么3位绝世天赋之人，看来那世界的气运真是不错啊。也不知道这3人将会在新天这种刚诞生的世界中有着怎么样的突破，让我们这几位拭目以待吧。林兄，看来差不多了，是时候突破了。萧兄，一起突破吧。他们2个终于突破到最强主宰了。既然萧炎兄和林动兄都已经突破，那么我沐尘自然不会落下。5合1。真的可以突破至中期阶段，没想到体内的那能量球中已经酝酿了如此多的元气。这就是最强主宰的力量，比起大主宰不知强大了多少倍啊！看来这一次来到天元界果然没有错，等级越高的世界中所蕴含的能量就是丰富啊。我似乎有些明白了，看来原始法身需要古老精纯的元气淬炼，能够激发法身的真正力量。萧炎兄和林动兄已经完成晋级了，那么我也开始吧。有意思，这晋级突破的速度恐怕也只有沐尘能够办到了。看来沐尘也仅剩突破最强主宰了。既然我们都已经成功晋级最强主宰，我们前往新天中心区域看看，或许那里有着更高级的本源。怎么回事？这些云层很诡异，而且其中的力量更是让人揣摩不透。那些黑气都是什么东西？这些黑气是怎么来的？依我看，这黑气应该是由新天诞生的。新天中诞生的暗物质力量，这也太离谱了吧！我们的世界可是已经进入神纪元，理应当诞生的都是世界中能够孕育修炼者或是其他生灵有帮助的能量，可不是这种令人厌恶的能量。或许这就是无论在哪个世界有光明有黑暗的一面吧，他们或许保持着某种平衡也说不定。我们不要这样的平衡，这东西实在让人提不起一丝兴趣，总感觉是一股邪恶之气。这股邪之气只会令我们的修炼速度减慢，甚至让我们止步如今的层次无法再有所提升。您看，刚刚黑气所处的地方都开始被侵蚀了。如今这些黑气就连我们大尊都无法抹除，只能请第3序列神的他们来处理这里的事情了。我已经将这里的事情投射到归虚神殿之中，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这里暂时不适合大家修炼了，请大家去其他区域。新天之中怎么会诞生如此邪恶的东西？真是该死！见过4大古神。刚刚我收到专主你的信息后，我便召集归虚神殿的其他3位古神。那股邪恶之气是怎么一回事？其他人有没有受伤？金罗古神，其他人暂时受了一丝轻伤，并不大碍。只不过刚刚那股力量确实非常的强大，凭借我一人之力，恐怕都无法抵挡其中的能量冲击波。所幸刚好有数十位大尊联手将这股力量抵御而住。竟然有这种事情！不能让黑气再继续蔓延下去，不然剩下的神灵峰以及整个天元界都会彻底的被黑气所侵蚀，对我们天元界的生灵有着严重的伤害。苍渊、地龙、赤鸡，我们一起合力出手，先将那团黑气封印起来，以我一人之力，恐怕都很难将其制服。苍渊、地龙、赤鸡，现在动手！不好，刚刚那雷霆之力增强了黑气的侵蚀之力，按照这样下去，黑气将会蔓延至整个新天，到时候这个刚诞生的世界就会彻底的沦陷了。金罗怎么办？大家全力出手，将这些黑气镇压。这些黑气为何会出现在新天中？我总感觉此事非常蹊跷。这黑气的力量恐怕已经达到第2序列了，不然联合我们4人的全力，也仅仅将其压制而已。看来新天的诞生恐怕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啊！我们已经暂时压制住黑气的蔓延，我们需要召集其他第3神过来从长计议，
将这个事情彻底的解决，不然恐怕是一个隐患。各位，接下来你们可以在这片界域修炼，不过不要靠近神灵峰。什么？竟然在腐蚀我们的力量，该死！专主、武神、子霄，你们去通知其他第三神过来，这里我们4人先顶着。不好，这由黑气凝聚成的巨龙想要尝试直接冲破我们的束缚。难道联合我们4位第三序列的力量都无法将其制服吗？该怎么办？那是闭眼附魔上。这股气息，我乃是新天中所诞生的神灵，你们这些人类竟然想要试图将我抹杀，真是令本龙愤怒。竟然真的是新天中的神灵之物。呵，你这神灵似乎不是好神灵，我怎么感觉你更像是邪恶之物？小兄，和这些邪魔之物没有什么好说的，灭了他！好可怕的声波攻击！有趣，你们3位的灵魂竟然没有被我的龙吟之声被重创，不过没关系，接下来让你们看看本神灵的真正力量。凭你们这些东西休想将我困住！万物之上，神灵之怒！不好，我们的力量无法抗衡这股洪流之力。与本神灵作对，就是如此的下场。你们好歹也是第三神，如果顺从于本神灵，今日就留你们一条命。想要我们顺从于你这邪恶之灵，痴人说梦。不好，这邪恶之灵竟然想要以这一招吞噬这片天地万物，真是该死啊！既然如此，你们都去死吧！这是，竟然是神火！给我回去，别出来丢人现眼！哈哈，小子，竟然让老夫帮你收拾残局！什么？真是该死！你们竟然敢这样为本神灵！你们给我等着！这幻虚神火的力量还真是恐怖啊！萧炎小友，没想到你竟然拥有神火这等神物。前不久只是侥幸在纪元遗迹中夺得神火。侥幸？如果这都能算侥幸的话，那些想要夺得收服神火的强者又算什么？萧炎小友还真谦虚啊！萧炎小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体内的那道神火应该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9的幻虚神火吧？不管怎么样，刚才我们还是要感谢萧炎小友的出手，不然的话，这片新天地的世界恐怕已经被那灭日般的大洪流彻底毁灭，万物生灵都是在劫难逃。4大古神前辈们，不必客气，我们能来到天元界修炼你们大界中的资源，要感谢的还是我们才对。哈哈，你们3位便是来自第3等级的千元大界吗？在数万年前，从元尊口中得知，圣神之子将会被3位盖世强者击败。如今一见，确实如此。你们3位的确很强，又拥有大咒中的神物，作为主修，真是令我们都感到震惊。忘了自我介绍，我叫赵牧神。小辈萧炎，小辈林动，小辈沐尘，剑神李纯君，青神楚清。这一次召集大家汇聚此处，有一事情要与大家一起商议，请李纯君和楚清说明一下。想必大家都知道，1个月前，我与剑神在新天附近发现邪魔之气。到了这一次新天诞生后，里面出现了邪灵之物的气息，竟然与我们之前感应到的邪魔之气极其的相似，所以我断定，我们天元界之中，在此前就已经潜入了邪魔之物。按照青神的诉说，之前我们派出各大天域的强者都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难道是因为这个邪魔之物在此前就进入到了未诞生的新天之中？我想应该是如此。但是按照青神的说法，这个邪魔之物能够进入未诞生的新天中，那么其本身的力量必定已经达到非常恐怖的境界层次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了很久，能够轻松进入未诞生的新天中，只有一种可能，我们人类或许进不去，但是有一种东西则是可以进去，正是先天神灵。先天神灵。
各位前辈，小辈打扰一下，你们所说的那邪魔之气，是不是和新天中诞生的邪灵之物气息有着什么关联？萧炎，难道你对于这事情有什么看法？其实我知晓一些东西，当时还不能够确定是不是自己所想。既然今日大家都在商议，而且还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天元界的大事，我就说一下我心中的答案。我此前在新天遇到那黑色巨龙的时候，在其身上的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有着与当年入侵我们大千世界域外邪族的影子。准确的说，这道邪魔之气，正是当时我与林兄、牧尘一起联手击败的天邪神身上，其气息非常的相似。虽然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那股邪魔之气必定是不会错的。域外邪族天邪神，他不就是圣神的后手，圣神之子吗？真的是圣神之子回来了吗？不是说圣神之子被你们3位击杀了吗？怎么还活着？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圣神之子的确被他们3人所击败，但这只是击败，因为他们3人所对面战斗的不是普通强者，而是先天神灵。这些先天神灵有着奇特的力量，那就是不会被彻底的抹杀，就算是元尊出手，也得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才能将其抹杀。看来新天中的那邪灵之物正是圣神之子无疑了，难怪会如此疯狂的想要占据新天之地。这次多亏萧炎小友出手帮助啊！这一次能够靠着我体内的神火化险为夷，对方来的也只是一道邪灵之气所化之物，如果是本尊的话，恐怕我也无法将其击败。此次会议之后，我将会通知9天各大势力加强戒备。当年圣神的实力也无法跨越第一序列，我想这位圣神之子也不会那么容易跨入第一序列，我们也不用担心。虽然我们天元界元尊不在，但是至少我们有了数位第3神，而且祖贴之神的实力恐怕已经迈入第2序列神，所以就算到时候真的那位圣族之子对我们9天发起进攻，也别想那么轻易的将我们这些第3神击败。你们3位要不要留在天渊域？这边有着天元界最好的资源，可以供给你们修炼。那我们就多谢专主大尊的照顾了。今日的会议就此结束，大家做好自己接下来的事情，不要落单了。林动兄，之前不朽之主说过，想要找到其他5座原始法身的位置，需要时间祖符的力量方可知晓。你是说利用时间祖符的力量穿越时间轴，回到过去看看在10座原始法身摧毁后的景象吗？是的，如今你已经彻底掌握时间祖符的力量，应该能够利用时间祖符之力带我们回到那个时期，而且我也想看看，在那个时候究竟是何方神圣击碎了10座原始法身。好，现在我便带你们去看看10座原始法身被摧毁前的那个时期的世界。这就是时间之力吗？我感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似乎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我想这就是时间之力的奇特之处吧。既然要穿越时间轴回到过去，我们自身也会受到时间之力的影响，或许只有这种被影响下，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以往的时期。牧尘，那10座身躯中有5座法相，与你现在所拥有的原始法身样貌很像啊。虽然很像，但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才是真正原始法身的力量吧。法神天能。天虚归一。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为何我的主境灵魂力量在其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能够摧毁10座原始法身的那人究竟是谁？没想到直接是在力量上毁灭了这些原始法身。牧尘，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的位置了。找到了。你们是未来世界来的人。该死，我们被发现了，你是谁？哼，真的好险啊！
确实很惊险。要不是时间之力在那最后的关键时刻将我们带回现在的世界，恐怕就真的被会陨落在过去的世界之中。萧炎兄，林动兄，刚刚究竟怎么一回事？明明我们去的是过去的世界，按理说过去世界的人是不会看到未来的人事物才是。或许那道黑影的实力已经不是一般的强大了，恐怕至少都是达到令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境界，所以才能够以他本身的大能感知周围的一切事物动态。不过沐尘，你刚刚眉心处的金色眼瞳是什么东西？似乎很不一般啊。我想那个是可以连接找寻另外5座原始法身的重要之物。就在刚刚那时候，我通过自己那突然浮现出来的金色眼瞳，便发现自己体内的原始法身之力都开始变得极为的异常。是什么异常？这股异常就是催动金色眼瞳的力量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体内的5座原始法身之力急速的消耗。如今恐怕我也无法暂时再度召唤出5座原始法身了。刚刚听你说已经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的具体位置了。我通过刚刚那浮现出来的金色眼瞳，竟然看到了整个大洲的样貌，而且最后被击碎的10座原始法身全部落在了大洲9界的各个大界之中。虽然大洲很大，但是依旧在那只金色眼瞳的力量下，第6座的原始法身的依旧被我牢牢地记住了坠落后的那方世界，那就是天心界。看来你需要去一趟天心界了，或许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你所想知道的答案，以及那第6座原始法身的存在。萧炎兄，林动兄，距离诸天气运之争还有一些时间，我准备一人前往天心界看看，那第6座原始法身究竟是否在那个世界中，但是我会在诸天气运之争开启的时候回来。也好，此次前去一定要小心一些。好，你们在天元界也多多留意一些，我总感觉这天元界之中有着一丝极度隐晦的气息，不乏这些隐晦气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说不定。你说的是域外邪族的那些气息吗？此前在那新天中所发生的那股邪灵之气，应该就是域外邪族无疑了。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圣族。不过，就算是圣族，当年元尊可以灭之，那么我们3人也可以灭之。这些邪灵之物，我林动非常的不太喜欢。林兄说的对，只要这些邪灵之物一出现在这些世界中祸害生灵的话，我萧炎也是第一个不会让其得逞。炎帝、五祖、墓主这3位竟然会出现在天元界里，真是让我有些吃惊啊！先天神，你这次晋级第1序列又被那3位给捣乱了，最终导致冲击失败，要不要让我们2人前去将其杀之？时机还没成熟不可。这一次那炎帝竟然收复了一道令我都忌惮的火焰，这火焰恐怕是一道神火，不然那些第3序列的古神可不是本先天神的对手。炎帝确实很强，竟然才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竟然实力已经突破至最强主宰，而且又收复了一道大洲的神物神火，此人的确非常难以对付。你们也不要惊慌，当我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就算那炎帝也不是我的对手了。我们相信先天神，等日后成功踏入第1序列后，定要将这些曾经阻碍我们的人类彻底击杀。炎帝、五祖、墓主，你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那么先天神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天元界在1000年或者100年的时间里将会开启诸天气运之争，而只要你们能够夺得全部诸天的祖气，分别让其祖气流入新天中，那么新天的气运将会提升数倍不止，并且我也可以利用这些强大的祖气进行与本神灵的融合，将其突破第1序列。先天神的意思是，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开启之后，让我们也参与其中，将那9天的气运全部夺回，让先天神晋升第1序列神。正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如果再度失败的话，就很难摆脱第2序列神之位，日后想要再踏入第1序列神的话，那是极度的困难。所以你们2位作为我先天神族的最强2把手，一定要成功。先天神，这一次炎帝、五祖、墓主这3位既然出现在天元界，恐怕也会参与诸天气运之争，他那神火的威力我们恐怕很难抵挡啊！就连你那第2序列神之力，也在神火的力量下吃了亏。对，而且这3人的主修之法都是大宙中的神物，不管是神火还是祖符以及那原始法身，都是非常可怕的存在。要不是当初他们的实力还只是圣品巅峰的话，恐怕我们2人皆是会陨落在炎帝他们的手中。你们2位不用担心，我让你们去，自然是有一些让你们对付炎帝、五祖、墓主的办法。那时候炎帝能够施展神火击败我的第2序列神之力，据我感觉，那股力量不是炎帝本身所施展的，而是神火本源的意识自己愿意主动出手，才能够施展出如此强大的火神本源。
或许炎帝虽然获得了神火，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炼化神火的火神本源，所以这正是我们出手的机会。那么先天神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炎帝的神火？你们应该知道，在72大神器排行榜上第29名的水灵。你们二人应该知道水灵的力量刚好可以对付还没有炼化神火的炎帝，所以这一次你们可不要让我失望了。属下遵命，这次我们会不辱使命，定会完成先天神的这最后的机会。先天神水灵的力量虽然很强，但是从哪里寻找？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此前有一位神秘人给我的。这炎帝、五祖、木主的确都是非常难缠的家伙，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壮大之前，我们先杀之为快，不然日后必定会成为我们父族的最大绊脚石。对了，关于元尊有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启禀先天神，我们已经派出先天神族的各族人，在第2等级世界中几乎就没有元尊的任何消息，恐怕元尊如今已经不在第2等级世界了。哦，不在第2等级世界的，难道元尊那家伙已经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中了吗？不会是元尊，恐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飞升至第1等级世界。元尊，虽然你早比本神飞升第1等级世界，待我富足之后，本神也会飞升第1等级世界。从此我们先天神族将会彻底恢复到巅峰时期，甚至超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在下已经努力去办了，请大人放心吧。希望如此。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如果无法完成的话，你们先天神族将会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中。如果任务完成，那么我将会将你先天神族的族人全部纳入神猎的机会，而你也会获得祖龙一样的境界，第1序列神，成为第2等级世界的最强之神。遵命，我不会让大人失望的。先天神，刚刚那道黑影是谁？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之间只是达成了协议，对方的需求我们可以满足，而我们的需求对方也可以给到我们。难道说这道黑影就是先天神刚刚所说的那位给你72大神器排名第29的水灵神秘人？正是他。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想明白，不知可否请先天神告知一下手下。为什么那些人要夺取那个东西？或许那个东西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而且我感觉到那个东西似乎对于那些人而言，隐隐间是关系到大宙中一些未知的至高秘密，也不一定。这一次成功突破第1序列神后，我先天神将会亲手击败元尊、炎帝、五祖、木主，让先天神族彻底的掌控天元界。对了，天人界的天人族被炎帝他们全部灭杀了。呵呵，那些愚蠢的天人真是枉为天人这二字。我记得很久以前他们就去入侵第3等级世界，竟然还是没能彻底的将那个世界毁灭，不提也罢。你们最近在天元界还有没有打听到什么事情？听说在几天前木主前往了天心界去找原始法身了。原始法身吗？我记得我的儿子就败在这些原始法身的力量上，那股原始力量的确非常的恐怖。南明，你带着族中的几位强者一起去天心界探一探，如果真的在那里发现木主，在他离开天心界之后将其击杀。是，先天神，属下这就去办。萧炎，你这家伙还真是让人羡慕啊！如今距离成神之路也越来越近了，现在只差一样东西便可炼化神火，到时候你便可一举突破晋升神奇境也说不定哦。吸收神火之后，真的可以能够纳入神列，踏入神奇境。你可不要小看神火，虽然大宙中只有9道神火，你现在所拥有的只是排名第9的神火，但是其火神本源都能够让一些寻常神奇忌惮无比。而你如今就是需要一个神灵之物，在自己体内种下神骨，才能够容纳火神本源，让你超脱主宰的能力。所以半年后的诸天气运之争开启后，在那古元天中必定存在着一些神灵之物，为自己种下神骨。不过参加诸天气运之争的强者将会非常之多，所以想要获得神灵之物，自身的实力也要继续提升。虽然你的修为达到最强主宰中期，可是其中不乏有一些准神境的强者，为了能够顺利在其中获得神灵之物，你可以试着去修炼焚神诀的第3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随着你的实力提升，应该能够领悟第3诀的奥秘。焚神诀的第3诀吗？上一次在练习第3诀的时，有那么一瞬间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之感，但是很快又无法参透，找到那种感觉。呵呵，那是自然。
焚神诀可不是普通的神技，所以只要你好好的修炼焚神诀，对你以后有着巨大的帮助。萧炎，你要知道，焚诀可不是普通的功法，如果硬要说的话，焚诀乃是一道神法，也说不定哦。神法。正是，神法就是一些强大的神奇所施展的神技之法，但是类似于焚神诀这道神法，就算是整个大宙中都是极少数的存在，所以有很多强大的神奇都想要能够获得一道神法，如此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实力再度提升到非常可怕的层次，达到那个层次的神奇都是叱咤一方神之领域的世界之神了。在萧炎、沐尘都各自修炼自身修为的时候，灵动也不可能会落下，因为他也正在疯狂的修炼他那9道辅祖的力量。大家最近是否有感应到天元界有什么动静没有？没有，一切都是很正常。其他人呢？我想这一次之所以没有出现2代圣神入侵，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正在等时间。等时间？我说的等时间乃是2代圣神可能正在处于突破晋升第1序列之位的关键时刻，所以他们在等2代圣神彻底的迈出那一步之后，才会向我们各大诸天发起入侵攻战。只有达到第1序列之位，成为第1序列神的时候，那便是拥有了堪比当年元尊以及祖龙的实力。那我们不能让2代圣神迈出那第1序列之位，不然就算我们诸多第3神联手，恐怕也不是第1神的对手了。届时我们的各大诸天以及整个天元界都会受到严重的入侵。对，绝不能让这事情发生。大家也不要惊慌，第1序列之位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迈入的。想当年，就算是圣神自己都成功晋升第1序列之神，可以想象迈入第1序列之位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大家可以放心一点，就算是真的2道圣神突破晋升第1序列之位，成为第1神，我们联合所有序列神以及天元界的最强战力，也要与之一拼。但是大家依旧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那些家伙入侵了各大诸天。如今9大诸天已经被我们布下结界，一旦有那些东西进来我们诸天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感知到。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就算真的到时候大敌来了，我们也不会有着一丝惧意，要战那便战。没想到对方这一次没有入侵各大诸天，真是意料之外啊！呵呵，看样子对方也很聪明，知晓我们会有着防备他们之心，所以为了小心使得万年船，竟然能够如此的隐忍。剑神、青神，看来我们要把目光放在3日后的诸天气运之争中了。赵牧神似乎对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非常的感兴趣哦。赵牧神对那萧炎、林动、沐尘3位来自千元界守护者的他们有兴趣。呵呵，这3位年轻人虽然年纪比我们小很多很多，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觉得说在未来的某一日，他们3人在大宙中都将会是叱咤一方的强大人物，而且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未来他们所绽放出来的耀眼光芒。那我想问一下赵牧神，你觉得他们3人之中，谁才是最耀眼的星光呢？剑神所问的问题的确很精彩，我现在也说不出他们3人之中谁最强，但是我只能说，想要知道他们3人之中最强者，只能让时间告诉我们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证明，我们也会知晓最终的答案。不过目前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那位沐尘似乎离开了天元界，前往了天星界，说是寻找第6座原始法身，而萧炎和灵动则是选择闭关修炼，他们每一个人所修炼的竟然都是大宙中的神物，真是不可思议啊！除了萧炎，那灵动所修炼的多种强大属性之力，也更是让人揣摩不透。能够将大宙间那么多属性的力量融合一起，更是让我都难以置信。这些来自第3等级的守护者，竟然个个都是拥有不凡之物，真不知道要是元尊见到这3位，将会是怎么样的评价呢？沐尘怎么还没有来？难道是忘记了今天是诸天气运之争的日子？沐尘，我想他应该会在开启诸天气运之争前到，我相信他。你们2位也出关了，似乎气息比之前更加精湛了。见过专主大尊，这次看来就只能靠你们这些大尊级别的人物了。呵呵，此事不仅是靠我们，其实也靠你们。什么？也靠我们？准确的说，是也要靠你们这些圣者境的超级强者。哦，不对，对你们而言，乃是主宰境。古元天玄妙无比，自诞生以来，便是化为了3重空间，第1层的主宰空间，第2层的天至尊空间，第3层乃是地至尊空间。哦，
每一层空间都拥有着古元天所诞生的祖气总量的2成，而每一层空间最深处约有9条虚空通道。这9条通道有强弱之分，若是打通并且占据最强通道，将其连接向所在天地，自然就能够令得所在天地得到最大份额的祖气。原来如此啊！3重的空间，每一重的空间各占2成，那么还有4成在哪？那最后剩下的4成就得看各方的大尊了。诸天气运之争真是名副其实，上到大尊，下到的至尊，则都有着上场的机会，这简直就是看似与诸天大决战有着一比了。呵呵，曾经的天元界只有9天，而如今可不只是9天，还有新诞生的第10天。看来这诸天气运之争还真是有些棘手啊。不过其中主宰境的强者也会参战，但那所参加诸天气运之争的主宰境其中，应恐怕都是会元天中那些最为顶尖的最强主宰吧。你们2人的实力让我都刮目相看，我想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恐怕你们的名声会真正的扬名整个天元界中，这也是师尊嘱咐我的事情。师尊是苍元大尊，师尊让我转告你们，说那里面会有着你们2人所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的东西难道是？现在是否让你们更对这诸天气运之争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不过你先前说的倒的确没错，以你们如今的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去参加诸天气运之争，恐怕会遇到那些一直隐世的顶尖强者，就算你们的底牌很强，也不可能有100%的胜率。牧尘怎么还没来？终于是赶上了。牧尘，你终于来了，还以为你忘记了呢。找到第6座原始法身了。找到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可是为了收服修炼这第6座原始法身，差点被那强大的原始之力所吞噬，还好在最后的关键将其彻底收服。恭喜你了，真的找到了第6座原始法身。萧炎兄和林动兄的实力也变得更强了。这就是天柱峰吗？还真是壮观啊！没想到这些不曾露面的隐士顶级势力都出现了，看来到场的都会是一些非常棘手的狠角色呀。天元界果然不凡啊，不愧是神纪元的世界。没想到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这么的热闹，其参加的人数似乎都比上一次多了。我叫王无天，是一位隐士的散修，不属于任何势力。什么？真的是那个王无天？他不是自那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吗？没想到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竟然会出现这等恐怖的人物，还真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大家还记得我呢。确实我已经销声匿迹了数千年时间，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我便要获得最多的祖气，来让自己冲击那神气境。这目标一等就是等了我数千年的时间，最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有意思，以一人之力击败一道顶尖势力，可谓是如萧炎兄和林动兄。当年你们2人在大千世界，可不也是以一人之力战一族吗？二者不能比啊，这可是在第2等级的天元界，其中的顶尖势力必定还有着非常强大的底蕴，就算如今是我，也不敢100%的有击败一道顶尖势力的把握。的确如萧兄所说，这位王无天的实力极其的强大，如果我与他1对1战斗的话，我也没能有把握战胜他，而且此人的身上有着隐隐约约的强大隐晦之气。什么？强大的隐晦之气？看样子这位王无天不是一位简单的人物，已经销声匿迹数千年的时间，今日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这位王无天必定是一位非常难缠的对手。各大诸天之人听登陆古元天。萧兄、林兄、木兄，你们3人在古元天内多多小心一些，其中的强者诸多。王熙兄，你也多加小心。各位大尊，走吧，这一次我们会元天依旧会成为各大诸天中的第1名。这就是古元界吗？怎么如此的荒凉？我以为这一方世界会是充满着无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没想到这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这里可是那传说中的祖龙之地，其中所诞生的奇物自然不是我们能够见识到的，所以这里与其说荒凉，倒不如说这是世界最初诞生的时候应当就是如此的景象吧。看来这古元天果真是一片修炼者的绝佳之地，这里乃是那位第一序列之位的神灵祖龙诞生之地，果然不假。这古元界的元气真是太惊人了，我感觉我好像是在浸泡其中一样，真是舒服啊。此时，一些地至尊以及天至尊的强者更是忍耐不住的直接盘坐下，运转体内的元气，开始吸收这方天地间的古老元气。小心！这是古元天中的一种灾难，名为地灾。看来是刚刚这里突然出现了太多人，导致这方天地的元气波动过于的强盛所导致，方才引来如此可怕的地灾。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为了观察古元天内的祖气动向，他们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开始建造一座观气台和一座座的房屋建筑。准备开始吧。呵呵，想要拿走这处地狱碎片，岂是你们能够那么轻易夺走的？万祖玉吗？你们想与我们梵天宫的人作对？哦，古元刀竟然是72大神器排名第58名，没想到你们焚天宫似乎早已做好准备啊！既然知道这是一道神器，那么就请你们还是明智一点，不然到时候可别怪我们焚天宫无情了。可恶！实力不如我，就连神器也不如我，那我就只能毫不客气地收下这卷地狱碎片了。来，要不要送你们几块，自己选一选。萧炎，选右边第2块的地狱碎片。本老，为什么要让我选择一个最普通的地狱碎片？你得给我一个解释。萧炎，我乃焚诀之灵，自然是感觉到了你手中的这块地狱碎片其实非常不错，所以才让你去拿这道碎片。我可以重新选择吗？呵呵，既然你已经选好自己属于自己的地方，就好好的去那里。如果想要重新选择的机会，就算我愿意，其他人也不愿意吧。如果都像你一样可以有着重新选择的机会，那这诸天气运之争有何用？呵呵，算了，有总比没有好。若是我凭借着这道普通的地狱碎片，在古元天中有着不一样收获的话，说不定我还得要感谢你一声。林兄，牧尘，我们之间都有了一道在古元天中的地狱碎片，暂时要分开了，在其中要小心一些。小子，你也只是第3等级来的生灵而已，能够获得我们第2等级世界的一些资源，已经算是不错了，你应该要感谢才是。不过，想要和你刚才说的可能会获得不一样的收获，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本老，这一次要好好谢谢你，你果然没有感应错。呵呵，所以凡事不能只看表面，就算抢了那些看似祖气浓郁之处，或许那里的收获还不一定比这里要高，相反，在这里的意外收获一定会比那些地方高很多。这地方真的有什么祖气吗？我怎么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还不如去其他地方看看呢？都过了大半天了，一点收获都没有。来都来了，我们再找找看再说，如果真的没有，再去其他地方看看也不迟啊。有些奇怪啊，不应该吧？凌飞，你在做什么？捆气住！大家都过来。大家挖这里，我想祖气的支脉应该就在这下方无疑了。大家挖吧。呵呵，还真的有点意思，这支脉竟然如活物一般之小，要隐匿在不让人发现的点。终于抓到了。这股气息是祖气之脉，真的找到了，哈哈！凌飞，你竟然能够感应到如此清晰的祖气之脉，你的灵魂修为似乎又有了新的提高。各位准备连接苍玄天，将这祖气之脉引导进去。怎么回事？是这一道祖气之脉所孕育而出的强大生物。不好，所有人戒备，地底深处有着一道非常强大的东西准备破地而出。
难道这就是由祖妻孕育而出的奇宝吗？真是收获不错啊！没想到这里竟然会隐藏着祖气所孕育的奇宝。这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的强大！虚无，小心！什么？众人一起合力将其击杀。虚无，没事吧？没事，终于解决了吧？你觉得如何分配？呵呵，你们也不必拿出去与他们分配了，毕竟数量太少，若是分配不均，反而容易引起一些人心理不平衡，倒不如给我们好了。你们乾坤天的梵天宫难道想要抢夺？哈哈，你们苍玄天乃是诸天之中最弱的一天，如今还是乖乖的将奇宝交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梵天宫对你们可就不客气了。我们凭什么要给你们？再者，这可是我们一批人一起努力获得到的奇宝，如果你们想要，你们自己去找啊！想要免费获得别人的奇宝，你们是强盗不成？强盗吗？那我们就做一次强盗如何？你们又奈我们如何？那看来我们没得谈了。既然你们如此做法，那就站上一战吧。既然你们想要死，那么就成全你们。对付你们苍玄天的小主宰，我樊英力一人足矣。让你们尝尝梵天宫的独门技能。该死，樊英力，接我这一招。呵，雕虫小技。虽然你的灵魂之力非常的强大，只是可惜还没有达到与我实力抗衡的阶段，所以你这一招对我无效。可恶！呵呵，你们都去死吧！什么？出来吧！既然已经来了，何必要藏头露尾？如果你也想要奇宝，我们55分便是。呵呵，55分。如果我要的是10分呢？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最好快滚，不然的话，待会你们这梵天宫之人将会全军覆没。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口出狂言，那么就不要怪我们梵天宫的人出手了。你们给我上，杀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小子，多管闲事，今日就让你付出多事的代价。什么？现在滚的话，我可以饶你们不死。真是一群没有用的东西，给我滚！既然有不吃吃罚酒，那么就不要怪我了。你们这群废物，真是垃圾，连这装腔作势的小子都收拾不了，真是给我们梵天宫丢脸。你们是诸天中的乾坤天，那8大势力最强梵天宫之人。正是，不过你现在就算是跪地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了。谁放过谁还不知道呢。飞虎啸。还以为有多么强大，原来就这点能耐，插手我们梵天宫的事情，这就是你的下场，以后可不要出来多管闲事了。没想到这樊英力的实力这么强大，竟然能够将元气提升至这种可怕的程度。要是这一次获得祖气，恐怕都能够突破最强主宰巅峰，届时真的可以成为一名顶级的强者。如果你真的就这点本事，那么这一场战斗就该结束了。再让你尝尝我的黑虎流星锤。樊英力真是太狠了，这是打算在这一击中击杀那位黑袍青年吗？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出手比较好，否则你们这些苍玄天的所有人将会提早成为落败者。区区一个最强主宰中期，还在我面前装神弄鬼，今日谁也救不了你，让你尝尝最强主宰后期的力量，给我死！啊！这怎么可能？
这股威压可不是一些最强主宰中期的强者能够做到的。难道此人的实力也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后期不成？怎么可能呢？你究竟是谁？为何能够有着如此可怕的强大之力？我之所以能够破你的强大攻势，那是因为我的这道火焰乃是地炎。先前你攻我一锤，接下来我送你一道火莲，如何？去吧。该死，黑虎万心经。这一块地狱碎片，我萧炎就却之不恭了。刚才多谢相救了，我们来自苍玄天。不用谢，刚刚出手也是为了阻弃地狱碎片而已。对了，你们是来自苍玄天的人？正是。苍玄天是否是那位元尊的故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只是这俩字已经成为我们天元界最震撼存在。元尊的确也来自苍玄天，只不过他成神之后，便是带着曾经的第三神夭夭离开了天元界，从此就没有回来过。你是想要找元尊吗？传闻你们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元尊实力非凡，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必定会与之切磋切磋。既然你们是苍玄天之人，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跟着我，我带你们闯古元界。不愿意？我们愿意。此人有意思，他体内竟然有着天地习物的圣火，难怪会击败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对手。各大天域的大尊，在这古元天内，就是我王悟天超越你们的时候。不愧是名震天元界的萧炎，竟然收了一批小弟啊！你们是谁？呵呵，当然是击败你们的人，留下祖气地狱碎片，我就饶过你们。要祖气地狱碎片，你们是哪一天的人？小子，问的话还真够多的，不要以为你击败了梵天宫的那群废物，就有着这种语气与我说话。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而已，就算有圣火加持又如何？我寒光里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寒光里，你们是隐世的顶级势力，寒族。呵呵，没想到竟然还有人知晓我们寒族。本族已经隐世数千年之久，不曾问世事，如今出现在古元天，为的就是让寒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更加耀眼的存在。你们知晓他们的来历？他们乃是寒族之人，曾经天元界中有着不亚于各大诸天中的顶级势力，便是五大强族。五大强族中，寒族其底蕴强大无比。原来如此，五大强族吗？不过你们想要拿祖气地狱碎片，那就凭本事来抢。呵呵，有气魄，看来今日不给你们颜色看看，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啊！你是风族之人？寒光里，好久没见，别来无恙啊！呵呵，这位兄台，你的风头已经出得够多了，这次就不要再出风头了吧。我们走。我们也走吧。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苍玄天在萧炎的率领下倒是收获颇丰，借助着萧炎强大的实力震慑一些势力强者，他们苍玄天一众人无疑是能够省略掉诸多的麻烦。正因为如此，在古元天的1个月时间中，萧炎的实力也是提升了一丝，虽然依旧是最强主宰中期，但是距离主宰后期又变得更进一步了。除了元气底蕴的提升之外，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在那祖气的奇宝上，萧炎也是收获满满。这里一共10道祖气奇宝，每人1道。想要突破最强主宰后期，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等我在古元天内找寻到神灵之物后，便可吸收幻虚神火的火神本源，踏上那令最强主宰所向往的成神之路。发生什么事了吗？先前有人偷偷将此物给了我们苍玄天的人，上面是写着要交给你的。
五大强族风族、风无痕和寒族寒光里将于近日对混元天的血海域、王希夷众人出手。上面写了什么？消息是谁送来的？不知，接到消息的人也未曾看见来人是谁。消息会不会是假的？这是不是想要诱使你与寒光里和风无痕争斗？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这消息是真的。他们如果真的对王希夷众人出手，那么我萧炎也不会惧意风族和寒族。隐士的五大强族又如何？动我身边的人就得先问问了。不过此事我们倒是要好好策划一下。风族和寒族皆是隐士的五大强族之一，其中的强者也是数不胜数，可以和其他天域中的顶级势力之人联手的话就好办了。不过想要找其他天域中的顶级势力联手基本是不可能的。对了，紫霄域和武神域的新营地在哪个方向？他们应该在南边方向吧。好，立马启程。隐士的五大强族要对付血海域，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想将我紫霄域也扯进你们之间的争斗中？呵呵，无事，我们算是相互帮助。你们应该知晓，寒族与风族暗中联合，击败了古元天中许许多多的强大势力，也获得了非常之多的祖气之脉。恐怕这1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实力更是变得强大无比。而你们紫霄域手里的祖气之脉，也是他们眼中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将会一步步的击垮你们各天域的顶级势力，获得祖气之脉。到时候你们可就没有了强大的祖气之脉，到时候各天域中的元气不就是无法得到精纯提升了吗？这不仅对于你们有所影响吗？对整个天域都有所影响。所以你们想要联合我们紫霄域与你们一起对抗风族和寒族？正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着正面对抗这些隐士强族的实力，不然单凭我们其中任何一支队伍都无法正面对抗。所以我觉得此事你们紫霄域可以考虑一下，而且你们也是聪明人，要知道最近除了风族、寒族等2大强族对其他强大势力出手之外，在我在赶来的路上遇到一些队伍，从中得知那另外隐士的3大强族也暗中联手，而且甚至有可能这一次的古元天之中，这些隐士的5大强族皆是已经暗中联手了。隐士的5大强族联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也开始要对你们这些各大天域的顶级势力出手，夺取更多的祖气之脉。到时候这隐士的5大强族才是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中的霸主，这对你们而言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吧？我们合作可以，但是仅凭我们2支队伍联合，恐怕不是那些隐士5大强族的对手。既然这一次我找你们联合，当然不止你们一支队伍，接下来我们还会与武神域以及天渊域等顶级势力强联合。可以说，这是各大天域的顶级势力与隐士的5大强族之争。那么究竟哪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不好说了。不过你要知道，这些5大强族中的领队者其实力极其之强，论单打独斗的话，就算是我恐怕也没有100%的把握。再加上其他强族之人，你以为你打败了那梵天宫的梵音力，就有资格对抗这些连我都没有把握的强者吗？你的实力天赋在同辈中的确算是翘楚，但要说同辈第一，倒也是未必。最起码天渊域的李颖不见得就比你差，他可是如今年轻一辈中最出色也是最强天赋的第一人。要是和他合作，我第一个愿意。你有能力说服他们吗？刚刚萧炎说得很明白了，隐士的5大强者皆是暗中联手对付各大天域的势力，要不了多久，恐怕他们的目标都是会瞄准你紫霄域、武神域，甚至是天渊域。我们还不合作，更待何时？这样吧，最近我会找机会安排一下，如果到时候那5大强族的寒族、风族真的对血海域出手，那我们可以联手一起对抗。本来我紫霄域是不打算介入你们之间的恩怨，但既然这些隐士的5大强族敢觊觎我紫霄域的祖气之脉，那么就由不得他们了。血海域周边的暗哨都布置下去了吗？已经布下，血海域任何队伍中的人外出，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血海域的王希与那萧炎关系颇好，能够将其人制服，那么那个叫萧炎的就会再度出现，到时候便可以将其一网打尽。血海域虽然在混元天中排名第4，但是那王希到时候拼尽全力战斗，也是一位比较棘手的对手。呵呵，虽然也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但是如今我的实力同样与他一样的层次，而且自进入古元天以来，这里的祖气之脉让我的实力更是提升了许多，到时候就算1对1，我看他也奈何不得我。况且如果到时候他们有什么强大的底牌，到时候不还有无痕兄吗？血海域还是不惧怕，最让我忌惮的乃是天渊域的那一支队伍，那位叫李颖的强者，可是各大天域中的最强第一人，其实力深不可测。此前雷族的雷雅与之交过手，竟然都无法击败那位李颖，而且最后雷族都被逼退。
天渊域的李颖的确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对手，连雷族的雷牙都没有对其讨到好处，那家伙不好惹，恐怕能够对战天渊域的李颖，只有暗天族的暗令兄才能对抗了。只要我们暗中联手击败紫霄域和武神域的这些队伍之后，对抗天渊域也只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就算李颖再强大，也不可能一人敌10手吧。只要解决了紫霄域和武神域，那时候的天渊域可就没有可以联手的顶级势力，这天渊域还不得任由我们5大强族联手宰割。王熙，接下来我们韩族将会瓦解你们血海域，到时候你们所得的祖气之脉很快就会落到我的手中了。要怪就怪你和那个萧炎的关系很好，我们也只能拿你开刀了。这支队伍的率领者是血海域一众老牌队伍，实力不弱，而此行的任务便是捕获这片山脉中的一道终极祖气之脉。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他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引诱韩族等人的现身。因为萧炎这几日的时间里，已经将韩族突袭血海域的信息告知，所以这也是一场局。萧炎通过强大的主镜灵魂探测间，便是敏锐地发现，在这处黑夜中，似是有着一道极为炽热的目光，正对着王熙一众人投射而来。萧炎那清澈的明眸深处，却是有着一丝冷意掠过。韩族一众人竟然已经埋伏在此处，果然是韩族之人。你们就是混元天排名第4的血海域吗？领队者果然实力不凡，竟然也是一位最强主宰巅峰之人，不知能否将你们手里的祖气之脉交出来？韩族虽然实力强大，我也听过你最近击败了诸多强大势力，夺取了祖气之脉，可是想要从我王熙手里夺取祖气之脉，那就得看看你们韩族能不能吞下。厉害，没想到一出手便是用全力施展，不愧是与我同等境界的对手。你们隐世的韩族竟然真敢对我血海域出手，当真以为自己很强？哼，血海域的强大，我韩族今日就想要领教一下了。从现在开始，在这果元天之内，你们韩族就是我血海域的敌人了。王熙，你是血海域的领头人，既然不把祖气之脉交出来，那么就不要怪我拿你开刀了。既然好言相劝无果，那么你们就付出惨痛的代价吧。王熙，你果然很强啊，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别说废话，使出你的真正实力吧。呵呵，好，那么我10招就把你击败。黑虎之力灌入我身。这是神器。你很强，我只能拿出神器来对付你。哼，就凭你这神器也不可能10招之内击败我。你有神器，那么我也有。哼，让你看看黑虎之力究竟多么的强大，攻破你的刑天盾。该死，拼了！啊！可恶，看来要败了。萧炎，有点意思，看来你们血海域已经与其他人打算联手了。不过，凭你们2人想要击败我，真的能行吗？8级风。之前见你和樊一力的战斗之时，你便是以自身的最强主宰中期实力击败了最强主宰后期的对手，倒还真是厉害。这种越级挑战一般找不出多少人，如果等你日后踏入最强主宰后期层次，恐怕就算是我都没有把握能够压制你。不过很可惜，就怕你没有那种机会了，因为今日我将会把你彻底击败。你潜力再大，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至少现在，你可没资格在我面前耍横。你们以为这就是我所有的实力吗？那就大错特错了。如今我的实力，就算是紫霄域的领头人，恐怕都不一定能够压制得住我。
这乃是我韩族的独门秘技，在我血肉里酝养了多年，如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一般对手我还不打算拿出来，所以对付你们二人应感到荣幸。再加上你二人的本身实力就不及我，如今看你们如何对抗我。谁告诉你我们不敌你？王熙兄，今日我们便一起联手，将韩族的领头人彻底的击败吧。这道血色傀儡就交给我吧，血色之气很符合我的胃口，我本就以杀戮为主，让我来对战太适合不过了。我们要不要比一比，看看谁先解决掉各自的对手？好，我和血色傀儡可不会手下留情，若是不想死得太难看，奉劝你们还是老老实实顺从于我韩族吧，我可不想失手将你们杀了，到时候你们混元天的紫霄玉和武神玉还得找我韩族的麻烦。废话真多，要战便战。萧炎，你要小心，我先出手了。看来你这血色傀儡的实力也就一般，想要碾压我们，怕是没有那个能耐。等我将你擒住后，到时候苍玄天以及血海玉手中的祖气之脉就都是我的了。现在这一切反抗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的实力的确很强，但是当年我可是以大主宰巅峰的力量，将一名最强主宰巅峰的对手给击败，而你也是如此。现在我可有资格做你的对手？原来你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啊，这才是你的真正实力吧？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又如何？也不过只是跟我达到相同的境界而已，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还是得激战一场才知晓吧。你有黑虎之力，那么我就用火焰之力来对付你这一招。这小子竟然手段还真是不少啊！这个时候你还能分什么？这家伙的力量真的难道只是最强主宰巅峰吗？我今日倒是不信，我身为韩族的领头人，竟然会治不住你这来自下等级世界的小子。傀儡大法，萧炎，不管你天赋是何等卓越变态，我身为第2等级世界中的顶尖强者，还轮不到你这下等级世界来的小子，在我这些天元界最强主宰巅峰之人面前撒野。萧炎兄的实力果然强大，竟然能够将韩族的寒光逼至这般绝境，连这种手段都施展出来了。不知道萧炎兄能否接下寒光里的这道强大攻势？看来只能施展我的强大招式了。幻虚神火，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击败寒光里。帝炎和幻虚的融合将会是什么样的恐怖力量呢？今日我萧炎便将5大强族之一的韩族领头人彻底的击败。下等级世界来的小子，口气倒是不小。这么多年，我寒光里什么场面没有见过？难道就凭你的这朵火莲就能击败我？怕是想的太简单了点吧？去吧，神怒火莲！真是不知死活的小子！这才是萧炎的真实实力了，真是太可怕了！这一招力量之下，就算是紫霄玉的紫翼晴，或者是武神玉的武废这些顶尖强者，都是无法应接吧。可恶！血海域的领头人果然强大，竟然还有力量击败我的血色傀儡。你败了，交出身上所有的祖气之脉吧。呵呵，想要我们韩族手里的祖气之脉，怕是还想太多了。风无痕，你们风族还不出手吗？我们的韩族都已经彻底败了。没想到刚刚的战斗如此精彩，竟然把寒光里都彻底的击败了，你的却很强大，我风无痕都被震撼到了。终于现身了，刚刚就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在附近隐匿，没想到还真是你们风族。原来你们早就发现我们隐匿在此处了，
如此你的感知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啊，那为什么刚刚不说呢？你们皆是隐世的5大强族之一，其实力自然比我们都要强大，所以你们是想要等我们两败俱伤后出来抢夺我们的祖气之脉吧？不过现在却让你们失望了，因为寒族已经落败，你们风族就算出现，恐怕也无法从我们这里夺走祖气之脉。口气真不小，你们难道还有多余的实力对抗我们风族？要知道，论整体的实力，我们的风族可是比寒族都要强上一丝，你们觉得真的和你们想象中一样吗？我们是不是在虚张声势？你试一试就知道了。好，既然如此，我便与你这位来自下等级世界之人交手，能够击败寒光里的你，究竟有多么强？不知道你们二位如何接下我的这一掌？混元天前3名的紫霄玉子一情，原来你们也和他们联合起来了。想不到吧？难道只准你们隐世强族联合击败我们各大诸天势力队伍，就不允许我们联手来击败你们吗？呵呵，有点意思。那么今日我风无痕就来领教一下混元天中紫霄玉子一情的实力究竟是达到了何等层次。疾风暴，真是可怕的寒冰之力。紫霄玉不愧是混元天前3的顶尖势力，我的最强一招都没能击败你，看来今日我们必须以死相拼了。风族的领头人的确实力非凡，没想到能够抵御住我的最强一击，那么我就奉陪到底。飓风天网，紫一情，你的实力还真不是吹嘘的，我风无痕修炼的风道攻势，竟然也无法彻底击败你。疫情没事吧？这是一枚仙品丹药，你现在催动所剩的元气，将丹药吸收，应该能够慢慢恢复伤势。你们输了，如果不服气，那么就继续打；如果服气了，那么就交出你们所有的祖气之脉。萧炎，你们不要太嚣张，不交出来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给你。这就对，今日的收获还真不少，你们快滚吧。我们走。溜得可真快啊！刚刚多谢你的丹药，没想到你不仅实力强大，竟然还是一位炼药师，恐怕就算是我都已经赶不上你了。天前风无痕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直接是超越寒光里的存在。如果是自己战斗力全开的话，都未必能够有把握战胜风无痕。合作愉快。既然大家依旧恢复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前行吧。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挑战在迎接我们呢。真是小瞧了萧炎这小子。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先对萧炎动手，就不会出现他们联合紫霄玉的那支队伍。该死，真是该死！萧炎、紫依晴，你们给我等着吧，等我恢复了实力和伤势，我一定要你们无比的后悔。该死，是什么人？无痕兄，此处距离大本营还有着一段距离，身后的那些诡异气息不知是什么人，似乎好像往我们这里急速掠来，怎么办？我们快走！姐，想跑，晚了。苏天生灵都去死吧！姐，风属性的元气，不过想要在我面前逃跑，那是不存在的。看来那家伙还没有发现这里。虽然如今自身的伤势比较重，但是这一枚丹药乃是自己在暗天族中换取而来的疗伤丹药，应该能够将一些伤势修复。姐，你是什么人？姐，你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寒族领头人已经陨落，而你风族领头人也将会成为我手中的废墟。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杀我？
杰杰，要怪就怪你是诸天的生灵，这一次你们谁都逃不了。你为何要这么做？不要杀我，我什么都听你的。杰，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也是5大强族之一的风族领袖人，竟然能够做到这般，还真是能够做大事的人啊！只不过不管如何，你们诸天生灵都是死。我身为风族的1号人物，今日竟然会在此陨落，真是不甘心啊！我和你拼了！杰，想要自爆吗？我说了，今日你得死，何必多此一举？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杰，风族的强者果然元气不凡，吞噬了之后，竟然能够有着如此多的实力提升。接下来就是吞噬其他各大诸天的生灵了。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萧炎、紫衣秦王西子率领着苍玄天子萧玉雪海域一众队伍，开始了大规模的探寻祖气之脉。而在这种全力探寻之下，他们的收获自然是相当的不凡。短短1个月的时间，甚至连营地的位置都已经变了几次，其中的收获可想而知是多么的丰富。这是焚诀的力量，怎么会如此的异常？萧炎，想必是你的实力提升与焚诀中的神技焚神诀产生了一丝影响，这是一次机会，让你好好领悟焚神诀第3诀的最佳时机。哈哈，焚神诀的第3诀吗？来吧，让我看看你这焚神第3诀究竟是什么。哈哈，这难道就是焚神诀的真正力量吗？焚神诀果然不只是神技。据焚老所说，焚神诀虽然是神技，而神技之中有着等级划分，小神技、大神技、绝世神技、造化神技，但究竟是什么等级的神技，则是不清楚。不过从所领悟到的信息中来看，这焚神诀的第3诀名叫焚神九火。看来你此次修炼有着不一样的收获。对了，你此前让我们注意的一些情报，似乎有了点消息。你们查到了是哪方强大的势力击杀了风族、寒族、沙族之人？此前我们派出数百位之人开始调查此事，只不过对方基本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线索。但是经过数日时间后，其他队伍之人似乎有看到最近在古元天之中有着诡异的黑气出现。诡异的黑气，难道是？你是否发现了什么？还不完全的确定。如果真的是他们的话，看来古元天之中已经渗入了除了我们各大诸天的势力之人外，还有着其他东西的存在。呵，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被我紫衣情发现了踪迹，我必定要抓出这些隐藏在暗中之人。雷族果然不是省油的灯，要不是我手里有一道神器，恐怕我们早就被雷族之人杀光了。这段时间多亏了李光师兄，我们才能幸存下来。原来是乐言师妹啊！这段时间我们皆是成功逃脱了雷族的攻击，不过大家也不要放松警惕，只要我们能够吸收炼化高级祖气之脉，令自身的实力提升，到时候就有足够的实力与雷族哪支队伍对抗。哎呦，乐言师妹还真是心细啊，这次带上你还真是不错的选择啊。这段时间收到消息，古元天中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情，那就是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强大队伍皆是离奇的失踪，而且毫无踪迹可寻。此事的确非常的蹊跷，古元天中如此多的强大队伍，皆是一次次的离奇失踪，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东西？那紫霄玉、武神玉和天渊玉有什么最新情况没有？武神玉和天渊玉最近倒是没有多大的风声。至于紫霄玉，好像前段时间与血海玉和苍玄天3支队伍联合，激战了风族和寒族，最后风族、寒族皆是被他们联手之下落败。没想到紫霄玉、血海玉会和苍玄天联手。李光师兄有所不知，原本苍玄天的领头人是林飞，实力仅仅达到了最强主宰初期，但是后来苍玄天的领头人则是换了一个人，此人的名字叫萧炎。萧炎。真是有趣啊！他们联合起来，就算是雷族，也对其有着提防。毕竟能够化解今天中那连4大古神都无法瓦解的危机，竟然给那叫萧炎的男子化解了，自然是有着强大的底蕴。而我们万祖域的局面目前并不是很好啊。雷族这些家伙真是该死啊！为什么要追着我们不放？乐言师妹，我总感觉到有一些不安，对方这1个月中不断的在追击我们，看似是不打算放过我们，但每一次都能让我们找到缺口撤退。我感觉有点太强了，虽然我有一道神器，但是雷牙的实力远超我，为何会一次次的没有将我抓拿住呢？
师兄的意思是雷族是故意让我们逃脱的。我也不是很确定，或许是我太敏感了吧。乐言师妹，如果真是到了那一步，我会为你们争取一些时间，到时候你和其他的师兄弟直接分散逃离，能活多少是多少吧。至于高级祖气之脉，暂时就先别想吸收炼化了，这块肥肉雷族必定盯着呢。不过也别太担心，说不定是我的感觉错误，也说不定。雷牙师兄，情况如何了？万祖域的队伍可有按照我们设计的方向逃跑？一切都按照雷牙师兄的计划进行，半分不差。很好，那就等他们尽数的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收网了。等我雷族获得祖气主脉的时候，那些所有的各大种族和顶尖势力都不过只是我雷族眼中的蝼蚁罢了。收拾启程吧，接下来就是绞杀万祖域的队伍。乐言师姐，谢了。鹦鹉，好战也得保持一点理智。如果刚刚不是我帮你抵挡住了这些致命的攻势，你早就死在此处了。乐言师姐，我知道了。该死，此人让我来对付。看来乐言师姐的实力与雷族的那人实力相当，看来要陷入苦战了。雷牙，你终于舍得出手了。李光，你们万祖域还是投降吧，你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是食物一些，我们便留你们全尸。想要我们投降，简直就是做梦。我们都已经被你们追杀了几十回，我们都能逃脱在，这一次也是如此。呵呵，这次你们逃不了，而且此前你们能够逃脱，是因为我们想让你们逃。这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我们故意而为之，为的就是把你们引到这里。你没发现这里的战场很符合我雷族的主场吗？原来你们是故意引我们来此处，但恐怕你们还有着什么目的吧？想要杀我们很简单，不需要来这种地方击杀我们。看来你很聪明，的确击杀你们不需要什么主场，我们的目的乃是将你们所有万祖域的人炼化成雷丹。该死！你们雷族真是可恶！看你长得精致，要不做我的女人，我可以让你不死。做梦！比光师兄，我来帮你。我已经嘱咐过乐言师妹，一旦局势不对，就让她带着万祖域的众弟子分散逃跑，能活下来多少就活下来多少。那你呢，比光师兄？我当然要留下来，与雷牙那家伙好好的战上一场了。比光师兄，你不能死在这里，你是万祖域这数千年来第二个妖孽般的存在，你活着，未来的万祖域才能够变得更强大。比光师兄，我也必须留下来陪你一起战斗，不然恐怕万祖域其他弟子逃不了多少的。更何况那雷族的雷牙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后阶，你一人恐怕不是其对手。如果我们二人联手，或许还有希望正面与之对抗。你们雷族究竟想要做什么？你们要的高级祖气之脉给你们，请求放过万祖域的弟子。呵呵，你想必知道，我们不仅要高级祖气之脉，还需要你们的肉体来炼制我的雷丹。你觉得我们设了那么大的局，会饶过你们吗？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把你们引到这里，不仅要用你们的肉体炼制雷丹，还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这座峡谷地底深处隐藏着一道高级祖气之脉。高级祖气之脉，原来你们也早就知道这里有高级祖气之脉的存在，然后再以此处的战场诱发出地灾，将那道高级之脉引诱出来。雷牙，你真是好算计啊！差不多了，该说的也说完了，将万祖域的所有人直接全部杀了吧。雷牙，今日我们万祖域就与你决一死战。
我们乃是隐士五大强族之一的雷族，你们是何人？暂时接替五行天队伍的领头人林动。林动真的是那来自下等级世界来的天赋卓绝之人，林动竟然真的是他。他们的元气波动的确非常强大，而且他们现在都变得好强，尤其是那位男子，在此人的身上，我甚至感觉到了体内的元气都在震颤，那是感知到了无法形容的危险气息，它会有激烈波动。五行天的领头人灵动是吧？今日我就要看看你是否如传闻中的一样强大。雷族的诸位，你我井水不犯河水，若是你们能够转身而去，我林动倒是很乐意交个朋友。我知道你们的雷族实力极强，但是我所率领的五行天其底蕴也不比你们的弱，希望你们雷族也能够冷静的思考一下。既然你想死的话，那我就成全你吧，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厉害。就是不知道你打算让我怎么个死法，我倒也是很想看看这纯的这堪比于武神域强大的雷族究竟有何了不得的底蕴。原来才是最强主宰后期，竟然也能够成为五行天的领头人，当真是无人了吗？别废话了，今日我林动便要铲除你们这雷族。没必要让我亲自出手吧，白烈交给你了，希望能够将其击杀。我想要的是一场摧枯拉朽般的虐杀，我要你当着这里所有人的面，将他们五行天的领头人斩杀于此。废物，还得我亲自出马。林动，小心一些。我们需要出手吗？不必担心，雷族的雷牙虽然强大，但是我应该能够击败他。雷族倒是听说过，在隐士的五大强族中排名第2位，的确非常强大。可是今日你遇上的是我林动，那么结局就不得而知了。来吧。雷霆浩瀚掌，八祖之术。经理营，你说林动这回会不会过于托大了？林动他从来都不是什么鲁莽的人，他敢这么做，必然是有足够击败对手的把握，不然我也不会真的让他成为五行天的领头人。以光师兄，他真的能够挡得住雷族的领头人？他应该也是有所应对的最大手段，最起码不会被雷牙给击败。我觉得雷牙应该会败于那位灵动之手。乐言师妹，你怎么知道的？女人的直觉。下等级世界来的蝼蚁也敢在雷族面前逞能。时间祖符，时间进步。什么？该死，这家伙明明只是最强主宰后期的实力，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这究竟是用了什么诡异的秘法才能够做到如此？不仅有雷霆之力，还有火焰、寒冰、黑暗等诸多属性的力量。这家伙怎么会身负如此之多种的能量？不管你有什么强大的手段，蝼蚁始终都是蝼蚁。呵呵，还想逞强？空间之力，空间转移。啊！什么？竟然还有这等强大的招式？这是进行了空间转移吗？这也太厉害了吧！八组琉璃体。这来自下等级世界的天才，还真是令我们佩服啊！老大，你还真有眼光啊！这次有着如此强大的奇才作为我们五行天的领头人，那么我们五行天就能够顺利的进入更深处。当初也不是我眼光毒辣，我是真的想与林动兄比一比，结果自己所施展的五行之术，竟然还是被林动兄给破了，这算是弄巧成拙啊！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之前的传闻都是不假，下等级世界中来了3位天赋恐怖之人，而灵动就是其一。那么其余的2个人是否与这位灵动一样的可怕强大？我记得另外那2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叫萧炎，另一个叫沐尘。看来我们得救了，还以为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全军覆没了呢。这位叫灵动之人果然非常之强大啊，恐怕能够与之比拟的只有天渊域的林隐和暗天族的暗令等人了。就算是武神域的武废，恐怕也无法战胜灵动此人。林动兄的实力实在让我都捉摸不透啊！
其实也只能算作是常规操作吧，只是我身怀9道祖符，所以催动其力量，配合我的元气就能够爆发出无懈可击的强大力量而已。雷雅乃是雷族的1号人物，实力已经到达最强主宰巅峰高阶层次。这等实力的强者在整个天元界中都是顶级的存在，在天元界数百年的时间之中，都从未有一位最强主宰后期击败最强主宰巅峰高阶的事情发生，而如今连这种顶尖级别强者之人，却是被灵动兄给彻底的击败了。在下林动来到此处，主要是在此处发现了一道高级祖气之脉，所以这一道祖气就凭各大队伍的实力来争夺，如何？在下林动来到此处，主要是在此处发现了一道高级祖气之脉，所以这一道祖气就凭各大队伍的实力来争夺，如何？真是小瞧了林动兄啊，竟然能够出你这般的强大机智的人物。林动兄发现了高级祖气之脉了。高级祖气之脉应该就在这大峡谷的地底深处，大家可以搭建一下观气台，来确定一下高级祖气之脉的精纯位置。在诸多观气台的窥探之下，也是没有发现任何的高级祖气之脉。不过在灵动那强大的力量之下，配合诸多祖符之力，终于发现了在那地底深处的事物，也是被其看得清清楚楚。竟然隐藏得这么深，怎么样？这里真的有高级祖气之脉吗？怪不得此前我就觉得林动兄是有意的赶来这边的路线，原来你早已经发现这大峡谷之中有着一道高级祖气之脉，真是令我大开眼界，真是越来越摸不透你的实力了。这条高级祖气之脉隐藏得太深了，要不是此前我潜入地底，就算如今我站在大峡谷之中，都会忽略掉这个地方。没想到这个地方还真是一块祖气宝地啊！看来雷族也发现了此处有高级祖气之脉后，就与万祖域的人开始激烈的厮杀战斗，那所造成的血腥与强大元气波动，会在地底深处引发出地灾，从而将那道高级祖气之脉所引出来。他们的手段果然残忍残酷，但不得不说，这种的作用的确不小。眼下那道高级之脉已经达到了可以捕获的地步了。这群雷族就是故意引我们来此，引发激烈的战斗，引出这里的高级祖气之脉后，再将我们的尸体炼化成他们的雷丹，还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主意啊！真是该死的雷族。还有一件事，那么这道高级祖气之脉如何分配呢？这种事情没必要问我了，一切林动兄做主不就行了吗？而且如今你才是五行天的领头人，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听你的是吧？那好，这分配高级祖气之脉的事情就由我来做主吧。这一道高级祖气之脉，我占5成，五行天的众人共占5成。行，那就这样定了吧。如果顺利获得高级祖气之脉，那么我们五行天的整体实力提升不少，这对于我们后面遇到更强大敌人的时候，也有着一战的资格。不然等到时候大戏开场了，我们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那就完了。真没想到，这下等级世界之人竟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当初刚来天元界的时候，还只是大主宰巅峰的实力而已，而如今早已突破最强主宰后期。要知道，从大主宰巅峰突破最强主宰后期，就算是天元界的天骄，都要花费数几十年，一些天赋稍差的甚至都要花费数百年的时间。这就是高级祖气之脉所蕴含的祖气吗？其中所蕴含的祖气远超我们此前所遇见过的任何一道祖气之脉，不愧是高级祖气。大家准备吸收。我的元气底蕴竟然达到了半步最强主宰中期，真是太给力了。林动兄，你的元气底蕴提升了多少？也不多，从最强主宰后期出阶突破到了中阶。林动兄还是一如既往的变态啊！